师兄你来真的，我就弄好你个破笔，你把我扔人间。大师兄，我错了，让我回去，我保证听话，我可是你亲师妹啊！我可是你亲师妹啊！大人，就这么把玄儿送走好吗？人是你送的，玄儿，老实过完这一世，这是你的宿命。我不管，我要回去，不让我回我就死给你看。那这什么破地方？漏雨的房顶，缺角的桌子，半个碗漏底的杯子。每个月神时可以回来看看。我要人回来，大师兄，我真错了，我再也不用炸魂锅给你做饭，不拿剪刀地狱的剪刀剪鬼差头发，不在孟婆汤里兑水。想都别想！大师兄，大师兄！神尊，叶白就这么将玄儿送到人间，真的没问题吗？无妨，这丫头不谙世事，走一遭也好。千年前的宿命，解释机缘就在人间，再拖下去，她魂魄会出大事。叶白有分寸，她一身本事都还在。走吧，回去复命。也叫被寻。大师兄真费傻，当朝太傅嫡亲孙女，自己儿子都管不好，难怪我被扔过来，生辰八字都一样。大师兄你可以呀！我操，丢了一魂，你让我来当傻子？小姐，怎么坐这儿了？冷吗？我自己穿就可以了，你先去将自己的一身衣服给换下来。小姐，那个，您能不能再说一句话，一句就行。去换衣服吧。7年前被夫人救回来的丫头深藏不露，而她那位已经过世的娘也不是简单角色。人间这一世好像也没那么无聊。小姐，您坐着别动，我去做点吃的。这贝承平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狗男人，骗婚骗娶，见无利可图便弃如敝履。我那便宜娘也够死心眼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过人逼到绝境反而聪明了，后手倒是留了不少。小姐，吃饭了，雨停了，一会儿我就去找人修房顶。也不用修太好，能用1年就成。1年后我们就离开这儿。贝承平，这笔账我替他们记下了，总有一天。说说吧，最近京都和太傅府都有什么动静？小姐说笑了，奴婢是被夫人所救，一直跟着夫人和小姐住在这村子里，从没出去过，怎么会知道京都和太傅府的事？我就是被寻，如假包换。花扇姐姐，你在顾忌什么？花扇姐姐，你不会是因为我娘不在了，就想把所有的产业和势力都据为己有吧？小姐，你误会了，奴婢绝无背叛之心，只是事情有些复杂，奴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今晚你好好想想，明天慢慢讲给我听。不过华山姐姐，你要听好，我要听的是全部，半点隐瞒都不要。就算是你自以为为我好的那种，也不行。而且，自从我清醒之后，我就发现，我脾气好像不怎么好。是小姐，真的好了。这胎记，就算以后出现2个寻儿，咱们也都能一眼认出来。小姐，一会儿咱们稍作乔装，奴婢带您去个地方。哦，记住，没有总阁，我要这产业开遍4国，却无人能找到我。老天爷，傻一回就能变成这样，求您了，让我也傻一次吧，1次就行。主子，其实这次您不必亲自来，属下解决就行。我待的无聊嘛，过几日进了那太傅府，再想出来玩，可就没这么方便了。崔珏也太小气了，下界第2天就追过来把生死簿抢回去了。启禀阎王，崔判官已经将生死簿带回，正在殿外等候。早知如此，1000年前就该把他踹下去。继续盯着，要是让我知道有谁被寻儿收买了，回来之后自己往油锅里跳。主子来了，一身红衣，血液拦路，历史无城可主。那批货拼了！哟呵，认出我了，胆子不小吗？
走啊，快走啊！走，本阁主等你们一晚上了。里头的人还要我亲自请？这大雪天的，真不想伸手，太冷了。你就是那个虎啸寨寨主虎大力？哦，对，虎大力，劫我无城阁的货，害本阁主大晚上在这吹冷风，这笔账咱们怎么算？阁主若肯放我一马，虎狼该愿归还一半货物。一半？说你白痴还真不冤枉。听好，我不是来讨价还价的，是来通知你的。1个时辰前，你在望春楼跟舞娘眉来眼去的时候，我们无城阁的货已经全拿回来了。毕竟吴圈郎与九狎睚必报，绝不吃亏。现在啊，你们那个寨大概就只剩下个大门了。如果你们有大门的话，今日既然遇上，我可不怕，那就看看谁更胜一筹。就你也配我主子出手？来吧，姑奶奶华善，到了地府记得报我名字，别找错了人。主子，回吧。华善，你听到什么没？没有啊。快跟我走，有人打架，瞅瞅去。主子，那人好像受伤了。不是受伤，是中毒，而且不是一般的毒，半个时辰内解不了，人就凉了。要救吗？我只是来看热闹的。姑娘，今日若能出手相救，他日必当以命相报。又被发现了。主子，您刚才说话没收音。好吧，我下次注意。我要你的命做什么？没意思。还看我？你再不努力，你家主子就要毒发了。麻烦姑娘了。喂，我好像没答应什么吧？你们还真是不要脸！滚远点儿，别弄脏我衣裙。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去帮他们解决了。多谢姑娘出手相助，可别谢我，要谢就谢你们的厚脸皮吧。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绝无冒犯之意，只是想报答。你们再报答一会儿，你们主子可真没气了。这男子命格不凡啊！是哪个瓶子来着？不管了，蒙一个吧，反正都是好东西。扶他坐下。能让主子出血，可真是不容易。今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谢字每一个，还想折断我手腕？抱歉。阁下眼角的泪痣还挺好看，想必长得不错。既然没事了，后会有期。泪痣，他这是在威胁我。王爷，属下无能，请王爷责罚。不怪你们，此地不宜久留。可是您身上的毒，那丹药确实是好东西。一身红衣，暖炉杀人。无城阁阁主叶芝。主子，无城阁来报，半月前先帝驾崩，6岁太子继位。几日前，先帝贴身太监闯殿宣诏，遗诏封凤千句为摄政王。主子怎么什么都知道？猜的？对，就是那个8岁上战场从无败绩，被先帝赐3万凤家军永不收兵权的战神凤千诀。他正在回京路上。还有件事关系到主子，咱们快回京了。主子，您真的什么都知道？还是猜的？新帝登基，重孝道，已有好几个大臣因苛待发妻、虐待子女被训斥降职。最狠的那个，宠妾灭妻，逼死正室，直接被罢官赶出京都了。主子，估计太傅府的人很快就要来接您了。您那就回去呗。我也想看看那个所谓的亲爹，看见自己女儿不是傻子的时候是什么表情。华善，我知道你想报仇，不着急，慢慢来才有意思。哎呦，你这丫头拦着我干什么？我是来接夫人和小姐的。咱们大老爷一直都念着夫人和小姐，这不特地派我来接他们娘俩回府呢。当年夫人生产完，说是想找个清静地方养身子，非要来乡下，我们老爷使劲拦都拦不住，这才依着他把母女俩送来静养。老爷这几年身子不好，太想他们娘俩了。夫人、小姐，快出来吧，咱们这就回府。主子没发话，我得忍着，我得忍着。哎呦，这就是小姐吧？快让我看看，老爷想您想得紧呢。夫人呢？夫人在哪儿？你问我娘，在那儿呢，正看你们太傅府的笑话。小姐呀，您虽然从小就那个，但这话可不能乱说啊，这不是咒夫人吗？夫人，咱们回府了。夫人，您在哪儿呢？喊什么呢？喊什么？你在这叫魂呢？没听见雪儿说夫人在天上的吗？你们堂堂太傅府，把他们娘俩往这破地方一扔就是10几年，不闻不问。2年前这孩子的娘没了都不知道，还站这儿嚷嚷想念。呸！不要脸！当初尸神还不在时候，夫人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身上没银子，还是托我把首饰拿去镇上卖了，才勉强度日。夫人心善，后来救了华善这丫头养身边，丫头记恩，夫人救了华善就一直照顾寻儿。你这个老婆子，怎么还有脸回来？
小姐，咱们回家好不好？您爹真的挺想您的。好啊，我也挺想看看我那个便宜爹是怎么想我的。不是要接我回去？不走？小姐，您不用收拾一下。这房子里面没什么收拾我的。我们小姐不习惯跟陌生人共处，劳烦嬷嬷跟车夫一起做外女。唉，这母女俩命苦，虽说村里穷，可总比那吃人的太傅呼强啊。就是，寻儿病好才1年，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小姐，那个府上今日有事，咱们还是走侧门吧。嬷嬷，虽然贝大人将我跟我娘扔到村里不管不问10几年，但我依旧是贝大人的骨血，是这太傅府的小姐。是嬷嬷说贝大人十分想念我和娘，才将我接回来的。可是为什么连大门都不让我走，让我走侧门？我娘已经不在了，我还不如回那小村子里去。那里虽然日子清贫，但好歹把我当个人看。怎么你一个嬷嬷还想打我不成？你们接我回府就是为了折辱我吗？当年将我们娘儿俩扔到乡下不闻不问10几年，一回来就想打杀我！你们一群黑心肝的！太傅府的好日子，我娘可在天上看着呢。老大，如今朝中的形势你也知道，咱府里就你我2人在朝为官，新帝继位，千万不能出任何把柄。为父虽是太傅，新帝尊称我一声帝师，但那也只是表面，切不可骄傲。新帝跟先帝不同，他非常看重镇国公府，不日怕是要委以重任，所以为父今日一早就派人去接明子王母女了，估计再有一会儿就该到。我知道你当初为什么娶明子元，但你不该见她没有利用价值就那么对她。她再不跟娘家往来，她也是镇国公府的嫡女。这次他们母女回来，一定要好好安抚，别再惹出乱子。儿子明白。还有，让你那个妾室和他那个惹是生非的女儿先避一避。她虽是户部尚书的庶女，但到底比不过镇国公府，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让你休妻，更不让你将那女人抬为平妻的原因。一旦你苛待他们母女的事传出去，你这官位也就做到头了，到时候为父也保不住。儿子定会。老太爷，不好了，不好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我在跟父亲谈事情。老爷，您快去府门口看看吧，大小姐回来了。回来就回来，把夫人以前的院子收拾出来，让他们母女住那儿。晚上我会过去看他们。不是老爷，您还是亲自去看看吧。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老爷，大小姐她带着个男人回来的。这个孽女，当初生下来就该把她掐死。夫人呢？夫人没管着点儿。老奴没看见夫人，只看见大小姐。造孽呀！我身为太傅，竟没教好自己的儿子。都给我停下！老爷，大小姐她有什么事进来说，在府门口吵闹成何体统？大小姐脑子从小就痴傻，你们不知道，还不快扶进来！夫人，我娘已经离世2年了，贝大人这么想我们，居然不知道。你这嬷嬷看我穿的破烂，怕我把太傅府的大门踩脏了，让我从侧门走。既然太傅府如此金贵，那我便不进去，我回我的小村子去。虽说几十年没人过问，可胜在自圆。是好事情办坏事。为父刚才和你祖凤在书房谈事，从这么多年过去，为父真的很想你们啊。贝大人，您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不管对错，我都跟您进去。你说，我叫什么名字？当初将我们母女送走的时候挺急的吧？连名字都没时间给我取一个。我叫贝寻，贝大人。看样子你还真是挺想我的。我住哪儿？大小姐，请随老奴来。夫人的院子一直空着，已命人收拾出来了，您住那儿行吗？那是什么地方？那浅月水榭是你娘在你还未出生时为你布置的。见过老太爷。见过贝太傅。你应该叫我祖父。我就住这里。也好，你住这里已全是全村娘的一片爱子之心。管家，命人收拾出来。老太爷，怎么？嫌大老爷我说话已经不好使了？不是，将这浅月水榭给二小姐住了。哼，这么多屋子，他就非住这儿，去告诉让他换个地方，就说我说的浅月水榭以后就是大小姐的了。大小姐，这水榭里的样子还跟夫人在时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全都是夫人当年亲手布置的。当年夫人有一位闺中密友，后来嫁给了懂机关术的能人异士，这水榭就是夫人请他设计的，用的全是夫人的嫁妆。夫人当年说过，要给她的孩子最好的环境，远离纷扰。大小姐，您再看这湖水，这是从那山后的活水温泉中引过来的，所以即便在这寒冬也不会结冰。夫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主子，对我们下人都很好，从来不会惩罚我们，最多只是训斥几句，哪像现在的。大小姐，咱们进去吧。这地方还真挺好的，是不是？是挺好的。如果将廊桥沉下去，任何人在短时间都上不来，非要硬闯，除了划船，就只能从后山绕。不过后贤通哪里还不清楚，但不妨碍我们出去。对啊，环境好清静，一日3餐有人管，还有漂亮衣服穿。最主要的是不用自己花银子。走吧，华善姐姐，去休息。明日一早，烦人的人就该来了。主子，明日您还是收敛些，能动嘴的就别动手。如果一定要动手，让属下去，别让人看出什么。知道啦，我的管家婆。主子，湖岸边上骂了1上午的，就是这太府的二小姐，您同父异母的妹妹。
贝香梦，贝梦香，行吧，让他再骂一会儿。咱们有早饭吃吗？有，水榭里有小厨房，属下已做好，这就给您端来。咱们去门口石桌上吃，顺便看戏，不然光吃饭多无聊。备询是吧？你叫备询是吧？你这个傻子，居然敢抢我的潜月水席！你知不知道1个月前爹已将这里给我住了，说是提前送我的吉吉礼。你这个傻子，听见没有？我在跟你说话，我在跟你说话，我在跟你说话。华山，奴婢在，丢下去。是。你还是省几步吧，人马上就来了，不用你多跑一趟。香儿，你怎么样？是不是冷？伤到哪儿没有？怎么这么不小心掉湖里去了？这女人的段位比贝梦香高出不止1点半点啊！是这个傻子让他身边那个贱婢女把我扔下去的，要不是喷出个油水，我就淹死了。娘，北巡，我是父亲。你可曾养过我一天，报过父亲的责任？所以贝大人，您这父亲2个字从何而来啊？你娘好歹也是郑国公府出身的，她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你有什么资提我娘？哼，贝大人和这位姨娘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啊！我就不像再骂了一上分，你们都不知道，偏偏她被扔湖里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还有，这是我娘用她的嫁妆给我建的水榭，没花海富府1文钱。你有什么资格将她送给你跟其他女人生的孩子，还要将水榭当做她的吉吉礼？你想的挺好啊，就像你给她起的名字一样，做梦比较香。老爷，就算是香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小姐也不能将她扔湖里去啊！现在可是死人的。你叫金陵是吧？做妾就要有做妾的本分，庶女也要有庶女的样子。你听过哪家的庶女敢站在嫡女的院子门口骂一早上？你见过指着女鼻子骂她是傻子，摔人家茶杯？若是在别的大臣府里发生扇巴掌这种事，会怎么处理？哦，对了，你爹娘是怎么教你规矩的？一大早的都聚在薰儿这里干什么？都没自己的事情做了？父亲，这个孽女她怎么了？很好，被人欺负了就该狠狠还回去，难道还要送脸上去给人打不成？太夫妇来是什么意思？是我说的话不好使了？可是祖父，我有月将这水榭我做集结礼了。别说如今薰儿回来了，你要是真喜欢水兽，就让你娘也用她的嫁妆给你建一个，让你住进去，我绝无二话。建水榭，他要是建得起，还用让自己的女儿来这儿闹？当年明子云出嫁时，10里红妆绕京都1圈，那是整个京城都亲眼见过的。贝太傅要进去喝杯茶吗？好呀，那就麻烦薰儿了。贝太傅这次来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吧？薰儿啊，你爹他当年只是一时糊涂，如今已认识到错误，日后定会好好对你。你放心，祖父保证，只要有祖父在的一天，就绝没有人敢欺负你。这太傅府你想怎样就怎样，想出去逛逛也可以，不会有人限制你的自由。听说你回来没带什么东西，这些银票你先拿着，看到什么被贝太傅言重了，况且不是真心的东西，我要了恶心。至于我娘，我觉得她挺好的，这会儿估计已转世为人了。不管怎样，都比回到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要好。贝太傅，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但我这个人吧，性子随我娘了，有些倔，脾气也不怎么好。以后在外面我不会特意去宣扬什么，但有人问起来，我也会如实说。至于郑国公府不日回京的事，那不是我要考虑，我更不会去编自事来全你们太府的颜面。毕竟我娘确实是受了天大的委屈。贝太傅，说谎将来是要下拔舌地狱的。谁敢让这小祖宗下拔舌地狱啊？他不拿钳子追着我们满街跑，就是佛祖显像了。这丫头聪慧是聪慧，这几年她是怎么过的？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一会儿要出去逛逛。没事了，没事了，祖父这就回去。哦，对了，出门要用马车的话，直接让管家准备就好。我家小姐不喜欢跟别人共用一辆马车。啊，好好好。去，把大老爷给我叫到书房来。是。二没找我，你去找人去那个小村子里查查贝寻他们几年是怎么生活的，隐蔽点。父亲，您是怀疑他被调包了？我只是好奇明子玉是怎么把这个孩子养大的，吃啥又是怎么好的。他的聪慧，10个贝梦香绑在一起也比不上。还有，你最近在外面谨慎些，外面的流言蜚语，幸好还没听到那香弟耳朵里。以后要是再传说出什么好话，咱们太傅府到我这一代就该结束了。儿子的，回去好好管管你的妾室和你那没脑子的二女，别让他们再去招惹贝寻。如果把他惹急了，这事儿宣扬出去，你这官位也就到头了。新帝刚登基，正是杀鸡敬法不早的时候。是父亲，那是谁的马车？好大的派头！你是刚到京都的吧？没看见马车上的牌子？那是凤将军的马车。凤将军，他不是在西北练兵1年才回来一次吗？你们还不知道，现在哪还能叫凤将军，该叫摄政王了。那凤将军这次回来，应该就不会逼欠了吧？我还听说凤将军今年年满20，洁身自好，至今未娶。这回回来，估计凤府的门槛都要被媒婆踩塌喽。还有啊，据说那凤将军长得连男人见了都忍不住多看几眼，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能那么好命。主子，您要是实在好奇，我让米峰送一幅凤将军的画变来给您看，好不好？正好米峰现在就在京都，夜探凤将军府这种事，咱们就别干了吧，真扫兴。哎，你刚才说什么？米峰在京都？他在哪儿？咱们找他玩会儿去。他在咱们吴成阁名下的酒楼。
小祖宗，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让画蛇派人来说一声就行，怎么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主子，您这次来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也没什么大事。无城阁你管理的挺好，不过大事没有，小事倒有一件。主子您尽管说，不管什么事儿，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包您满意。你去给我弄一幅凤千制的画像来，我要看看。主子，您说您要什么？我说我要凤千居的画像。主子，您要他的画像做什么？刚才在外面，我听百姓们说那凤千居长得连男人见了都流口水，所以我好奇，想看看。你看我干什么？有是有，别说凤千教，咱木城阁连皇位上的小皇帝的画像都有，只是画像不在这里。主子要是想看，得等几天。行吧。对了，那狼虎寨怎么样了？主子，您怎么总是记不清名字？是虎狼寨，都按您的吩咐搬空了。别说，那寨子里好东西还真不少，也不知打劫了多少过路方商。老规矩，拿出一半放到学堂和赈济灾民。主子放心，属下明白。有话就说，我最看不得你这个样子，会让我想抽你。那个主子，属下最近还查到一件事。说吧，慢慢说，我不急。对了，让他们给我送盘瓜子上来，我一边嗑一边听。主子，瓜子要不就算了吧，依着我怕您一会儿把瓜子扣付茶脸上。到底是什么事儿？其他倒没什么，但有一件事，属下觉得还是该告诉您一声。那个主子，属下最近还查到一件事。说吧，慢慢说，我不急。对了，让他们给我送盘瓜子上来，我一边嗑一边听。主子，瓜子要不就算了吧，依着我怕您一会儿把瓜子扣付茶脸上。到底是什么事儿？其他倒没什么，但有一件事，属下觉得还是该告诉您一声。你看着我干什么？你倒是说呀！没见主子的手马上就要抬起来了。我说，就是我们查到，主子您和凤千玉其实是有婚约的。所以这个八卦居然是我自己。刚才可能是我喝茶的姿势不对，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主子，您和凤千玉有婚约。展开说说。是这样的，凤千觉得爹娘是青梅竹马，很早就成亲了。夫人家人和凤夫人沈碧寒曾是闺中密将，惠正夫人在夫人还没怀上您的九兄弟，如果却剩有的是女孩，就做儿女亲家，还交换了信。后来边境动乱，凤系不幸西南，凤心里沈碧伤心欲绝，3年后也撒手人寰。当时凤千觉只有15岁，就跟主子您现在一般大。凤千吉8岁就跟着凤战上战场，从无败绩。凤战死后，先帝心有怜惜，又对凤千吉颇为赏识，这才有了现在的凤家军。所以凤千吉知不知道婚约这件事，属下也不清楚。你可知当年的信物是什么？属下没有查到。属下也不知道。婚约这件事，夫人从没跟属下提起过。不过当时夫人和小姐那种情况，说不定那信物早就被卖了也说不定。不会的，以我娘的性子，那东西肯定不会卖。估计那凤千觉也不易知道，就算他知道，也不会想娶我的。毕竟我天生痴傻，说不定以后再犯病呢。花香别忘了，3天。是，主子放心。贝大人，我这儿有个好姑娘，礼部尚书家的嫡女，年方28，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贝大人别听她的，我这儿才是最好的，户部侍郎家的千金，陪嫁200亩良田。是在干什么？回主子，您忘了，凤千锦回京了，媒婆们抢不到凤府的门槛，这是转战太傅府了。啊，关我们什么事啊？因为太傅府还有一位二少爷至今未婚。啧啧，二叔这是要被生吞活剥了。华善，你说二叔今天能脱身吗？恐怕很难。那些媒婆的战斗力，属下见过。华善，你说那个婚约，凤千季真的不知道吗？属下不知，不过以凤家的行事风格，应该不会忘记。进来。王爷，您让属下查的是有结果了。那位红衣女子，无城阁阁主叶芝，真实身份是太傅刚接回的大小姐贝寻。贝寻，明子湾的女儿。是，据说她从小痴傻，被送到乡下，1年前突然好了。有意思。另外，属下还查到一件事，当年您母亲和明子瑜曾有过约定，如果明子瑜生了女儿，就与您结为亲家，还交换了信物。信物是什么？属下无能，尚未查到。下去吧。婚约，贝寻。有点意思。贝寻，父亲被皇上训斥了，你满意了？当年是我让贝大人恨我，是我让他苛待我和我娘的，如今是我求着他把我接回这太傅府的。贝梦香，你要是有火，就去找那个始作俑者发，冲着我这个受害者喷什么口水？爹，他不是天生痴傻吗？你看他如今这伶牙俐齿的，怎么可能是个傻子？爹，你是不是见错人了？哼，你给我把嘴闭上！他再怎么样也是正室嫡出，你一个妾室所生的，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自己的长姐？上次跟你说的话，看来你是没长记性，回去抄10遍祖训，抄不完不许出来。老爷，你们最近安分些，皇上会举办宫宴，所有大臣和家眷都要参加，你们好好准备一下。香儿也快及笄了，是时候提前相看了。主子，米峰刚让人送来的凤千舟的画像，您还要看吗？看，为什么不看？给我拿过来，我倒要看看这凤千舟长什么样。
难道还能有我好看不成？我的华善姐姐，快把嘴边的口水擦擦，都快流到画轴上了。主子，您就别打趣属下了。她有我好看吗？主子好看，主子您最好看。凤千姐怎么能跟主子您比呢？别忘了给米凤送回去。这是无城阁阁主叶芝，你没事做了。这叶芝每次现身都是一身红衣，戴着面纱，从没人见过真容，但仅从那双眼睛和仪态就能看出，定是个角色。本王让你查的人怎么样了？您说贝寻，属下已经查到了。贝寻从一出生就是痴傻的，一直随他娘亲生活在那个小村子里，从没离开过。但从1年前的某一天，他突然就不傻了，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突然好了。至于容貌，只听附近的村民说，贝寻几乎不怎么出院门，但是个美人坯子。他知道跟本王有婚约的事，应该不知道。本王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去咱们的人里物色一下有没有适龄的男子，官位大小不重要，主要是人品得好，然后摸清楚贝寻出门的时间，让这两人偶遇一下，只是偶遇，千万别做出什么过分的事，也别惹出不好的谣言。本王是要给他挑个良人，不是败坏他的名声。明白了，明白了，属下这就去物色。如此这样，也不算我违背了答应娘的承诺。再过几天就是宫宴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贝寻不是个傻子，更不是个好欺负的人。主子，这已经是这个傻子第7次从咱们楼下无意路过了。姑娘，好巧啊。傻子，装得很傻，比您以前那种傻还要傻。有意思，让人查查谁家的。是，去查查。事出反常必有妖，一看就不是个好鸟。华善，我的华善姐姐，你不过来帮我挑衣服，站在窗口数什么呢？主子，楼下好像不止一个男人在乱晃。您从太傅府出来时，不是一直戴着面纱呢吗？戴着呢呀。主子，您先试衣服，我去让掌柜的找米凤过来。这事儿不弄清楚，我今晚睡不着觉。主子，我能进来吗？能。主子，您猜我查到什么了？你动作还挺快，查到什么了？属下查到，主子，您是仙女吗？你查到我是仙女？主子，您是仙女吗？你查到我是仙女？不是，我是说，主子您这身太好看了，就像仙女一样。好看吧？我也觉得这套最合适。你们说我这样去参加宫宴怎么样？主子这是想嫁人了，那接下来的事我还要不要做？接下来的什么事？还有，你怎么来的这么快？华善才刚出去。主子，不是我找的，我还没来得及去，他就自己来了。你找我有什么事？你可是江湖第一杀手，什么时候瞎的？我这次来本来就是要说这个的。主子，据属下得到的消息，有人楼下店门口乱用保媒拉线。谁是媒？谁是线？那个摄政王是媒。他给我保媒拉线，他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做了吗？主子别急，估计是凤千月知道了跟您有婚约的事，想把您嫁出去。外面这些人属下都查过了，身家、人品、长相都不错，想来是用心挑过的。摄政王年满20，有一姿亦能亦温柔贤惠的女子。蜜蜂，把这话散出去，越快越好。要是明天一早我还没听到消息，你这身皮也是时候该紧一紧了。王爷，您交代的事儿出了点小问题。什么问题？那个咱们派去偶遇贝小姐的人被人家识破了，而且什么？而且贝小姐让人传话给那个人，说让你家主子省省心，有这功夫不如想想怎么履行婚约。有点意思。魏泽，怎么回事？回主子，属下也不知道。今早您进宫后，他们就都站这儿了，一个个跟比美似的。可皇上才6岁，也没到选妃的时候啊。去查。王爷不好了，外面到处在传说你要选妃。消息从哪儿传出来的？属下查不出来，就像凭空出现的一样。贝寻这几日有什么动静？王爷怀疑是贝大小姐传的，不可能啊，她哪有这本事？除了她，本王想不到还有谁。后面的事都处理干净了，放心吧，主子。他们查到最后，只能查到几个女子爱慕摄政王、争风气促传出的谣言，查不到主子身上。可千万别小瞧了凤千菊。长得好看又是摄政王，这些女子不疯了才怪！敢给老娘保媒拉线，看给老娘不刮掉一层皮，恶心死他！是。有意思，贝寻，你还有多少惊喜给本王？主子，有人给您送信，这是要当面过招了。主子，您要去吗？去。为什么不去？我倒要看看这位摄政王还有什么招数。寻儿，你还没给你父亲行礼呢。你们今日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让我给你们行礼。你是太傅府嫡女，怎么连一点礼数都没有？这样明日还怎么进宫参加宫宴？依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好啊，那我就不去了。你们走后，我随便出去逛逛，反正那宫宴也没什么肯嫁的。就像我求着你非要去似的。寻儿，你父亲不是这意思，他是怕从小没人教你规矩。
你在宫中惹了哪位贵人不快？谁告诉你们从小没有规矩？我有娘，而且我娘是镇国公府嫡女，礼数自是不会差。你们哪个配我行？一个是生儿哪不养我父亲，还是你这个表里不一的妾？没事的话我就走了，以后别有事没事叫我，就好像我很闲一样。今日找你们来是为了3日后的宫宴，为父给你们请了一位宫里出来的嬷嬷，专门教规矩礼仪。这是李嬷嬷，你们这3天跟着嬷嬷学规矩，嬷嬷只待3日，能学多少看你们的造化。宫里出来的嬷嬷脾气甚大，自是轻易请不动，也不知道贝承平哪来的面子。你们谁愿意学就学吧，我的规矩礼仪好的学。别的不说，就这捡走姿势平常的动作，里面学问都大着呢。这位小姐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贝大人，您家的大小姐被教养得极好，老奴这点礼仪规矩确实是教不了大小姐。贝大人，贝大人，李嬷嬷，抱歉，您刚才说什么？说句半错话，老奴自认是宫中教导嬷嬷礼仪最好的，可说来惭愧，竟比不上贵府中的大小姐。爹，李嬷嬷，被巡会，我还不会呢。是啊，老爷，香儿还等着嬷嬷教导呢。我一定好好学。那老奴就教导二小姐几日，只是3日时间有限，能学多少，全看二小姐自己的造化了。多谢嬷嬷。主子，您刚才那一身气度是怎么练出来的？连那李嬷嬷都被镇住了，怎么练出来的？天生的呗。不过说起来，我也觉得奇怪，有些东西就像刻在骨子里一样，根本不用学。主子，密封传来消息，镇国公府一家今日已抵京，入住国公府，明日进宫参加宫宴。镇国公府，我娘的娘家。主子，明日宫宴，您要见他们了。我也想看看我娘的家人是什么样的。主子，该起了，今日宫宴要早些准备。走吧，华善，今日这场戏可得好好演。走吧，该去会会那些牛鬼蛇祟了。上车吧，别耽误了时辰。香儿，我听说你那个嫡姐回来了，而且还是天生痴傻，是不是真的呀？这个大姐姐跟夫人出府时还没有我呢。不过莹姐姐，这事儿可不能乱说，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也真是难为你们太夫妇了。堂堂大小姐是个傻子，也不知道对你以后找婆家有没有影响。念晴姐姐，我还不想那么早嫁人呢。主子，您说这二小姐逗不逗？嘴里说不是让送给家，出来这么会儿，还眼见她明年开窗及嫡女上念晴。还有个八卦，吏部侍郎庶嫡子上俊文对咱们这位二小姐疾病后来说没呢。要不是皇上还小，他连皇妃的心都有。主子，您是傻子这事儿，您不澄清一下？镇国公府的马车也在后面呢。贝二小姐，你几日是跟着宫里嬷嬷都学了些什么呀？我看你这规矩礼仪没过见长，一嘴说人坏话的本事倒见长了，真是浪费了贝大人的一番苦心。还有哦，说人坏话，将来是要下拔舌地狱的。阎王让我盯着就行，别露面。可这小祖宗的眼神，行，你们都是我祖宗。嘴欠拔舌地狱，嘴欠拔舌地狱，拔舌头下油锅，快来吧，来。嘴欠拔舌地狱，嘴欠拔舌地狱，拔舌头下油锅，快来吧，来。香儿，你丢东西了，我们帮你找。姐姐，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点冷？有没有听见奇怪的声音？香儿，深冬本来就冷，可我们没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啊。不，有人在跟我说话，说要拔我舌头，让我跟他走。姐姐，你看，我就说吧，不能背后说人坏话，这不报应来了？可不是嘛，就那么点伎俩，还真当谁傻看不出来？不就是想让别人知道他嫡姐是傻子，好抬高自己吗？三哥，我们说的对不对？怎么了？三哥，你是不是看上哪家小姐了？说出来，我们姐妹帮你相看相看。你别乱说，小心坏了人家姑娘的清誉。三哥，你可别告诉我们是那3个说人是非的。我才没看上他们，那3个怎么能跟贝大小姐比？你看前面太傅府的大小姐，那仪态浑然天生，还有那绝色容貌，要是我女儿，我做梦都能笑醒。可不是吗？听说急逼了，可惜我没儿子，不然定上门提亲。我儿子还小，不然咱俩得好好抢一抢。听说贝大人前几日请了宫里的嬷嬷去府上，哪个？我也想请来教教我女儿。但贝大小姐可不是跟嬷嬷学的，跟嬷嬷学的是贝二小姐。你看后面那二小姐，连人家一个动作都比不上。有些人啊，优雅是天生的，别人再怎么学，也只能学个壳子。谁想要这优雅啊？累死我了！我发誓，就这一次，以后再有宫宴，能病我就尽量病。
你是哪家的小姐？怎么哀家从前见在宫宴上没见过？回太后娘娘，哀家在问这位小姐，你出来插什么话？回太后娘娘，臣女是太傅府备询。备询，好名字，哀家记下了。哀家想起来了，你是太傅府贝大人的妾室，户部尚书的庶女，对吧？回太后娘娘，正是妾身。金陵是唯一正室还在，却由妾室来参加的。备询，你母亲可好？哀家记得你母亲是镇国公府的嫡女，当年也是京中有名的才女。回太后娘娘，家母已于2年前病逝。原来如此，可怜的孩子。你是太傅府贝承平的嫡女吧？我是镇国公府的外孙女。好一个镇国公府的外孙女。那如果哀家让你母亲与贝承收和离，让你回到镇国公府，你可愿意？臣女觉得，如果臣女的母亲还活，她必然是愿意的。太后，我镇国公府愿意将寻儿好好疼爱，再不让她受半点委屈。哀家知道了，你们起来吧，宫宴快开始了，先过去。张嬷嬷，你说千洁为什么要哀家这么做？她是不是看上这丫头了，为她鸣不平呢？太后，您就别操心了，这俩要是有缘，还用您撮合？要是当初哀家的大皇子能活下来，如今也该有千洁这般大了。那孩子也是个可怜的。太后，先皇对您是真心疼爱，知道您和凤夫人的情分，特意将兵权给了摄政王，留下密旨让他摄政，每件事都是在保护您和皇上啊。先皇对哀家是真的好。娘，要是爹和夫人真的和离，您是不是就能成为继室了？那我就是嫡女了。嘘，回去再说。你爹未必愿意和离，咱们先看看。我那苦命的女儿啊！外祖母，娘跟贝承风和离的事，您还没派人告诉外国父呢。去告诉老爷，如果今日他不能让皇上下旨让紫萱和离，让寻儿回府，我就跟他和离。外祖母，我去御花园走走，透透气。主子，您不是最怕冷吗？怎么不去长乐殿？那里暖和，因为这里有意思啊。快灭了，去换个新的来。我应该叫您台上皇。小姑娘，你果然能看到朕。刚才在永祥宫，朕就知道你一定能看到。但那又怎么样呢？我不仅能看见你，还能看见你身后的鬼差。你们两个不好干活的，到处溜达，小心我告诉大师兄。你们两个不好干活的，到处溜达，小心我告诉大师兄。小祖宗，不是我们不带他走，是我们带不走啊！他们喊你祖宗，你是阎王？不，我才不是那个整天忙得没时间理我的大冤种。不过我是那个大冤种的师妹。朕刚才在永祥宫，知道你是谁，你能不能帮朕给凤千爵传个话？传话不急，我先想知道为什么这两个鬼差带不走你。按理说你的功德下辈子应该还是帝王命，只不过在哪个地方就不好说了，反正不会差。朕也不知道为什么带不走，而且朕不能走出皇宫，别人也看不见朕，除了你。有什么话出宫再说，你们两个也不用等着带他了，等我神回地府时顺便带回去。可朕出不，世界在眼前旋转扭曲。主子，又没下雪，您伸手抓什么呢？抓暖炉呢，试试能不能隔空取物。好了，有点冷，咱们去长乐殿吧。估计我那便宜爹这会儿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呢。你到哪儿去了？怎么这么久才来？我有话跟你说。我没话跟你说。你这个孽女，是不是你跟太后说要让你娘跟我和离？我告诉你，做梦！她明子玉生是我贝承昌的妻子，死也得埋进我贝家祖坟。你最好把手松开，不然我不介意让贝家连祖坟都没有。我不松开又怎么样？难道你还能去刨祖坟不成？别忘了，你也姓贝。姓贝，是我和我娘这辈子的耻辱。报应啊！他要不是这具身体的爹，我非得给他两个大嘴巴，太不要脸了。她就是贝寻，贝府大小姐，跟您有婚约的那个。主子，您还别说，今日见了真容，属下突然觉得前段时间找的那些男子哪个都配不上她了。就这容貌气质，也就主子您合适。要不您还别说，今日见了真容，属下突然觉得前段时间找的那些男子哪个都配不上她了。就这容貌气质，也就主子您合适。要不仪态端庄我承认，一世别家未必。你是不是太闲了？要不本王也给你挑门婚事。本王记得你跟我同岁，确实是我疏忽了。主子，属下不是那个意思，属下不想娶妻。皇上驾到，
太后驾到！众卿平身。别说，你这儿子长得还真一点都不像你，像太后多一点。朕知道，朕活着的时候就知道，像秋儿多好，秋儿可比朕长得她好看。不过这小子虽长得不像朕，可在朕4个儿子中，他跟朕的性格最像，哪像其他3个？整日不是想着弄死对方，就是想着弄死朕。那你这一代帝王究竟是被你哪个儿子弄死的？他们哪有那本事？当年朕还是皇子，跟着父皇御驾亲征时，替父皇挡了一剑，侥幸活下来，却伤了心脉。能活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就是可怜朕这小儿子，要不是奉千菊和忠心老臣帮忙，恐怕现在还坐不稳这皇位。主子，2王爷、4王爷、5王爷都在看着您呢。呵呵，你这3个儿子想的挺多啊。教子不善，教子不善，让姑娘见笑了。贝承平嫡女，贝寻何在？臣女在。今日本是宫宴，但方才镇国公请旨，想让你的母亲明子学与你父亲和离，并将你接回镇国公府。你可愿意？皇上，臣不愿和离。贝寻是臣的女儿，理应在太傅府。贝大人，朕在和贝大小姐说话。可是臣回皇上，臣女的母亲是愿意和离的，臣女也愿意去镇国公府替母亲尽孝。臣女的娘还在世时不止一次说过，她定会听外祖父的话，绝不嫁入太傅府，委屈一生。你娘已经不在了，怎么和离？况且你是我贝家姑谢，哪有父亲还在却去外家的道理？父亲，贝大人，您配这2个字吗？贝大人，我今年已及笄，过去10几年里，您做过一件父亲该做的事吗？您可曾见过我和我娘一面，给过我们一个铜板？您把我身体未育的娘和几个月大的我扔到偏远贫穷的小村庄里，不闻不问。我们生活的银钱是我娘卖了随身首饰换来的，漏雨的房顶，透风的墙，缺角的桌子，豁口的茶杯，一半的饭碗，直晃悠的凳子。就这样的日子，您还能在外面舔着脸说我娘身体不适去休养？您的脸可真是大到没边儿了，我的好父亲。你这个孽女懂什么？明明是你娘见你天生痴傻，没脸待在太傅府，才提出要去休养的。那小村子也是她自己挑的，说要吃苦为你祈福，怎么如今反倒怪到我身上了？贝承平，你放屁！贝大人，您看看我现在痴傻吗？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那在我不痴傻的时候，我娘为什么不带我回太傅府，而继续在里吃苦受罪？您不会是想说我娘是怕我再次犯病，所以不敢离开吧？所以我娘的吃苦祈福，就是为了把我们2个都饿死。孽女，孽女！贝承平，若不是今日寻儿说出来，我都不知道我的宝贝女儿和外孙女这10几年过的是这种日子。都怪我还一直以为是子活在跟我置气。皇上，老臣愿用这一生军功和兵符换断女儿和离，外孙女回家。贝太傅，这件事您怎么看？臣教子不善，愧对镇国公一家，但和离接走寻儿，老臣万万不愿。老臣发誓，老臣和这孽障以后定会对寻儿好的，请皇上和镇国公再给他一次机会。现在说这些，不觉得太晚了吗？依云，你身子不好，别动气，咱们定能把女儿和外孙女接回家。贝承平，你如此苛待他们母女，还颠倒黑白，是觉得我镇国公府没人了，还是我司徒一族没人了？我司徒依云在此发誓，若我的女儿和外孙女回不了镇国公府，我司徒一族绝不会放过你。外祖母，您先消消气，皇上还在呢。本王觉得此事一出，太傅府更不会对贝大小姐好了，毕竟这是有先例的。倒是镇国公府很心疼这个外孙女，所以本王以为让贝大小姐的母亲和贝大人和离是最好的选择。朕明日就下旨，贝寻回归镇国公府，从此与太傅府再无瓜葛。贝承平身为朝廷官员，苛待妻女，不知悔改，还妄图狡辩，降为工部员外郎，明日一早交接上任。娘，爹降职了，这下怎么办？我本就是庶女，交几个朋友不容易，这下就算成了嫡女，他们不会理我了。傻孩子，降职就不会再生了。等风头过去，我回娘家求我爹想办法。这下你满意了，从明日起，你再也不是我的女儿，希望你不要后悔。满意？我可太满意了，不用做你的女儿，我可满意死了。小姑娘，你跟凤千月是不是认识？不然她怎会帮你？认识倒谈不上，仇倒是有一些。这怎么可能？这种了解闲事她绝不会管，怎会替你说话？而且让你娘和离，让你回镇国公府，绝不是朕那6岁儿子能想到的。朕知道了，一定是凤千月这小子看上你了，哈哈哈！臭小子有眼光啊！您从前不是皇上吗？怎么跟我一样八卦？朕活着是做皇帝，现在死了还不能做回自己？能，趁我还没送你去投胎，赶紧好好做自己，
不然可没机会了。璇儿，今夜就跟我们回镇国公府吧。你3个舅舅因公事没能来，若知你回去定高兴坏了。外祖父别急，太傅府还有我娘的东西，我得回去收拾。明日傍晚前我就回去。我们太傅府还有你们什么东西，还收拾收拾，真是可笑。这么好奇啊？明日你就知道了。主子，您今日怎么起这么早？昨夜我让你找的人找来了，正在府外候着。按主子吩咐，此人不仅画技极好，还略通机关术，让他进来吧。是他这么年轻，真的可以吗？他这么年轻，真的可以吗？阁主，属下名叫向开，我们向氏一门祖上就研究机关术，请主子放心。至于画画是属下的私人爱好。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随便问问。对，随便问问，你不要介意。今日找你是有件事交代。看见这水榭了吗？我要你把它从里到外、里里外外全都画下来，哪怕一个细节都不要遗漏。这里的机关都要标注清楚，如果机关太复杂，就拆开来研究研究。装不上也没关系，只要你能研究明白，以后能造出一样的就行。给你1日时间，能做到吗？1日时间不够，要不……够，时间够。主子放心，属下这就去，保证完成任务。主子，这是夫人的嫁妆单子。还有您让奴婢去镇国公府找来的下人，都候在院中了。既然都准备齐了，那咱们这就走吧。我都跟明子婉和离了，你也已经不是我的女儿，还留在太傅府干什么？南晋国规定，女子嫁妆归个人所有，和离后可以尽数带走。怎么，贝大人是要装傻？嫁妆上的东西你都可以拿走，但银子没了，都让你娘给你建水榭和花销了。我娘建水榭花了多少，我已经从账房查到了，每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会儿我统计便知。毕竟从你将我娘送走后，这库房里的嫁妆有没有少，谁知道呢？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若我娘的嫁妆少了，不管少了什么，今日之内你们太傅府必须给我补齐。毕竟已经和离，也不能让你们白占便宜，不是吗？怎么，贝大人、金姨娘，这库房不能开？不会是里面没我娘的嫁妆都被你们拿走了吧？你去把库房打开，让他搬走。老爷，今天仓促，我并不知道大小姐是来搬嫁妆的，库房钥匙我没带在手上。没关系，金姨娘回去拿就是。这太傅府就这么大点地方，总会拿来的。花扇，搬个椅子来，我在这儿等一会儿。是小姐。金姨娘，椅子已经搬来了，请去取钥匙吧。今日傍晚前我就要整理完这太傅府的事务，不宜再多耽搁。让你去拿钥匙没听见？还不快去，省得让人说我们霸占嫁妆不给。花扇，开门。哦，对了，反正贝大人已降职，今日无事，那就跟着一起清点吧，省得以后再生是非。主子，这您还是亲自来看看吧。贝大人，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这是怎么回事？里面的东西呢？老爷，我也不知道啊，会不会是家里进贼了？进贼啊！花扇，报官！别报官！你就是那个贼吧？贝璇，你已经不是太傅府的小姐了，还赖在这里发什么疯？娘，你怎么跪在地上？贝璇，你闭嘴！不许你这么说我娘！我娘偷什么了？自己看，你娘偷的是我娘的嫁妆。我就说嘛，一个妾室，平日吃喝穿用，竟比有爵位的正室夫人都不差。原来花的都是我娘的嫁妆。贝大人，这件事怎么办？我太傅府缺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你竟敢偷拿她的嫁妆！赶紧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定要你好看！老爷，你听我解释，我不是要拿夫人嫁妆花用，我只是手头紧，先借来用用，我会还的，会还的。你还？你拿什么还？你知道我娘的嫁妆有多少吗？贝大人，既然你解决不了，那咱们去找贝太傅说说吧。总不能我娘的嫁妆说没就没了，看看你们是折银子赔，还是把搬走的嫁妆原封不动还回来。我可不是好说话的，少一个铜板都不行。你娘的嫁妆，我们太傅府赔。贝太傅，您知道您要赔多少吗？知道。紫渊的嫁妆单子当年是我亲自过目的。逆子，你娶了个好妾主啊！有人赔就行。今日我就要拿走，不管是银票还是物件，可不要拿些乱七八糟的糊弄我哦。这是镇国公府的账房先生，今日关于嫁妆的所有事，你们跟他算就行了。小小姐，所有嫁妆都清算完了，能找回来的已装箱等着抬走，找不回来的，贝太傅和贝大人已用银子补齐，一个铜板不差。老奴留意了一下，太傅府将大小姐的嫁妆全部补齐后，剩下的银子估计只够紧巴巴度日了。你叫我小小姐？是的，小小姐。昨夜老爷和夫人回府后，把所有人都叫起来，说您以后就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是府里的主子，任何人都不能薄待。老爷和夫人还连夜收拾出小姐从前的屋子，今早亲自开库房挑了许多物件放进去，生怕您住得不舒坦。不舍的眷恋，还有一丝清冷的去向。主子，这没什么好心疼的。今日我走了，被孟香就得不要脸的搬进来。我娘留给我的东西，
岂能便宜他们？再说了，你不是已留下图纸和机关了，回头咱们再建一个就是了。确实没什么遗憾的。小姐的爱子之心，不能便宜了那些狗东西。咱们镇国公府可比太傅府大多了，也是依山傍水。等小小姐回去挑块地方，老爷定会再给您建一座水榭，比这个更好。北巡，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娘的嫁妆我们已经补齐了，一个铜板没差。你拿着嫁妆不走，还在太傅府放火。就算我当初苛待你们母女，你现在仗着皇上撑腰，也未免欺人太甚。你们这些人拎着水桶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救火！这水说要是烧没了，我跟你们没完！对，快去救火！都傻愣着干什么？我今日就看这火谁敢救。华善，谁敢往里面倒一桶水，你就在他身上刺一剑。人死了，算我的。北巡，你烧了前月水袖，我可以不计较，可他毕竟是你爹，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他这手下次要是再敢往我脸上扇，我就直接剁下来，省得那双爪子总没地方放。还有，我烧了前月水袖，你凭什么跟我计较？这水榭可花了你们太傅府一个铜板，还是你们想留着给别人住？我告诉你，这灶里定要烧得干干净净，这水块木头渣子都不给你留。主子，您是没看见，当时贝大小姐把贝成平手腕折断的样子，简直太霸气了。还有那水榭的大火，也是她亲手放的。她说要烧得干干净净，一块木头渣子都不给他们留下。一对豺狼虎，不是一对郎才女貌。贝巡已经回镇国公府了，回了，快子时的时候带着嫁妆回去的。他们前脚一走，属下后脚就去查看，那水仙烧的真是一块木头渣子都没剩。后来有一些没烧干净的，贝大小姐还让婢女浇了2桶油，烧干净后才把廊桥也给烧了。她高兴就好。刺杀我们的人查得怎么样了？对方都是死士，追查起来有点难，但目标指向南方，应该是南疆的人。属下还查到二皇子有个妾室，好像是南疆人。继续查，那3个王爷一个也别放过。吴承阁那边呢？属下是以您另一个身份求见的，说想报恩，可他们副阁主说咱们认错人了。他们副阁主说，他们阁主是个见死不救的性子，不杀人就不错了，救人绝不可能。风流花谁识若？阁主救了鬼市的主子，开什么玩笑？他能干那费力不讨的事儿，还拿出丹药没要报酬。哎呦喂，就他那小心眼儿，怎么可能不要报酬？如果这事儿是真的，就让我这辈子都找不着媳妇儿。哎，最近这种人越来越多，都说了吴承阁不跟任何势力合作，还一股脑扑上麻烦。主子，外祖父和外祖母起身了吗？不知道，不过听下人们说，昨晚2位老人家等您等到实在不行了才去睡。快，咱们去安院。哈哈哈哈！不愧是我的外孙女，烧得好，这一看就随我。寻儿给外祖父请安，给外祖母请安。好孩子，这以后就是你的家，不用来请安。对，咱们镇国姑府没那么多虚礼，你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你娘小时候也这样，我从来不说她。真像你娘年轻时候的样子。咱们镇国公府没那么多规矩，你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你娘小时候也喜欢睡懒觉，怎么叫都不肯起来呢。外祖母，寻儿还没吃饭呢，您陪寻儿吃好不好？来人，准备膳食。外祖母太热情了，我这肚子怕是要撑坏了。最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待得有些无聊了。3天后是半年一次的鬼市，就在京郊，主子要不要去看看？去。上次鬼市开的时候有事没去成，这次一定要去。那属下去准备准备。我说小姑娘，你是不是把朕给忘了？哪能呢？我这几天不是忙吗？今天才得空。来吧，说说你的八卦，让我高兴高兴。我说小姑娘，你能不能帮朕给凤千诀传个话？什么话？朕能相信你吗？不能，你爱说不说。朕想让你告诉凤千仪，去南疆查查他父亲的身世。凤千仪父亲的身世？哎，我只是镇国公府的小姐而已，人微言轻，跟他又没交集。连说他会不会觉得我这天生痴傻的病又犯了，然后把我扔得老远？凤战就是凤千驹的父亲，其实是被凤家捡来的，而凤千驹从出生就跟他一样，每月的月圆之日都会特别失血，见人就杀。所以这些年朕和他都在查他的身世，想找到解决的办法。直到朕快不行的时候，才查到他好像和南疆有些关系。为了保护他们一家，朕和凤战私下是好友这件事知道的人极少，不然你不会以为只凭凤夫人和秋儿的闺中姐妹情，朕就能把兵权送给凤千骏那些吧？原来如此，我就说嘛，堂堂摄政王哪能只靠母辈的交情上位？嘿嘿，既然您知道这么多，那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问。
只要我知道的对南京国没有危害的事，朕都可以告诉你。痛快，本小姐就喜欢这样的。等回头送你下去时，一定跟大师兄帮你说说好话。那天在宫宴上，我听见外祖母说他是司徒一族。司徒一族是什么？司徒一族是永墨古国的国姓。永墨古国不是只有南境、南疆、北海、东洋4国吗？地图上确实只有这4国，但永墨古国也是存在的。你没发现这4国的名字有些奇怪吗？有南有北有东，却没有西。司徒一族是永墨古国的国姓。如果你看过地图就会知道，虽说4国连在一起，可西边却是空旷的，那里就是传说中的永墨古国。传说中？对，传说中，这还是1000年前老祖宗们发现的。在那通往西边唯一的路上，没有人进去过，唯一出来的人就是你的外祖母。我外祖母这么厉害吗？厉害，就我知道的，你外祖父很多兵法、排兵布阵都是跟你外祖母学的。而且当年还有一件震惊4国的事，以至于现在所有人都对那神秘的永墨主国的深深忌惮。至于太傅夫妇那一家，呵呵，好日子马上就要过到头喽，朕可不相信你外祖母会放过他们。小姑娘，你答应帮朕传话了吗？传，但不一定是什么时候，毕竟我跟人家话都没说过一句。不过你放心，既然答应了，就一定会告诉他。你继续往下说啊，到底是什么震惊4国的事儿？你还记不记得朕跟你说过，当年朕帮父皇挡了一箭的事？记得。那次朕跟着父皇御驾亲征，收复被南疆占领国土，领兵的大将军就是你的外祖明震。朕清楚记得，朕和父皇陷入了敌人的圈套，是你外祖父拼着命杀进重围，把我们救了出来。可他自己却中了南疆那些奇奇怪怪的毒。你外祖父只比朕大10岁，当时也就20出头，不管军医怎么治都没法解毒，只能用药吊着他的命。他那时候竟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军了。这件事不知怎么让你外祖母知道了，第2天一早人就不见了。就在我们找人的时候，前方探子突然来报，还在对峙的南疆军队被一股不知什么势力打得节节败退。小姑娘，你知道吗？从你外祖母消失后，仅2天1夜的时间，南疆军营10万大军尸横遍野，所有人，包括将领在内，无一活口。是我外祖母干的？朕不知道，但应该是他没错。探子说，那股势力大约只有1万多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一身戴着面具，手持长剑，鬼魅一样冲进南疆阵容。第3天一早，大雾散去，人们才看清眼前的景象。南疆军营已成修罗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这时人们发现，你外祖父已经醒了，你外祖母就陪在他身边。第3天一早，大雾散去，人们才看清眼前的景象。南疆军营已成修罗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这时人们发现，你外祖父已经醒了，你外祖母就陪在他身边。后来你外祖母说，他知道附近有位神医，求药去了。你外祖父又护着他，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可这件事还是被传了出去，所有人都说是那神秘的永墨古国的人。该说的朕都说了，小姑娘，别忘了你答应朕的事。放心，我被询说话算话。那个，你还有什么愿望吗？朕想去街上看一看。从当了皇上之后，就很少有机会出宫了。朕想去看看朕治理的国家，保护的百姓。初期子时，这个罩子会带你回来。这段期间，你想去哪儿都行。鬼锹看到这个罩子，不会为难你。不过皇宫你不能去，那里有龙气护佑，所以你之前才出不来。主子，吴成阁出事了。什么事？蜜蜂呢？您快去看看吧。蜜蜂不知怎么回事，像疯了似的，见人就打。咱们的人已经在牵制他了，可没人打得过，已经伤了好几个了。人在哪儿？去看看。敢动我的人，还真是想死想疯了。阁主您可来了，再晚些我们就要撑不住了。你去死！堂堂第一杀手居然被人下了毒，你可真是丢死我的脸。还能怎么办？先绑了再说。哦，对了，记得用铁链多绑几道。是，阁主。顾爷爷，这货怎么样了？回阁主，副阁主是中毒了。什么毒？可能解？老朽不认识这毒，但可以肯定出自南疆。怎么又是南疆？最近南疆很不太平。属下前几日听蜜蜂说过，最近几个月4国很多势力想跟咱们合作，其中南疆最甚。蜜蜂也按您的吩咐全部拒绝，可他们还不死心。南疆不是想合作，是想借合作名头慢慢将我们蚕食。既然能下毒，人肯定离得不远。去叫林一过来，让他把所有怀疑对象都写下来。本阁主这就去找解药。这个丹药，在我回来之前1个时辰给他吃1粒，虽不能解了这毒，抑制1时半刻还是可以的。阁主放心，老朽记下了。华善，你知道吗？解毒丹我只有那1瓶能解百毒的，就算有些奇毒解不了，也能抑制不让回死。上次给了那戴面具的男人1粒，我都心疼了好几天。这下好了，1整瓶啊，全得让他给我霍霍了。你说他除了武功高以外，都不长脑子的吗？怎么就能让人给下了毒了？主子别急，属下已让林一盯着百味居，一旦有生面孔，就直接都绑了。林一是蜜蜂的左膀右臂，定能查出些什么。哼，这口是一定要出的。地址都记好了，咱们就出发。主子，
刚才飘过去的那道红色身影是吴成阁阁主。是的，那着火的地方是南疆的其中一个据点。主子，咱们还要过去吗？都烧了还过去干什么？看他那气汹汹的样子，里面估计已经没人了。那咱们要查的是……不急这一两日，你去查查，看吴成阁为什么要烧南疆的据点，你就不用跟着我。什么叫不急这一两日？明明就是主子你看上人家阁主了，不然还能眼巴巴偷偷跟在人家后面。以前没发现主子还挺内秀的，连上去跟人家说句话都不敢。你刚才说什么？没什么，主子我什么都没说，您听错了，绝对是听错了。回去加练1个月。大晚上的，真是辛苦你们了。不辛苦，不辛苦。你们回去帮我给崔珏那货传个话，就说2日后我回去要看生死簿，让他把那个破破子好好给我放那，不许藏起来，事情做得隐秘些，不许让我大师兄知道，不然，哼哼。主子，还是您心疼我，那么贵重的药，您都舍得给属下用。主子，以后属下这条命就是您的了，您让属下干什么，属下就干什么。多亏了您那灵药啊！哎，这灵药是不是您上次从老张头那儿拿来的，然后让他追着您念叨了1个多月的那个？是吧？是吧？属下一猜就是。本来刚才您来之前，那瓷瓶里还剩3粒，属下怕浪费，全都给吃了。别说，那丹药味道还真不错，香香甜甜的。砰！崔珏呢？这是个皇上，功德光能转世再为帝王，你们赶紧带过去。我大师兄呢？在没在？大人现在不在，好像是去分都了。哦耶！我每次回来大师哥都在，这次他终于不在了。还算崔珏那娲听话，要知道只要大师兄不在，我就是这地府里的小阎王。靠，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全是白纸？没错啊，背面这缺了一角的，还是300年前我不小心烧的呢。难道是我在人间待久了，灵力不够了？不可能啊！但凡他从前多用点心血，岂能连这点小伎俩都看不出来？对了，寻儿的机缘，在这个位面真的能解开吗？这是寻儿的命簿。前段时间我发现那边的人好像察觉到寻儿的存在了，所以用了半生功力把他的命簿撕了下来。想了想，还是交给您保管比较好。大人不必担心，属下的功力恢复个300-500年就能补上。至于天谴、雷劫而已，属下受得住。只要寻儿能解开机缘，平安无事，位列仙班，什么都值得。大师兄，大师兄，你是不是在看着我呢？他要是能感觉到咱俩在看他，这阎王的位置就可以换他来做了。我跟你说，我已经感觉到了哦。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就要过来找你了哦。大师兄，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等我下个月回来，定要看到生死簿。小祖宗发怒了，太可怕了！阎王大人，您自求多福吧。这小祖宗。大师兄一点都不心疼我，崔珏那个小气鬼，连个生死簿都不给看。下个月回去一定要找他们算账，最好提前藏起来。大师兄怎么会不疼你呢？大师兄最疼的就是寻儿了。如果真有那一天，大师兄就算散尽万年修为，也定会护你平安。永墨古国的事，米峰查的怎么样了？永墨古国太过神秘，目前还没有什么有用线索。但米峰查到10几年前永墨古国好像发生了一场内战还是什么，真实度不详。就这点信息，还是从一个疯子嘴里问出来的。我还要管理无尘阁呢，这些账本我实在没时间看啊！我还要管理无尘阁呢，这些账本我实在没时间看啊！管家不是说了吗？老夫人让您学着长家，毕竟将来您可是要嫁人的。那你将来也是要嫁人的，所以咱俩一起看吧。主子，今夜就是鬼市开启的日子，您不是还要去逛逛吗？逛逛逛，子时一过，换了衣服就去。华山，你确定鬼市在这儿？没带错路？没错，就是这儿。属下虽是第一次来，但米峰来过，他说鬼市的入口就在这儿。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有的是钱，你们凭什么把老子扔出来？公子，不然要是让家主知道了，您可要倒大霉的。不行，我就不信了，今日一定要进去。公子，您忘了3个月前偷溜去青楼看花魁，被家主罚批了1个月柴的事了？我没忘。那您忘了1个月前偷偷把家主珍藏的酒给狗喝，被家主放狗追了3天3夜的事了？你闭嘴，我没忘。那公子，您忘了？你能不能别说了？我没忘，没忘，我就是想进去看看而已。不好意思，实在没忍住，下次一定注意。你们继续。一身红衣戴面纱，你是无尘阁阁主叶芝，对不对？那个，我知道你很厉害，你能不能带我进鬼市？我会付给你很多报酬的。阁下还是自己想办法进去吧。我们素不相识，不想给自己找麻烦。现在不就相识了吗？本公子会给你们惹麻烦的。本公子可是……两位不好意思，我们公子的脑袋有点毛病，不打扰了，我这就把他带走。本公子的脑袋没有毛病，你脑袋才有毛病呢。这少年太有意思了。这鬼市有门槛？米峰说只要往里走就行，到时自然能进去。至于他们为什么没进去，主子，等等我，我来了。你怎么来了？
南疆的事查清楚了？南疆的事有眉目了，估计这几天消息就回来。主子，咱们赶紧进去吧。这鬼市从此时算起，只开3个时辰，时辰一到自动关闭。自动关闭？那里面要是还有人没出来呢？东西全部留下，人会被鬼市管理者扔出来。哦，看来某人是有经验啊。主子，咱们快进去吧，别耽误时间了。主子，这2人不会是鬼差吧？呵呵，鬼差倒是有几个，但面前这俩不是。见过吴成阁阁主，请进。4国每个鬼市构造都一样，只是入口不同，有的在破别庄，有的在深山老林，有的甚至在城中繁华客栈，但都有个共同点，入口出口都是这种单人楼梯，出口在别处都设了机关，防黑吃黑逃跑。所以很多珍贵和见不得眼的东西，江湖人都拿来鬼市卖，交点银子保人合户安全。哪个好人家往棚顶上镶夜明珠照明的？算了，这1个亿不赚也罢。主子，这就是鬼市了，这里的店铺都是租金的，租金按天算，价格不菲，能在这里开店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啧，华山，你看这鬼市还挺有意思的哈。要说他抠门吧，棚顶上全是夜明珠；要说他大方吧，连张桌浪似的都不给，就铺几块破布子当摊位，真心疼啊。小哥，你这解毒丹怎么卖？1万两银子。就这药效，1万两一瓶，里面撑死10几粒，你这是明抢啊！蜜蜂，我那丹药要是卖的话，3万两一粒没问题吧？那是救命的丹药，应该没问题。你吃了我好几10万两银子。嘿嘿，主子，这不是您心疼属下吗？属下虽然没那么多银子还您，但属下这条命都是您的，这不比几10万两值钱多了？哎呀，主子别想了，快看前面还有好多好玩的。主子您看，属下知道您出门没带银子的习惯，今日您喜欢什么，只要我买得起，都买来送您。这人嘛，送来送去的，欠来欠去的才能有感情，不是吗？这个我能买得起吗？主子，您什么都买得起。我的华山姐姐，你可真有钱啊！这以后谁娶了您，做梦都要笑醒，因为这些本就是您的银子。我的？对，您的。我有多少银子？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反正跟4国国库比，咱们不虚他们就是了。我买了。主子，您是不是看到丹药卖这么贵，良心发现了，所以想买这个补偿老张头？你是不是蠢？自从上次顺了他丹药，他再也不让我进那个破院子。我要是不买这个药炉当引子，怎么进去继续顺他丹药？这药炉这么贵，可得好好想想顺他多少丹药合适，别整赔了。师傅，您是不是风寒了？先去休息吧，这点交给我就行。师傅，您是不是风寒了？先去休息吧，这点交给我就行。我怎么可能风寒？一定是那小祖宗要来了。每次他来之前，我都要打好几天喷嚏。哼，我这么玉树临风的翩翩少年，他居然叫我老张头，每次都顺我那么多丹药，什么贵顺什么，也不知道他长了个什么鼻子，怎么那么好使？你就看着吧，这次我说什么都不可能让他再进门了，不然我就不是名满4国的神医，我就不叫张子时，我以后再也不给别人看病了。师傅，您从小就教导徒儿说瞎话不好。主子不好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二王爷派人来说媒了。什么？二王爷？那个在宫宴上一直盯着我看的那个？这才消停几天啊，又来一个！他是不是看上我的万贯家财了？主子，您想多了，就那个蠢货，怎么可能知道你有万贯家财？他应该是看上镇国公府的兵权和您的容貌了。不过话说回来，属下听说，自从您上次参加宫宴后，有好几个大臣家的公子明里暗里打听您，都被老夫人拦下了。小小姐，您起了吗？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趟。哎呦，我说老夫人，您还考虑什么呢？二王爷愿意娶咱家姑娘为正妃，那可是天大的福分，多少人家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而且咱们二王爷心善，南方水坏，二王爷主动请旨去赈灾，就王爷这心性，这没人的嘴还真挺能说，想把他嘴封上。寻儿给外祖母请安。寻儿来了，快来外祖母这儿坐。这会儿外面的雪还没化，一路过来冷不冷？寻儿不冷。外祖母叫寻儿过来是有什么事吗？这是官媒。二王爷派来说亲的。我听说二王爷前新月兵部尚书府那双胞胎嫡女中的一个，可是有这么回事？那个确实有这么回事，但这不是最后2个人没有缘分吗？哦，原来是没有缘分啊。小姐，那哪是没有缘分啊？明明是二王爷想将人家双胞胎嫡女都娶回府，一个正妃，一个侧妃。这种好事，别说是二王爷，就连先皇皇的先皇都没娶过谁家的双胞胎女儿。这都是别人瞎传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本小姐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跟二王爷不同路而已。那小小姐的意思是，总得让老奴回去有个话不是？其实我没有什么意思，但你应该知道我娘和贝承平的事。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成婚，对方做不到像我外祖父一样不纳妾，那就免谈。哦，对了，长得丑的也不行，
毕竟后半辈子都要对着一个人，总得长得俊俏点。我要求也不高，长得跟摄政王差不多就行。外祖母，寻儿先回去。寻儿不必在意，那二王爷本就不是个好的，不是个良人。你的婚事我和你外祖父已经商量过了，咱们不着急，慢慢来。对了，外祖母让你看的账本看得怎么样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萧小姐，兵部尚书府送来的请帖。半个月后，兵部尚书那双胞胎嫡女办的赏雪宴，看呀，这人还真是不禁念叨。寻儿想去就去吧。这兵部尚书曾在你外祖父手下待过，人很不错。据说他将2个女儿和3个儿子教养的也很好。寻儿刚回来，也该出去交几个朋友。外祖母，那寻先回去了。红山，以后你就跟着小小姐吧，把她当成我一样，以后她就是你的主子。是，属下遵命。王爷，属下刚打听到一个消息，二王爷请了媒人去镇国公府说亲，结果如何？自然是没成。至于远游，一个是半年前二王爷想同时娶兵部尚书府那2个嫡女的事儿，不知怎么被贝大小姐知道了；另一个是贝大小姐说以后的良人要像老镇国公一样不纳妾；还有一个是贝大小姐说她得找个好看的，毕竟要对着看一辈子，要求也不高，长得像王爷您一样就行。这个要求不高，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自然是贝大小姐说的，属下可不敢乱说。只这一条，本王觉得她可能是嫁不出去了。寻儿，我们是林然、林若，宫宴上见过的，你可能没印象，但我们可喜欢你了。寻儿，将这里当自己家一样，我们可喜欢你了。嬷嬷，你看，老三看上的女子还真是与众不同，真是可爱死了。老三眼光好啊，就这种心性的女子，我见了就喜欢，就是不知道她那完犊子的样儿能不能打动人家小姑娘的心。香儿，自从上次宫宴后，就很少见你出门了。后来听说太傅府失火，烧了一夜，你没事吧？我大哥可是担心的紧呢。老姐姐担心，我没事，只是被寻住的水搜在他离开那晚被烧了，其他倒没波及。被烧了？不是失火吗？不是失火，是被寻在离开府之前放火烧的。天哪，放火烧自己家，他住过的地方别人就不能住了，还在离开前放火烧了，真是太恶毒了。他是什么人啊？他是？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个什么人。魏巡，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哟，你也知道话不能乱说啊？那你刚才干什么呢？我恶毒，我娘嫁妆给我建的水系，我走前烧了就是我恶毒。太傅府苛待我们娘俩，他贝大人的庶女还觊觎我娘给我建的水系，3番2次吵着要住进去。我跟太傅府都没有关系了，我娘留给我的水系，我不想便宜别人，我带不走，我烧了还不行吗？既然你这么大方，那你将你娘给你准备的嫁妆、衣衫、首饰什么的，全都送给你那些庶妹多好。将来嫁个好夫君的庶妹呀、丫鬟呀什么的，带过去一同侍奉。毕竟姐姐你心善，肥水不流外人田嘛。魏巡，我什么时候要住你的水系了？你别在这血口喷人。贝梦香，你别跟我说话，平白拉低我的智商。你当初在我水修门口骂了一个早上，还真以为传不出去。你忘了我水修隔壁不远处是谁的府邸？要是没有你早上那一骂，估计你爹还不能那么快就收到训斥的圣旨呢。说起来，贝大人还得多谢你。魏巡，怎么说你都是香儿的嫡姐，怎么这么欺负香儿呢？哦。我欺负他？皇上都说我跟太傅府再无瓜葛了，我哪来的妹妹？如果你没聋的话，是他们先说我恶毒的，你听不见吗？再说了，你一个明知道自己表哥有未婚妻还勾引人的东西，有什么资格在这说我？魏巡，你胡说什么？回去受禀明爹娘，爹让你镇国公府给我一个交代，不然我以后还怎么嫁人？你坐就好好坐着，站起来干什么？一会儿动了胎气，岂不是要怪到我头上了？还是说你想碰瓷儿？我跟你说，这么多双眼睛可都看着呢，我可没动你，他们都能给我作证的。这裴三小姐的表哥是谁你知道吗？我知道，是今年的探花郎陶荣良。不过据说年初先皇已经给他赐婚了，是太史令家的千金易从灵，就等着来年成亲呢。如果真的跟贝大小姐说的一样，那裴莹岂不是要过去做妾？魏巡，我们现在都知道你有镇国公府撑腰，但此事事关一个女子的名节，还希望你能为你的口无遮言给颖儿道歉，不然这件事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魏巡，虽然我们流着一半相同的血脉，但我贝梦香绝没有你这种信口开河、毁人名节的姐姐。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道歉？你毁人名节，还不该道歉。安叔兄，我看这天好像阴了下来，怕是要下雪，时辰也不早了，
我们先带着妹妹们回去吧。如此也好，那我们一起过去吧。正好我娘也在那边隔壁的暖阁。嬷嬷，你听见了没？被寻那丫头说裴英有了身孕，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恐怕那裴小姐自己应该都不知道。这下可热闹喽！哎，那群兔崽子们怎么过来了？我还没听完呢。哥，我们被人欺负了。贝大小姐，你同样身为女子，不知道你刚才的言论对一个女子的伤害有多大吗？说一个还未成婚的女子有身孕，你这是想活活逼死她呀？就算你们之间有口角，你也不能说这么恶毒的话来。这件事如果礼部侍郎真要追究，就是镇国公府怕也讨不到好保。俊文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开始先说人恶毒的应该是令妹吧？念情那是就事论事，这两者怎么能一样？见过双标的，没见过这么双标的。怎么？你妹妹就事论事说人恶毒，我就不行？你离开太傅府前烧了水系不让香儿住，还让自己已经不在了的娘跟父亲和离，不是恶毒是什么？难道我还说错你了？是啊，要是我也肯定不会把水系留下给别人住。就是自己娘亲给的东西，凭什么白白便宜别人？你们刚才没听见贝大小姐说吗？是那贝梦香非要住进去，还在外面骂了一早上，隔壁御史府都听见了，这才参了贝大人一笨。贝大小姐说的没错，尚小姐你那么心善，怎么不把你娘留给你的嫁妆分给你庶妹？分给庶妹？咱们谁不知道吏部尚书的嫡女对自己那几个庶出妹妹一直都是极尽打压，几个庶妹身上时常不是青一块就是紫一块。表哥，你今日也在。被寻说我勾引你，你快出来告诉他们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话没说全。我可不只说你勾引你表哥，我还让你小心点儿，别动了胎气，最后赖到我头上呢。摄政王到！见过摄政王，摄政王千岁。都起来吧。贝小姐今日穿的真是好看，本王觉得跟本王这身很是般配。臣女多谢摄政王夸奖，臣女。这是贝承平的二女二小姐哦，贝二小姐误会了。本王刚才说的是贝大小姐，贝寻。贝二小姐还真是敢想。摄政王天人之姿，小女不敢跟摄政王般配。本王说你配，你就配，不配也配。本王本来和各位大臣在旁边商议2月后太后寿诞的事，礼部侍郎家的丫鬟突然来找裴侍郎，说出了大事。你们不用在意本王，处理你们的事就行。贝大小姐口出恶言，辱我名节，还望摄政王给臣女做主。如果不能还小女清白，那小女今日就撞死在这赏雪宴上。别急，一会儿就是你不撞，你爹也会拎着你去撞。回摄政王，事情是这样的，一开始是尚小姐和裴三小姐先说贝大小姐把水系烧了也不给贝二小姐住，还让自己父母和离，很是恶毒。贝大小姐这才说水系是她娘用嫁妆给她建的，贝二小姐非要住进去，她不愿就给烧了。至于父母和离，是皇上和太后做的主。哼，既然不敢，就管好你们各自的嘴，嘴这么碎，将来嫁去别人家，岂不是要家宅不宁？贝大小姐做的没错，如果是本王，也会和贝大小姐一个做法。自己母亲用嫁妆给自己建的东西，凭什么给别人？这波本王占贝大小姐。至于和离，是皇上和太后的意思。怎么，你们谁有意见？臣女不敢。哼，既然不敢，就管好你们各自的嘴，嘴这么碎，将来嫁去别人家，岂不是要家宅不宁？是臣教女不善，回去定当好好管教。可被询说裴小姐勾引自己表哥，还怀了身孕，这毁人冥界的话又怎么算？那你到底有没有勾引自己表哥？你表哥是今年的探花郎陶荣良，已跟太史令家嫡女赐婚，来年成亲。臣女没有勾引表哥，还请摄政王还臣女清白。清白？你还有清白？还真是敢做不敢当。贝大小姐，这话可不能乱说，我跟表妹清清白白，容不得你诬陷。我诬陷你们？孩子都有了，我诬陷你们？我可不像你们，你们不做人，我还是要做的。贝大小姐，你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吗？要知道，一个女子的清白很重要。若真是你信口雌黄，就是本王也护不了你。敢翻本王白眼的，你可真是第一人。忍住，娘说了让我照顾这小祖宗。我敢说，自然就敢负责。找个溥仪把个脉就是，用不着在这儿叨叨没完。回摄政王，这位小姐确实是喜脉。不可能！你是不是把错脉了？我怎么可能有身孕？老奴的父亲曾是御医，一个小小的喜脉是绝对错不了的。小姐若不信，可以请附近别庄的府医再来看看。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居然说这孩子是谁的？是不是有人强迫你？我好像记得寻儿说她勾引的是她表哥。摄政王明鉴，臣并没有跟表妹做出格的事，表妹肚子里的孩子跟臣无关，先皇已给赐婚，臣又怎么做这种事儿？表哥，
当初你不是这么说的，你明明说你喜欢的是我，赐婚是逼不得已，等你大婚后会把我迎进府中做奴婢的。你说孩子是我的，你可有什么证据？你说孩子是我的，你可有什么证据？既然贝大小姐说的都是事实，那就不存在毁人铭记的事。你们的家事本王不想管，但是本王和贝大姐有缘，看不得有人欺负她。你这狗就看不得我好是不是？难道你不知道你今日这话传出去，我以后就要成京都的猴儿戏了吗？你给我上！小祖宗，我上完了，我就要下油锅了。阳哥哥，难道你忘了我了吗？你不是说高中之后就回来娶我的吗？谁在说谎话？你好狠心，你后悔的婚家小姐狠心将我推到湖里，我要生生世世都缠着你。阿良，下来陪我吧，我在下面好寂寞。这探花郎是怎么了？难道是缺德事做多遭报应了？呀，探花郎，你身后怎么站着一个白衣女子啊？全身还湿漉漉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别找我，我已经在寺庙里给你立了牌位，让你受了香火，你为什么还缠着我？是你为了荣华富贵杀了我，给我立牌位只是为了你自己安心。我在下面受苦，你为什么不来陪我？我错了，我不该将你推到湖里，我也是逼不得已啊。献皇给我赐婚，我不敢抗旨，你胡说！是你贪恋权，说自己祖先为屁屁，将怀有身孕的我推到湖里，然后官家回来做你的探花郎，等着娶官家女。我今日一定要让所有人看清你的真面。求你放过我吧！表哥，你在说什么？你将谁推到湖里了？大家都看见了，这陶荣良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不止骗过一个女子，颖儿一定是受他蒙骗的，还请摄政王做主查明真相。这种人怎么配在朝为官？今日刑部侍郎也在。这件事就交给你去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好了，剩下的就是你们的家事了，本王就不管了。天色不早，都散了吧。那个贝大小姐，雪天难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让安叔送你回府，也好有个照应。对，我送你回府，还有我2个妹妹，咱们顺路。还是本王送贝大小姐吧，本王也顺路。好吧，我只是个臣女，你是摄政王，你说了算。送就送，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狗媒婆要干什么。贝大小姐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我刚才胡说的。哦，是这样啊，看来是本王多心了。本王听说贝大小姐是天生的痴傻，不知道是哪位神医给治好的。没有神医，睡一觉自己就好了。王爷，您是哪儿不舒服吗？外面那个赶车的，你家王爷好像有点不舒服，你要不要进来看看？王爷，您还能坚持住吗？本王还有事，贝大小姐自己回府吧，马车给你，本王先行离开。主子，这是什么情况？华善，咱们马车上有我的红衣吗？有，属下怕主子临时要用，每次出门都在马车里备下一套。走，带你看热闹去。华善，你说这凤千金会不会变成狼啊、豹啊之类的？不会吧，看样子应该是中毒，而且有些年头了。主子要是实在好奇，要不属下先去看看。这人形真肯打，这要是换成蜜蜂，估计早躺地上装死，说什么也不起来了。其实遇到个好主子真的挺难的。我从小就被卖到训练安慰死舍的组织，挨打、受罚、试毒都是家常便饭。我可是个好主子。喂，你还能不能行了？阁主，2粒丹药治好你，1粒1万两，可要？要，您不知道，多谢阁主。给。这么好的丹药，便宜他你了。我是无城阁阁主，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你们2个好好待在外面，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进来，不然被打死，我可没有丹药救你们了。你倒是有意思，主子给的丹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你还藏着掖着。魏泽，别再进来了。其他人应该在来的路上了。如果最后真控制不住我，就将我的双腿打断。这破地方真是太冷了。本阁主在这附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的护卫来回来去的飞出去，觉得好奇就来看看。本王中了奇毒，现在正是毒发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阁主还是出去吧，免得误伤了你。摄政王果然能力滔天，不仅在朝政上运筹帷幄，你和你身边的护卫更是一眼就将本阁主都认了出来，真是有点意思。本王虽是摄政王，但也是将军，对江湖中的事还是知道一些。更何况吴成阁近1年在四国风头正盛，本王想不知道都难。走，快走！我离开，然后让他们把你的双腿打折。反正本阁主现在也没什么事做，就留在这儿踹踹你也挺好的。阁主好像很怕冷。现在可是深冬，这儿还有个这么大的寒池，能不冷吗？本王的披风在那边，没被淋湿。阁主如果不介意，可以先披上。这寒池也有100年，你一个女子待在这里，对身体不好。哎，你这毛病是中毒了吗？本王也不知道，从出生就这样了。会不会是遗传？阁主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你也知道无城阁的买卖以情报为主，所以本阁主确实是查到了一些关于你的事。确切的说，
是关于你父亲的事。本王愿闻其详。你当我无尘阁的消息是白拿的不成？这么重要的消息，10万两银子，1分也不能少。哈哈哈，魏泽，滚进来！王爷，您怎么样了？可是有什么吩咐？拿10万两银票给阁主。阁主，我这里暂时只有7万两，剩下3万两等回去后马上送到无尘阁的产业，行吗？不是说看热闹去了吗？该打劫了。本阁主查到，你父亲可能跟南疆有些关系。南疆嘛，其实本王也查到了一些，只是不确定而已。既然阁主也这么说，那南疆肯定是有问题的。你这身上好像还有些别的东西。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叶芝，你怎么了？阁主，阁主，你怎么样？我没事，只是突然头疼。你身体里的东西还真是有些意思，连我都看不明白，而且还会攻击人。不知道阁主说的是什么？反正不是你能看见的东西就对了。有些事情说出来比较匪夷所思，我可不想被人当神棍。还有，叫我叶芝就行。不管怎样，现在也算是认识了。好，那你也别叫我王爷了，就叫我名字。对了，如果我说我能看见的灵魂，你相信吗？对了，如果我说我能看见的灵魂，你相信吗？看，这不就是把我当神棍了吗？不好意思，除了国师之外，我从未见过第二个说自己能看见灵魂的人。国师？那是个什么？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其实咱们南境国是有国师的，宫中还有他专门的宫殿，只是从不参与朝政，知道的人不多。只不过他常年四处云游，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我也是很小的时候，父亲领我去见过一次。那你父亲有没有说过国师是做什么的？父亲只说他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是个很厉害的人。你刚才说能看见我的灵魂，是真的吗？其实我对你们这个算命还挺好奇的，他一个凡人到底是怎么看出来命数的？国师说我的灵魂上有一层薄雾，他看不见。果然是骗子，凡人当然看不见命数了。如果随便谁都能看见，那还要天道法则干什么？你好像知道不少。曾经被一个有点厉害的人教导过，稍微懂得一点点。其实国师真的是个高人，虽然他看不出我的命格，却说我父亲身上确实是毒，从出生就被下的毒，只是不知被谁压制下来才得以存活。至于我现在的样子，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毒素，剩下一大部分是命数。国师还说，等毒素解开，剩下的就是机缘了。你这毒一般要发作多久？大概还有半个时辰，阁主可以先回去休息，不必在这里守着。说了在这儿等就等，万一你一会儿又发疯，你那护卫可经不起你再打几回。你的灵魂上确实有些问题，不过我看不太懂，可能你现在的状况跟你灵魂上有些关系也说不定。你现在发作过了，今天是15，应该没事了吧？应该是没事了，就算再发作也不会这么严重，魏泽他们就能解决。唉，这次真是麻烦你了。不麻烦不麻烦，既能听八卦，又能踹人，还能挣银子，挺好玩的。那我就走了，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寻儿，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冻着啊？外祖母没事的，昨夜马车坏了，天又冷，我就在附近随便找了个农家住下来。今日一早，华善重新找了马车，我们就回来了。您看，我一点事儿都没有。红山，昨晚到底是怎么回事？主子，属下也不知道。昨日赏雪宴结束后，摄政王说送小小姐回府，走到半路，摄政王突然带着侍卫离开了，把马车留给了小小姐。小小姐身边的华善功夫在属下之上，属下不敢离得太近。等属下回过神来，就看见府上的马车坏在了半路，中间有一段时间，属下就像失忆了一样，根本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了，以后小心一些。外祖母安排的人没问题吧？主子放心，那是张神医从前配的药，绝对没有问题，也不会对人体有损害。先回去睡觉吧，明天再说。师傅，您就是染了风寒了，不然怎么可能一直打喷嚏？我没有，我是神医，难道连自己有没有染上风寒都不知道？哼，绝对是。老张头，快给我个避毒丹，让我进去。做梦吧你！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你进来的。哦，这样啊，那好吧。华善，我肚子饿了，你去将马车上的炭炉搬下来，咱们在这煮个粥喝喝。是，小姐。你爱煮什么煮什么，反正我不出去，也不让你进来。你这个黑心肝的，休想！住手！快住手！哎，华善呀，你看这人可真是的，咱们上赶着给他送东西都不要，不要就算了，咱们俩自己留着用。我要，我要。这水是不是快开了？赶紧将米放进去。听说这小药炉熬东西可好了，不知道熬粥怎么样？我的小祖宗哎！还有大枣、莲子、桂圆，每样都抓一把。这小药炉确实是有点小了。
估计也就够咱俩一人一碗的。快别放了！哎呦，住手啊你们两个！华山，你别说，这小药炉的火还挺均衡，一点都没糊锅。闻闻，多香，我都饿了，一会儿再熬一炉。小祖宗，你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快别熬了，那是药炉，不是大锅。原本觉得这小药炉花了我20万两银子，还挺心疼的，没想到熬粥这么好。哎，也不知道熬完粥以后还能不能熬药了。老张头，你要是想喝，得等下一炉，这一炉只够我跟华少2个人的。小祖宗，你进来，我马上就把院子里的毒气散了，立刻，马上。小祖宗，你快进来吧，快呀！刚才我是挺想进去的，不过现在不想了。小祖宗，那你现在想干什么？想喝粥。刚才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您堂堂镇国公府小小姐，还是无城阁阁主，怎么会跟我一个小人物计较呢？不，我这人一点委屈都受不了，睚眦必报，绝不吃亏。小祖宗，我刚才是跟您开玩笑的。你说，我就是带了天上的仙桃，都不可能让我进去。我的意思是，我哪能收您这么贵重的礼物呢？要是带了礼物，我都不敢让您进门。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你还说我是个黑心肝的？我是想给您请个平安脉，看看您的心啊、肝啊的有没有问题。你也知道我是神医，咱们有病治病，没病保养嘛。小祖宗，我最近研制出的解毒丹比从前的更好，还有避毒丹、迷药之类的东西，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我没有的。您赶紧进来选选，看上什么全都拿走。真让拿？真让。不心疼？不心疼。不能我拿走以后撵着我逼逼？绝对不逼逼。既然你这么有诚意的话，华善，走，咱们进货去。去马车上将我早上准备的袋子拿下来。哎呦，我终于找到这个小药炉了。当年这个小药炉被盗以后，老祖宗连走的时候都没闭上眼。不得不说，还得是阁主您这袋子是不是略微有些大？不大，一点都不大。一个麻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这还有。不用麻烦张神医，这样的袋袋，主子的马车上还有6、7个，够用了。师傅不好了，咱家来土匪了！那2个土匪拿着麻袋，将您后院那一排屋子里的丹药全都拿走了，一瓶都没有剩下，就连空没事，让他们拿，你去盯着点儿。师傅，这次是真的不好了！那2个土匪又拿着几个麻袋，将您密室里的丹药也全都拿走了，一时连毛都能没剩。密室里？对啊，就是密室里，3个密室全都被打开了。老张头，这次真是让你破费了。不过你放心，我知道你还要找个捣药材的那个东西，跟这药炉差不多，纯黑色带暗纹的，对吧？等我找到了，还给你送来。老张头，这次真是让你破费了。不过你放心，我知道你还要找个捣药材的那个东西，跟这药炉差不多，纯黑色带暗纹的，对吧？等我找到了，还给你送来哈。那叫药臼。不着急找那个玩意儿，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耶，那不也是你们张家几代传下来的东西吗？真不要了？你确定你家老祖宗不能半夜上来找你聊聊天？那就麻烦阁主了。从今日起，我多做些丹药，您有什么需要的就让华善姑娘来说一声，我绝不推辞。我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谁要是将你们张家的小药炉找到，谁就是你的恩人。行了，你也别这么客气了，不用送我们，留步吧。对了，多做些丹药，因为我有种感觉，你那捣药的玩意儿就快要找到了。师傅，咱们的丹药全没了。没事，再做吧。这小祖宗总算是把药炉送回来了。寻儿啊，再有半个多月就是太后寿诞了，太后不想铺张浪费，就同年节一起过了。外祖母这里有些银子，你拿去买些喜欢的衣裙首饰，千万别委屈了自己。到时候外祖母跟你一起进宫，别怕，要是遇到太傅府那几个不要脸的，自有外祖母给你撑腰。外祖母，这是寻儿认识的一位神医炼制的丹药，强身健体的，1天1粒，您就当糖豆吃着玩，不够还有的是不用省着。这几瓶是给外祖父的，寻儿知道外祖父年轻时征战落下了病根，都是对症的，用法已写在上面了。老夫人，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小小姐送来的丹药有问题？要不要老奴去找府医来看看？这是张家的丹药，张家是那个张家，对，就是那个张家。没想到张家居然还有后人在，好啊，真是好啊！寻儿能认识张家的人，是个有福气的。主子，那是不是贝梦香？主子，给您，百味君掌柜家刚下的小狗，我看着好看就给您抱过来了。它还这么小，你也不知道找个被子包起来，冻死了怎么办？我用内力给它暖着呢，冻不着。华善姐姐，你们刚才看什么呢？喏，那贝家2小姐不知抽什么风，带着丫鬟在转悠好几圈。她呀，在这等摄政王呢，都好几天了。等凤千爵，他俩好上了。看主子说这王四公看着那蠢货，人家狗都乐意了。那贝梦香上次赏雪宴，你们回来时不是半路马车就空了出来？他故意让自家车夫把马车陷进雪地里，在那儿等着劫马车。华善姐姐，你们刚才看什么呢？喏。那贝家2小姐不知抽什么风，带着丫鬟在这转悠好几圈了。嗨，她呀，在这等摄政王呢。那贝梦香上次赏雪宴，你们回来时不是半路马车就空了出来？他故意让自家车夫把马车陷进雪地里，在那儿等着劫马车。摄政王府的车夫不敢做主，其他家的马车又早走了，最后扛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能让他坐在马车外面。他根本不知道你们不在马车里。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冻回去就发起了高烧，差点没烧傻了。感谢人家，估计摄政王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吧？若真让他知道了，那车夫少不了一顿罚。他这哪是感谢人家，分明是恩将仇报嘛！快转开！哎，说你呢？这谁家的小姐不想活了？你是不是有毛病？当街拦马车，穷不起了，在这碰瓷儿呢？
瞎了你的狗眼，也不看看这是谁的马车？发生何事？回禀王爷，前面有个女子拦了咱们的马车，若不是速度不快，现在怕已经撞上去了。臣女是太傅府小姐，排行第2。我父亲是贝承平。有事？臣女是来感谢摄政王的。那日赏雪宴回来的途中，臣女的马车不小心陷进雪地，是搭了王爷的马车才能回来。王爷，奴才那日并没有让贝尔小姐上马车，她是跟奴才坐在马车外面的。这辆马车？不是，那辆马车自上次赏雪宴后就再没有用过，还在府里。回去将那辆马车劈了烧火，以后再搭乘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你也就不用留在王府了。贝尔小姐，奴才好心好意搭您回来，您怎么恩将仇报啊？麻烦您让让，以后离王爷的马车远些，不然照您这种碰瓷法，摄政王府的马车全得送去劈柴了。王爷，臣女还不走？走，马上就走，麻烦贝尔小姐让一让。不躲开就撞过去，敢当街拦本王的马车，撞死也是白撞。蜜蜂，最近关注着点贝梦香，还有那边那个穿黄衣服的女子。是。主子，蜜蜂让人送了消息来，凤千诀派人传话说国师回来了，人就在摄政王府。让蜜蜂告诉凤千诀，今晚我自会去摄政王府找他。还有什么事？主子，蜜蜂让我跟您说，他还没见过国师呢，也想去凑凑热闹。主子，蜜蜂让我跟您说，他还没见过国师呢，也想去凑凑热闹。这个货，我不让他去，难道他就不去了？他要是不去，晚上能睡着觉？罢了，告诉他晚上在真香阁等着，省得自己偷偷跟去，到时候被人家摄政王府的人抓到，还以为我们无尘阁没规矩呢。无尘阁好像还真没什么规矩。那个叫红山的处理好了，主子放心吧，这会儿他正睡着呢，保证一觉到天亮。王爷真是够细心的，怕人家阁主来的不方便，把府中所有暗哨全撤了。就是这王府里一个人影都没有，还真挺吓人的。阁主，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吓死属下了！我说你们好歹也是摄政王府，就算摄政王武功再高，也不能一个暗哨都没有啊！早知道这样，我就偷偷跟过来了，省得这一路上遭人白眼。阁主，王爷特意吩咐属下在这儿接你。你们这王府还真挺阴森的，就连我这种常年昼夜出的人，心里都发毛。叶芝，你来了，可冷。叶芝，主子，我怎么觉得那老头等着你去跪他呢？一会儿指不定谁跪谁呢。国师，这就是本王跟你说过的无尘阁阁主叶芝。既然想让本国师给看看，那就将面纱摘下来，故弄什么玄虚。堂堂国师居然只会看面相。本国师当然不单单会看面相，既然你如此不屑，本国师就好好给你看看。到时候看到些不好的，可别说本国师不给你留面子。请开始你的表演。这是神棍。虽然我看着也像，但你好歹也小点声，不然他一会儿什么都看不出来，该赖到你头上了。这国师该不会是想把主子身上钉出个洞来吧？国师，你还好吧？完了，我刚才就不该说话的，这下完了要被碰瓷儿了。喂，那个国师，你吐血跟我说话没关系啊，我可没银子赔给你。对了，医药费我也不会付的，别想赖上我。你怎么，国师想好怎么让本阁主下不来台了吗？请问姑娘究竟是何人？你是国师还是我是国师？你问我？国师，叶芝他……王爷，阁主的灵魂不是我能看的。此话怎讲？我没有资格看阁主的灵魂。本阁主的灵魂要是随便一个神龟都能看，那本阁主还混个屁呀！阁主能否为我解惑？解惑？解什么惑？我就是给你解了又如何？你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先不说我，就外面站着的紫衣女子，你不是也没看见吗？叶芝，你说的紫衣女子在哪里？喏，就在那儿，那棵大树下面站着看着你呢。是你心上人吗？那女子可是穿着一身紫色衣衫，眼睛与本王极为相似，头上戴着一根紫水晶发簪。对，没错，你能看见。那是我母亲。这就是没文化的代价啊！我有的是文化，大师兄你才没文化。那个误会，你们当我抽风的就行，你们继续，不用管我。别说大师兄不帮你，这个给你，好好学学，不然以后说出去丢我的人。大师兄，你等着，我跟你没完。能否让本王见到母亲？王爷，以我目前的能力，我做不到，因为我根本看不见令堂。或许阁主可以，阁主绝非凡人。虽然我看不见他的灵魂，但他的神识十分强大。就在我要看他灵魂的时候，他的神识攻击了我。而能拥有神识的人，自然不是普通人。神识那是什么？国师也有。
我功力不够，还没有神识。我之所以能探查别人的，因为你在机缘巧合下开了芝麻大小的灵智。阁主说的不错，但如果阁主不说，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是灵智。但是这人呐，得知道一句话：嘚瑟大了掉毛。阁主教训的是，以后我一定注意。我就说主子不是寻常人吧，不然一个一直痴傻的人，怎么可能醒来后就懂那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连内力比都没有，就能轻轻松松把我按在地上摩擦。蜜蜂，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背叛主子，就算我打不过，我也会尽我所能杀了你。你可别胡说，咱们自家的主子当然是越厉害越好了。别说主子会些奇怪的东西，就算他不是个人，我也追着给他端茶倒水。凤千诀，其实我是不建议你跟伯母相见的，虽然这样有些残忍，但你要知道，这世间有他的法则，如果违背了，不管是对你还是对你母亲，都会有不好的影响。阁主说的对，虽然我不能让你们见面，但是我能让你们说说话，这样行吗？可以吗？真的可以跟母亲说话吗？可以，但你们只有1晚上的时间，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等他了掉心愿，天亮前我会送他去轮回的。主子可真美啊，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主子。是啊，虽然我每天都在主子身边，但每次看见他，还是觉得美得惊人。其实你长得也不错，但是不能跟主子比，跟主子比你就是丑了。我特么谢谢你哈，伯母也不知道在那树下待了多少年，魂魄都快要消散了。好了，现在你母子可以说话了。娘，千诀，娘，你怎么会在王府？姑娘，多谢你了。伯母，你们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天亮之前我就要送您离开了。千羽，你父亲不是战死，是被人害死的。你父亲一直都跟我说，他活不活不重要，但一定要解开你身上的毒。所以这么多年，他不停地在寻找真相，最终在南疆找到了一丝线索。你父亲应该是跟南疆皇室有些关系，但具体是什么，他还没来得及查到，就被人下了奇毒，所以他才会在战场上失利，最终战死。儿子，你跟紫渊的女儿……娘，我已经有心玉的姑娘了。至于那贝家小姐，在我能力范围内，我自会好好照顾她的，就像当成妹妹一样。那个小祖宗，我们是来接人的。这个女子已经在此逗留很久了，以前她身上有功德光，我们奈何不了她。可现在功德光马上就要消散了，如果我们再不把她带走，她会魂飞魄散的。小祖宗，我知道，放心，我又不傻。你们走吧，天亮之前我会亲自送她去轮回的，不会耽误你们差事。那个叶芝，我知道，我只是……千吉，不要舍不得，还能跟你说说话，娘已经很知足了。这还得多谢这位姑娘，那就麻烦姑娘送我离开吧。叶芝。娘，你们只有1炷香的时间。叶芝，我有些累，就先回去了。你要是有事找我，就还让人去真香院传话就行。国师叶芝他不要紧吧？虽然我的修为不如阁主，但也知道逆天而为是有反噬的。阁主最后结的那个印，是将所有反噬引到了他自己身上，只为了让你们母子见上一面，不然反噬到你们身上，夫人怕是要魂飞魄散。怎么就看不得美男伤心呢？怎么就自己找死呢？这下好了，人家圆满了，你自己在这受反噬，活该，活大该。主子，我自己知道怎么回事，华山过了12时辰就好。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您说让我们亲自将那沈碧寒带去投胎。那玄儿的反噬是怎么回事？大人饶命啊！是小祖宗自己说要亲自送沈碧寒去投胎的，小的们也是没办法呀。而且那沈碧寒最后确实是被送去投胎了的。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谁才是你们的主子？照你们的想法，这个位置我让给玄儿来做可好？毕竟他的话可比我的管用多了。大师兄，那2个鬼差借我使使，我缺2个看门的。你们2个，玄儿叫你们去给他看门，还不快滚！等着让老子送你们吗？还是小祖宗好，小祖宗人美心善。对，虽然咱们这次，但到底还是小祖宗救了我们。小祖宗就是天上的活菩萨，小祖宗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太阳。倒也不必这么硬夸。主子，林家那对双胞胎姐妹邀您3日后一起去逛街喝茶。行，在床上躺3天，3天以后正好出去溜达溜达。其实我还真挺喜欢那俩双胞胎的，他俩可好玩了。华山，这小奶狗有名字吗？蜜蜂没说，应该没有。主子，您看看属下，属下是谁？娘，是您来接我了吗？主子，您等着，蜜蜂这会儿就在外面守着，属下马上就让他去把张神医拎过来。您再坚持坚持啊！华善，我跟你闹着玩的呢，你可千万别去将老张头给我拎过来。就咱俩上次干的那事儿，你让他过来治我，估计他能直接给我送走。主子，您刚才在笑什么呢？我想到给这个小奶狗起什么名字了，以后你就叫小黑了，好不好呀，小黑？寻儿，换个名字。我偏不，我就喜欢叫他小黑，多好听。寻儿，换个名字。我偏不，我就喜欢叫他小黑，多好听。是不是寻儿又闹出什么事儿了？寻儿给一只白色的小奶狗起名叫小黑。叶白，小黑，别说，乍一听还真是挺像一家人的。崔珏，我发誓，等下个月寻儿回来，我一定劝他给小黑改个名字。你还是想想他下次回来你藏哪儿吧。这个月就差点被他抓到，要不突然想起还有事，先走了。哎，叶白，寻儿，咱们去成衣店看看怎么样？就在真香阁旁边，正好买完香料去买衣裙。
对了，你身上的熏香是什么味道的呀？太好闻了，上次赏雪燕就想问你了。我没用熏香啊，从来不用香料的。没用，可你身上真的好香啊。花香？不对，松花香好像也不是，说不出来，以前从没闻到过。离远了没有？要离近了才能闻出来。总之就是闻了让人心情很好的味道。你们看呀，那贝梦香像不像个首饰匣子？贝寻，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贝大小姐，香儿在跟你说话呢。你愿意当舔狗就自己好好当，别拉着别人跟你一样把贝梦香的话当成圣旨。你别胡说，我什么时候把香儿的话当成圣旨了？哦，原来没有啊，那行吧，你说没有就没有吧，我还以为你心意贝梦香呢，看来是我会错了意。我没有，我不是。没有什么，没有心意贝梦香。香儿温柔，性格又好，就算我哥哥喜欢香儿又能怎么样？哪像你一样，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就只能倚仗郑国公府，算什么本事？来，咱们往后退，离傻子太近容易传染。你们把贝梦香当宝，没准人家把你当草呢。吏部尚书府人家可看不上，人家看上的是摄政王，想着当摄政王妃呢。贝梦香做梦倒是香得很。哟，这不是贝家二小姐吗？怎么今日换男人了？不去街上拦摄政王的马车了？也是，贝二小姐要是再拦几次，估计人家摄政王就得走着出门了。公子此话怎讲？摄政王府的马车都被拦得劈了烧火去了，摄政王自然是要走着出门喽。姐姐，我只是想问问你在郑国公府过得好不好而已，毕竟那只是你的外家，到底不如自己家自在。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还是可以回来跟祖父和父亲说的，他们定不会不管你的。你是没睡醒，还是被傻子传染了？我是郑国公府的小小姐，现在整个郑国公府都是我在管家，我过得能不好？倒是你，太傅府是离了我娘的嫁妆以后，穷得连首饰匣子都买不起了吗？让你这个勉强还算得上官家小姐的人，把所有钗环都戴在头上，你这一路走过来，没人问你脑袋重不重啊？掌柜的，把你们这儿最好的布里和成衣拿过来，本小姐要挑挑。念晴姐姐，咱们别买了吧，已经很多了，好的几乎都在这里了。没关系，出门时我娘给了我银子，够买这些的。可是买了这么多，穿不过来放着浪费了。我留着送人，只要能找贝寻和那双胞胎的晦气，我就高兴。念晴，别闹了，要是他们把千衣房里所有成衣都看一遍，难不成你还要全买下来？哎呀，大哥，你是不是傻？那俩双胞胎的身量跟我差不多，你没看我买的几乎都是这里最好的，还都是我能穿的。掌柜的，我定制的衣衫很好，直接送到郑国公府就行了。另外，我记得店里是不是还有几匹东阳国的蚕丝锦缎？你去挑几匹花色好的，让我这两位朋友挑挑，记在我账上，就当我提前送他们年节的礼物。寻儿不用，这家没有，我们可以去别家看看。那蚕丝锦缎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小二，上茶。没关系，你们尽管挑。你们也知道，我在京都没什么朋友，就你们两个和欢颜同我交好。只不过欢颜还没从老家回来，不能一起挑。不要紧，一会儿咱们替他挑个好看的花色，让掌柜的送到他府上去。掌柜的，这蚕丝锦缎我要一匹。这位小姐真是抱歉，这蚕丝锦缎只有这8匹，而且不对外销售。不对外销售？那他怎么能买？回这位小姐的话，贝大小姐能买，是因为她跟我们千衣服的老板认识。我们老板交代过，店里的东西不管多珍贵，都要先紧着贝大小姐。我就不信了，整个京都就你们千衣服有蚕丝锦缎，别的店里就没有。我就不信我有钱的还能买不着一匹布。今年东阳国总共出了16匹，8匹送进了东阳皇宫，另外8匹全在这儿，别的地方根本就不会再有了。整个京都就你们千衣服有蚕丝锦缎，别的店里就没有。我就不信我有钱的还能买不着一匹布。今年东阳国总共出了16匹，8匹送进了东阳皇宫，另外8匹全在这儿，别的地方根本就不会再有了。听见了没？我跟这千衣庄的老板认识，所以你们别有心理负担，随便挑自己喜欢的就行。你们两个呀，一个喜欢湖蓝色，一个喜欢浅粉色，对吧？这正好一样有2匹，颜色刚刚好。哦，对了，这2匹嫩黄色的给欢颜送去吧，他一定喜欢。哎，剩下的2匹居然是华善你最喜欢的银白色，正好给你财神衣上穿。掌柜的，这得多少银子一匹啊？回这位小姐的话，这蚕丝锦缎虽然不如天丝云锦稀有，但也得500两。才500两一匹，我还以为多贵呢，也能让你们珍惜成这样。想必这位小姐从来都没买过天丝云锦和蚕丝锦缎吧？谁说我没买过？看不起谁呢？我爹可是吏部尚书。既然买过，那您怎么会不知道？这市面上所有的布都是按匹卖，唯独的天丝云锦和蚕丝锦缎是按尺呢？不知道吏部尚书1年的俸禄是多少，经得起上姑娘这么个花法？难不成？贝大小姐请慎言，家父自为官以来公正廉明，从没做过有违律法的事。倒是贝大小姐身上穿的是天丝云锦，手上这蚕丝锦缎更是说送就送，这郑国公府想必也不简单。我们郑国公府当然不简单了，我三舅舅是皇商，我花点银子怎么了？好了，咱们走吧，一会儿去真香阁看看香料，顺便吃顿好的。惠泽，消息可送去真香阁了。
回主子，送是送去了，可那副阁主说他们阁主最近身子不适，在休养，怕是不能来赴约了。贝寻最近怎么样？王爷，您是不知道，那贝寻今日可把吏部尚书那嫡女挤兑的够呛，他居然把牵一副不对外销售的蚕丝锦缎全送了人，整整8匹啊，真是大方。不仅这样，上俊文说镇国公府不简单时，那贝寻居然说我三舅舅就是皇商，我花点银子怎么了？王爷您是没看见那上俊兄妹俩的脸色，当时可好看了。还有那贝二小姐，见蚕丝锦缎被送了人，嫉妒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再去仔细查查贝寻。不是都查过一次了吗？她一个从小养在乡下过穷苦日子的小姐，怎么可能有本事把牵一方不对外销售的蚕丝锦缎做主送人？那掌柜的凭什么听她的？而且既然不对外销售，她怎么知道牵一房里有蚕丝锦缎？属下听到好像是贝大小姐跟牵一方的老板认识，掌柜的还说他们主子说了，牵一方所有东西不管多贵重，都要先紧着贝大小姐。你从小跟着本王，脑子怎么就不转旋呢？你看看那天无城阁的副阁主，再看看你，本王当年怎么挑中你了？贝寻从小吃傻，还生活在乡下，他是怎么认识牵一坊老板的？而且牵一坊是谁的产业？他的老板是谁？难道你不知道？是属下疏忽了，所以牵一坊的老板就是阁主。那贝寻岂不是跟无天阁阁主叶之是认识的？属下马上去查。这贝家大小姐藏得挺深啊，居然还认识无城阁阁主，还真是小看她了。那贝寻真的就只是认识叶之吗？镇国公府这衣裳还挺有特点的，看，这是我那外孙女儿专门找人定制的，家里每个人都有，是不是很好看？好看。我都这个岁数了，能穿上外孙女送的袍子，知足喽。三国使臣已经在宫门口了，还有永墨古国的人也在。您说什么？三国使臣已经在宫门口了，还有永墨古国的人也在。浩儿别慌，这不是还有摄政王在吗？一切听他的就是。辛苦千珏了。姨母别这么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三国使者本来说过了15才来，现在提前了半月，一定出了紧急的事。可永墨云国就让人看不透了。华善，你说这宫宴怎么这么烦人？一坐就是这么久，坐着就算了，还得时时刻注意仪态，不能给镇国公府丢了面子。可怜我这只适合躺着和靠着的腰啊，硬生生坐了那么久，这会儿都不会打弯了。哎，对，就是这儿，还有肩膀也捏捏。王爷，该回去了，三国使臣马上就到。王爷，主子，您看那是不是摄政王？就是那媒婆，也不知出来鬼鬼祟祟干什么，一看就没好事。走。北海使臣、东洋使臣、南疆使臣到。北海、东洋、南疆使臣见过南靖皇帝。3位使臣请起。今日才是大年30，3位使臣到的早了些。别看才6岁，一看就是从小按皇帝培养的，往那一坐还真像那么回事。回南靖皇帝，事情是这样的，臣刚收到王上的指令，王上觉得两国常年征战，百姓民不聊生，想与贵国联姻，以结永世之好。你们南疆居然还知道苦了黎民百姓？哪次战争不是你们先挑起来的？现在你们打得国库空虚了，派人来说要结永世之好，合着里面外面好的坏的都让你们说了，你们的脸呢？啊，脸呢？从前的事，双方都有对错。现在我们南疆拿出诚意，想与贵国化干戈为玉帛。王上知道这次年节也是太后寿诞，特意命人准备了丰厚的寿礼。中尉应该都知道，我们南疆王室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各种奇毒。今年王氏医师更是研究出了能控制野兽的丹药。寻儿别怕，有外祖母在，南疆那地方尽是些不入流的东西。别怕，王爷命属下保护贝大小姐安全，若有意外，属下会第一时间送贝大小姐离开。魏泽，你回到凤千珏身边，帮他保护好皇上。王爷说让属下保护好贝大小姐，属下哪儿都不能去。怎么样，皇上想好让谁服用这丹药了吗？你们南疆的奇毒向来霸道，谁知道你这药丸吃了会不会死人？怎么，你们南京的人都这么胆小吗？俗话说得好，富贵险中求。这丹药研究出来以后，我们大王子首先就吃下，收服了一头黑豹。再说了，本使臣就在这里，难道本使臣不要命了吗？我们南京官员个个都是中流砥柱，其实你这条烂命可以抵的。臣愿意试药。李将军既然想试，那就试试吧。本王这里有解毒丹，就算那丹药是假的，本王也能保你性命。贝大小姐不必担心，李将军是我们王爷的手下。不是，我不是担心那丹药，而是……不可能啊！每次都好好的，这两只老虎明明是被驯服过的。猛虎与人待久了，自然会有几分灵智。他们显然知道那黑色药丸是什么，所以才会扑出去。他们不想受制于人。保护皇上！你别挡着我！你这畜生，给我滚下来，不然看我不把你的虎头打成狗头！镇国公府的小姐是被吓疯了吧？我觉得也是。正常人谁会在这个时候驯老虎？那可是老虎啊！怎么可能？啊！快退回去！现在不是玩闹的时候。不让你下来，你听不见是不是？要造反啊！快看来呀，老虎居然真的能听懂人话！听懂了又怎么样？没看见那老虎盯着贝寻看呢，让他出风头。这下看他怎么收场。说他没说你是不是？赶紧给我滚过来趴下！
贝大小姐，可否让他们回到箱子里？听不懂人话呀，让你们进箱子里呢，等着我揍你们呢。那个，我曾经在乡下的时候，村里的人都是这么训狗的，我就想着试试，没想到还真管用。我信你个鬼！好了，猛虎已被收服，众位大臣都坐回来吧。小矮子，别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着我。怎么，你也想进箱子里待一待？众位爱卿受惊了。南疆使臣，这两头猛虎，你不该给朕和众位大臣一个解释吗？南疆使臣，我们皇上问你话呢，你哑巴了？我们好好的宫宴，你不请自来不说，还弄了两头猛虎来捣乱。要不是有我们镇国公府的小姐在，怕是要伤多少人？那两头畜生甚至差点要了我们皇上的命。我看你们南疆不是来结百年之好的，是要来灭门的。还请南境皇上明察，我们南疆真的是带着诚意来的，不止这两头猛虎，外面还有10几个箱子的奇珍异宝，不乏灵丹妙药，这些都是我们王上亲自命人准备送来给您和太后的，都是我们的诚意啊！我们王上想娶南境国镇国公府的小小姐为王后，本王不同意。如果本官没记错，贵府的王应该已年过40了吧？今年年中，贵国王后才刚刚离世，你们王上就这么迫不及待？行吧，迫不及待也就算了，你们南疆就没女子了，偏要来霍霍我们南京的女子。一个快50岁的人要娶一个刚及笄的小姑娘做王后，还一副施舍的态度，你们王上的脸可真是比你们的疆土都大。大人此言差矣，虽然我们王上的年纪确实是大了那么一些，但平时保养得很好，看起来就像30多岁，而且小小大脸嫁过去是做王后，那可是多少女人的梦想啊！那是你们南疆女子的梦想，可我们南疆有的是大好男儿，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嫁到你们南疆那么远的地方？微臣觉得寻儿该嫁去南疆，寻儿嫁过去之后，两国结了永世之好，自然就会停战，这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啊！贝大人这么想攀高枝，不如看看你旁边的贝猛香，把她送去南疆，一样能让你有个做王后的女儿。贝寻，你胡扯什么呢？谁要嫁去南疆？怎么不是贝大人刚说的吗？嫁去南疆可是造福百姓的好事。贝寻，你胡扯什么呢？谁要嫁去南疆？怎么不是贝大人刚说的吗？嫁去南疆可是造福百姓的好事。那么好，你怎么不嫁？因为我们镇国公府不需要一个做王后的外孙女撑场面，可你们太傅府却想要一个做王后的女儿攀高枝，所以你不去谁去？本王记得贝寻已经跟太傅府没关系了。不过如果贝大人想让贝二小姐嫁过去，倒是可以跟南疆使臣商量一番。贝大人，你快闭嘴吧！其实你不说话的时候还挺像个人的。你这个孽女！你最好把你的手给我收起来，不然你信不信我让那2只老虎出来，把你那摇摇晃晃的破爪子咬掉？害了老身的女儿不说，现在还敢把你那肮脏的心思打到我寻儿身上。贝承平，你是活够了想死吗？不如老身成全你如何？你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去坐好，少在这儿丢人现眼！父亲，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太傅府好。你什么都不做，就是为太傅府好了。没有你的自作聪明，太傅也不至于成现在这样。那可不，你可真是你爹的好大儿。贝大小姐，打住，不会嫁到南疆去的。摄政王不同意，镇国公府不同意，我自己也不会同意。做南疆的王后难道不好吗？你们的王娶别国的女子真的好吗？能够得少嘴吗？臣心悦镇国公府小小姐已久，愿娶小小姐为妻，此生只她一人，绝不填房纳妾。我们南京国是不会跟南疆联姻的。今天是年30，又是我母后的寿诞，你们送来2只猛虎搅乐宫宴，本就居心叵测，居然还想着娶我们镇国公府的小小姐，简直是做梦！回去告诉你们的王，不服就开战。我们南京的男儿有的是，还不屑于用一个女子一生的幸福去换取短暂的和平。小祖宗，大人让我们告诉您，不能嫁人，那2个人都不是您的正缘。他自己怎么不跟我说？大人可能是在忙，没时间吧。大师兄在忙，没时间跟我说不能嫁人，却有时间让你们来告诉我。小祖宗，我们俩就是个看门的，大人的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行吧，今天是年30，还有7天我就能回去了，让他和崔珏2个好好的藏起来，千万不要被我找到。行吧，今天是年30，还有7天我就能回去了，让他和崔珏2个好好的藏起来，千万不要被我找到。这次回去一定要把地府霍霍个底朝天，不然都对不起他们2个把自己当傻子这件事。永莫举国使，使臣到。这件事一定与他有关，甚至就是他安排的。不知3位使臣这个时候前来，是有什么事情吗？我3人奉女帝之命前来取一人性命，选在这个时候，是不想私下解决，引起贵国不慌。不知是谁得罪了贵国女帝？今夜是年30，不如等过完年再商议此事如何？大年30到人家国家的宫宴上取人性命，你们永默杞国还真是奇怪。
一点忌讳都没有的吗？我们大人在跟南境摄政王说话，哪有你这狗东西插嘴的份儿？是我先嘴贱的，我活该。脸什么的跟命比起来，算个屁呀！回摄政王，我们路上因事耽搁，今日刚抵达京都，没提前送上文书是我们的疏忽，但此人性命，我们今天必须取走。女帝的原话是，不能让此人活到明年。摄政王放心，我们下手有数，不会弄得到处都是赃物。你们凭什么杀我儿子？永墨古国又怎么样？永墨古国就可以随意杀人了吗？我儿子一直都在京都，都没去过别的国家，他怎么得罪你们女帝了？你们居然在年30的宫宴上要了他的性命！哼，这种死法还真是便宜他了。本大人奉劝你，平日里别总想那些有的没的，有时间还是多管教管教家人，别让他们再做出些猪狗不如的事情，不然下次就不止他这一条命，太傅府怕是要灭门了。今日打扰贵国宫宴，实在抱歉，我们事情已办完，马上离开贵国，不会给贵国造成困扰。抱歉，方才没瞧见你在这儿，本大人还以为就是个黑点儿。下次想躺着就往边上挪挪，免得谁眼神不好，一脚踩死了，平白天晦气。是你，对不对？是你让他们来杀我儿的，对不对？就是你，你是从永墨鲁国出来的，又是国姓，一定就是你！你恨我儿子苛待你女儿，害她丧命，所以也就让人来杀了她，是不是这样？只有你的孩子是宝贝，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草芥吗？我女儿是我从小捧在手心里当眼珠子似的宝贝大的，现在你知道失去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滋味了吗？太傅，节哀吧。方才那永墨与国的使臣也说了，是奉他们女帝之命来的，这事儿跟老国公夫人有什么关系？是啊，太傅还是赶紧将贝大人抬回去，料理后事要紧。我儿平白无故被永墨古国的人杀了，请皇上和摄政王为我儿做主，他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永墨古国在南境宫宴上公然行凶杀人，这是明摆着不把我南境放在眼里。此事若不追究，日后其他3国是不是都可以效仿永墨古国，来我南境随意杀人？这位大人多虑了，多虑了。我们2国是来与南境交好的，您担心的事绝不会发生，绝不会。这点我们可用性命担保。死了？不可能！你骗我！你一定是骗我的！小祖宗，用不用我把那傻子拘走？那傻子是我爹。那个，小祖宗，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儿，他本来就是个傻子。不过先别拘他，咱们跟他玩会儿。喂，你差不多得了，这么扑人不累吗？哎，你怎么还扑你爹呢？是不是想把你爹也带走？你可真是你爹的好大儿！你这个不孝女，我掐死你！就算下了地狱，我也要拉个垫背的！对，再撞，你继续撞！你这么撞我们小祖宗，一会儿我们连狙都省了。你为什么能看见我？蠢货就是蠢货，现在才反应过来。我问你，你为什么能看见我？你当自己是谁啊？你问我就要答。你是我的女儿。我不是，你的女儿早就死了，被你害死。对，你不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怎么可能那么狠心？但我不管你是谁，既然你占了我女儿的身体，就要把我复活。你在说什么鬼话？我是人不是神，你说复活就复活，就算你女儿现在站在这儿，她也只会让我把你打得魂飞魄散。薰儿，让那2个鬼吹把贝成平的魂魄带回来。让那2个鬼吹把贝成平的魂魄带回来。耶，大师兄，你不忙了呀？能跟我说话了？薰儿，贝成平现在是你父亲，不管怎样，他都不能在你手上魂飞魄散，否则
对你不好，你同情个屁！你忘了自己被薰儿追得满天飞的时候了。你们两个出息呢？小祖宗，那可是天雷呀！薰儿，快让那2个鬼差把贝成平的魂魄带回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们老大发话了，让你们把那傻子的魂魄送回去，还不快去？难道刚才那天雷是因为？我知道了，不管怎么样，我是你爹。如果我在你手上魂飞魄散，你会遭天谴的吧？皇上，摄政王，我儿的死不能这么算了。贝太傅，本王以为永墨古国的女帝不会冤枉人，身为帝王，若随意构陷，永墨古国也走不到今日。所以，本王建议你回去查查，看贝大人是否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女帝。带贝大人回去准备后事吧。今日宫宴到此为止。后面是7日沐休，望各位大臣过个好年，来年更好为南境效力。好了，都散了吧。外祖母，我身体有些不适，就不跟您回府了。我去找神医看看。外祖母派人护送你。不用了，华山的功夫很好，能保护我。而且那位神医性情古怪，不喜欢太多人知道他的住处。性情古怪，那还不是被您一次次洗劫出来的？贝大小姐，林三哥，我知道你的心意了，只是我现在有急事，咱们的事以后再说可好？林三哥，贝玄喜欢林安舒，不行，我得尽快弄清楚贝玄到底是不是叶芝。华山，你去将张子时那货给我拎到城外10里处那片荒地上，我在那儿等你。大年夜居然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不知道我没有亲人吗？真是的，宫宴结束了也不来看看我，亏我还给你们准备了礼物。咦，怎么闪电了？虽然快开春了，但这会儿下雨会不会早了点儿？主子，我就知道主子放不下我，肯定是宫宴结束来看我的。哎，看我就看我呗，干嘛那么着急？还一身杀气，难不成大年夜还想着揍我一顿？大半夜出城，连画扇都不带，肯定去干见不得人的勾当。我非得跟过去瞅瞅不可。蜜蜂这货，我现在没时间阻止，只能由着他了。天雷要是在京都城内劈我，我可不想被当成妖怪。更何况在城里我不好跑，也不好还手。没错，我贝寻从来不会逆来顺受，坐以待毙。我的性格向来是，你咬我一块肉，我放你半身血。魏泽，京都城内有没有空旷的地方？空旷的地方，城内没有，但城外10里处有片荒地，在一处山脚下，那儿曾经有几个村庄。几年前暴雨引发拿石流，官府把村民都迁走了，那片就一直荒着。大南夜去荒地。要批就批，在那儿吓唬谁呢？
天道，你是不是该进化了？分不清好人坏人是不是？那傻子把原主和他娘都苛待死了，还不让人还手。我跟你说话呢，你傻了。再说了，贝成平是撞到我金光上才魂飞魄散的，他自己碰瓷找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好坏不分，枉为天道。就你这样，三界得有多少冤魂错案？哼！你个白痴，你个傻蛋！哎，没劈着，气死你！对。哎呦，姑奶奶，你轻点淋，我快吐了！慢点，你让我救谁也得留我一条命不是？主子呢？喏，在山底下跳舞呢。别说，主子这到底是什么功法？我从小习武，当杀手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种速度。要不是把内力运到双眼上，这会儿连主子的残影都看不见。等主子回来，说什么也得让他教教我。这速度简直是杀人越货的必备神器啊！闭嘴！还不去附近盯着，万一有人过来怎么办？得，我这就去。你们一个个的都是我祖宗。薰儿，这天雷你是必须要受的。我不，凭什么？贝成平毕竟被你打得魂飞魄散。我没有，是他自己撞上来的。你没有阻止他。好言劝不住想死的魂儿。他就是故意找死。薰儿，你乖，大师兄会护着你的。那大师兄，你来帮我扛天雷吧。薰儿，如果你不受天雷，他就会一直追着你劈。你乖，大师兄已经替你化解了2道，只剩最后1道了。大师兄，你确定就1道？就1道。那行吧，1道就1道。来吧，你这狗东西，不是想劈老娘吗？如果主子被雷劈了，你能不能救？这个嘛，如果主子有个3长2短，你我2人，再加上盯梢那个话痨，就一起去陪主子吧。华山姑娘，你冷静一点，我也没说不能救嘛。我保证，只要阁主不是马上死，还剩一口气在，我绝对能把他救回来。我保证，只要阁主不是马上死，还剩一口气在，我绝对能把他救回来。那个什么，就算阁主马上就死，我好像也可以试试。就算是地府的阎王来抢人，我也一定把他拉回来。我跟你抢他干什么？我恨不得他永远都别回来。我操！不讲武德是不是？不做人是不是？想白劈老娘，门儿都没有。这下两清了。其实，天雷根本没法化解，是我用法力将那2道天雷引到了自己身上，替他受的。主子被劈了没有？是不是被劈了？我刚才都听见声音了。他们2个是怎么过来的？连个人都看不住。那能怪我吗？谁知道那凤千诀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武功居然那么高。魏泽都没出手，凤千云一脚就把我踹出老远，一直踹到树上才算完。你看看后面那大树上还有我的人字印呢。废物！我是男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谁被雷劈了呢。我也要去瞅瞅。叶志，你还好吗？哪里不舒服？你说出来，别吓唬我。
叶芝，你还好吗？哪里不舒服？你说出来，别吓唬我。劈我！我烧死你！再不快点滚回去疗伤，你这天雷就要化成青烟了。你牛，我滚！虽然给他造成不了多大的伤害，但真他妈疼啊！叶芝，叶芝，你还能说话吗？我本来应该没事，但如果你再这么晃我，我可能就有事了。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弄疼你了吧？这货是不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了？不然怎么会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哟，主子还活着呢，我还以为得给您烧纸了呢。傻丫头，大师兄说过会护着你的。你们两个能不能停一停？别跟个竹蜻蜓似的围着我飞，我眼晕。好的，对不起，小祖宗，我们不飞了。小祖宗，你还好吗？说不上好，但死不了。下次再有这种事，你们两个离远点儿。刚才要不是我把你们挥开，现在出事的就是你们了。魂魄最怕天雷，你们以魂体挡在我面前，想替我扛雷，这份心意我记下了，日后定给你们讨个好差事。张神医，你快给主子看看，愣什么神儿呢？你不是说就算主子死了你也能试试吗？现在还没死呢！你能不能闭嘴？没看见那小祖宗正瞪着我呢吗？那个，这个地方太黑太暗，不利于治疗，咱们还是回城去吧。我看阁主的样子问题不大，坚持到回绝对没有问题。回真香阁，去摄政王府。魏泽，你先带这位神医回去准备。侍卫大哥，你低点飞，我恐高啊！天哪，侍卫大哥，你可抓紧了，千万别把我掉下去啊！太高了！怎么就走得这么快？连颗止疼的丹药都没来得及要，这什么破神医？江湖骗子吧？止疼的，效果很好。摄政王，还是让属下来抱主子吧。本王来抱，本王速度快，你们跟上就行。碍手碍脚，一点用都没有。孤男寡女的，还不赶紧回去看着点主子？愣什么神呢？等着天雷回来劈死你个废物吗？我废物？我碍手碍脚？我一点用都没有。天雷回来劈死我，最毒妇人心啊！你脱他衣服干什么？我能干什么？给他治伤啊！这女人被雷劈了，身上黑漆漆的，都烧焦了。你没闻见一股烤肉味儿？我不把她衣服剥下来，等一会儿粘到身上弄疼她，我这命还要不要了？哎呀，你别站在这儿挡着我，耽误我保命。主子的衣服岂是他能脱的？这要是传出去，主子还要不要嫁人了？万幸，多亏摄政王拦着，不然就算这会儿没死，明日等那小祖公醒了，也定然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多谢摄政王救民，无以为报。等给阁王使完了，给您请个平安脉。咱们有病治病，没病预防嘛。你跟本王出去，怎么做你告诉他，让他来。别进去！华山和阁主在里面，你千万不能进去！你不是说主子没事的吗？让我去看主子最后一眼。主子最怕孤单了。等我看完，咱们一起上路去陪他。最后一眼？这么着急吗？等明日主子醒了你再看不行吗？你活不到明日了。如果这会儿你非要现在进去的话，估计也确实是最后一眼了，是你的最后一眼。明日主子就醒了？对啊，明日就能醒。他们这会儿正在里面清理身子换衣服呢。啊！大恩不言谢，等回去送你一车药材。走走走，让那侍卫找个房间，我给你看看腿，不然你这一瘸拐的，耽误给我送药材。看他们刚才的样子，如果本王掀开他的面纱，还能活过明日吗？王爷，您有事？
等主子醒了，我们马上就离开。本王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在这里休养多久都可以，等好了再说离开的事。主子这个样子回镇国公府，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不过自己还是得回去一趟。主子要是几天不露面，总得有个由头。既然这样，那就打扰王爷了，属下有事得出去一趟。放心，本王。蜜蜂，你死哪儿去了？还不赶紧滚过来看着主子！本王也可以。主子怎么了？是不是不好了？老张头，老张头，你快来啊！怎么了？怎么了？小祖宗怎么了？这俩人能行吗？看来只能快去快回了。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主子，我有事出去一趟。你放心去吧，我会好好照顾主子的。我觉得你话里有话，但我没有证据。我就说我扶你过门槛，你非不用。这下好了吧？呀，这是摔到脸了，怎么还流鼻血了呢？丢人啊！吴成阁的脸都被他丢尽了。他满脑子都是叶芝的面纱和贝寻手上的那道胎记。其实抱着贝寻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偷偷看过他的手腕，奈何被雷劈过的贝寻身上一片漆黑，尤其是左手手腕。没关系，人已经在摄政王府了，还怕没机会？你们两个睡就睡，居然还打呼噜，把主子都吵醒了。没事没事，脉象平稳，脉象平稳呢。小祖宗身体好着呢。没事没事，虽然有些发热，但都是正常现象。药我已经让人去熬了，至于身上都是皮外伤，养养就好了。再配上我秘制的药膏，保证一疤都不会留下。等好了之后，还是那个白白嫩嫩的小祖宗。你们两个去其他房间休息吧，别在这儿打呼噜，会让我想打人。主子，你好点了没有？属下回了趟镇国公府，跟老夫人说您要在神医那儿调养身体，过几日才能回去。还顺便去千一楼给您拿了几套衣服，还是我的华善姐姐关键时刻指望得上。要指着那俩，我气也气死了。赶紧把衣服放下，让魏泽给你找个房间休息。我这儿没什么事，属下哪儿也不去，就在您旁边的小榻上休息。您现在受着伤，属下不能把您一个人放在陌生的地方，就算是摄政王府也不行。那两个货确实不怎么指望得上。主子您不知道，您在米凤那儿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还有那张子时，要不是摄政王拦着，他就……总之，属下哪儿都不去，就守着您。我这是造了什么孽，认识了你们三个？哎呀，我都说了，这小祖宗没事儿，反复发热是正常现象，过几日就好了，你们怎么就不信呢？哎，你俩干嘛堵着门？我还得回去睡觉呢。不行，只要主子不退热，你就得一直守在这儿。男女授受不亲。没事儿，我是女的，你俩坐门口，我去床边陪着主子。你看好他，不能让他跑了。要是让他跑了，就让主子把我打得拄双拐。你们会功夫，你们了不起，要不是怕那小祖宗醒了拆了我的小院子，我非把你们两个不可。鬼差燕我生死簿，蜜蜂华山生死簿。华山，你别说，老张头的药膏还真是好使，这才几天啊，就开始恢复了。这点倒是不可否认，张子时的药确实好用，比起仙丹也不差。外面下雪了，应该是开春前的最后一场雪，要不要出去走走？躺了好几天，骨头都躺僵了，是得起来走走。他要把人约出去，不然在房间里，他身边的侍女就像防贼一样防着他。那你先出去等我吧，我换件衣服。那个，我的好姐姐，你照顾我好几天都没休息好，回房去休息吧。我跟摄政王说点事情。那属下就先回去了，如果有事您就大喊，米蜂属下都听得见。本王长得像流氓？不，你怎么会像流氓呢？就您这长相，多看几眼我都会担心自己变成流氓。王爷是有事想跟我说吧？那个是有一件事，但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那个是有一件事，
但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说来听听，虽然这次没你我也不会有事，但好歹也算借了你的地方养伤，只要不是太过分的，本阁主都答应你。那个，本王想看看你的真容。你想掀我面纱？为什么？本王想确认一件事。行，那你先吧。其实贝寻想的也挺简单，他不知道凤千诀为什么要掀自己面纱，但他能确定他真的是个好人。要知道自己可是跟他有婚约的，给自己的未婚妻保媒烂线，呵呵，真是期待呢。王爷，您是要掀我的面纱，还是要掀我的头盖骨？王爷，您这么紧张，莫不是怕了我？王爷，您是真的要掀了我的头盖骨？那个，本王不会摘。不会摘你早说啊，头发都薅掉好几颗。高兴的是，他果然没猜错，贝寻就是叶芝，而且他们是有婚约的。懊恼的是，他居然让魏泽给自己心心念念的女子相看男人，试图将她嫁出去。完了，王爷是不是很惊喜？放心，虽然我知道你我之间有婚约，但我绝对不会赖上你的。所以，王爷不用再当媒婆，费心费力的想把我嫁出去。等我遇到合心意的人，都不用王爷催，我自己颠颠就嫁了。本王不是那个意思，那时候本王并不知道你就是叶芝。知不知道又如何？反正你我之间的交情只限于王爷和叶芝，跟贝寻没有半点关系。主子，您出来的时候没带暖炉，属下给您送来。你就是故意的。没错，我就是故意的。王爷还有其他的事要忙，就不打扰了。王爷，您怎么自己站在这儿？可让属下好找。何事？王爷，咱们回书房说。您身上都落满血了，回去喝杯热茶，属下慢慢给您讲。这次绝对是个好消息，属下保证。这货能有什么好消息？王爷，您猜属下这几日查到什么了？属下查到，兵部尚书的三公子，他喜欢贝大小姐。这不是除夕宫宴上那兵部尚书家的三公子求娶贝大小姐吗？本来属下以为他只是因着自家的两个妹妹跟贝大小姐交好，才站出来解围的。可没想到属下一查，那兵部尚书的三公子原是真的喜欢贝大小姐。这下可好了，等属下想办法撮合他们两个，等他俩成了，王爷您就不用再担心那贝大小姐知道跟您有婚约后会赖上您了。那兵部尚书的三公子属下已经查过了，人品相当不错，是个可以托付终生的良人。那个王爷您怎么这么看着属下？不许再给贝寻找人家了，本王自有安排。给本王派人暗中盯紧他们两个，如果他们两个一起单独出去，就给本王搅黄。记得找个功夫好的。他特别想走过去摸摸王爷的额头，看看是不是刚才在雪地里冻傻了，不然怎么能莫名其妙的开始说胡话呢？可是王爷，不是您以前说的要给那贝……本王以前什么都没说，你只按本王刚才说的去做就行了。如果让本王知道你将贝寻和那什么三公子给搅和到一起，仔细你的皮！王爷好可怕，不行，一会儿得偷偷去找一下阁主，让他帮忙看看王爷是不是沾染上什么脏东西了。你们两个是不知道啊，刚才我把面纱拿下来的时候，那凤千诀整个人都吓愣了。哎呀，你们没看见真是太可惜了，早知道他是这种反应，我早就把面纱掀了，真是太好玩了。他一直都希望主子不要像夫人那样遇人不淑，所以主子以后要嫁人，一定得是个真心对他好的。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这热闹我还没看够呢。阁主，您在吗？属下找您有事情。阁主，属下有一事相求。进来吧，站那么远说话不累吗？属下在这里说就好。进来吧，主子正好醒着。那个，我想请阁主去看一下我们王爷。凤千菊，他怎么了？王爷他有点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就是属下也说不上来。从刚才回了书房以后，王爷就有些不对劲，所以属下想请您去看看。不对劲去找张子时，我又不会看病。不是看病，是看……既然这样，本阁主就随你去看看，看看你们王爷到底怎么不对劲。那个王爷你们聊，属下先出去了。你找本王有什么事吗？没事啊，是魏泽让我过来看看你的。魏泽怕你被什么东西附体了，特意求了我来看你。那寻儿可看出什么来了？王爷还是叫我叶芝比较好，如果在外面就叫我贝大小姐或者小小姐都行，毕竟咱俩之间充其量只能算朋友而已。至于看出什么那倒是没有，
王爷好得很，我当然看出来了，出来看你的笑话来了，还被什么东西附体，被傻子附体还差不多。既然看完了，王爷也确实没什么事，那我就走了。稍等一下，后日是贝承平发丧的日子，你要不要回去看看？我去。正好，后日本王也要去，不如不了。张子时说后日我差不多就能大好，所以我准备明晚就回镇国公府，到时候我自己去就可以，不用麻烦王爷。自己去领武士军棍。是王爷，但是领军棍之前，您能不能告诉我，阁主跟贝寻不是同一个人？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啊，王爷？如果贝寻就是叶芝，那他肯定知道属下给他相看福家的事情，也知道属下安排人与他巧遇的事情。那又如何？王爷，您心悦阁主，可属下却看上了阁主身边的那个女护卫，这样把事情捅开了，我还怎么追她呀？我要是追她，估计她能一脚把我踹死吧。您心悦阁主，可属下却看上了阁主身边的那个女护卫。什么时候的事？就是赏雪宴，王爷您毒发那晚的事儿。王爷您跟阁主在山洞里待了一夜，属下也跟那女护卫在外面守了一夜。你们两个那天晚上……没有，属下与他之间清清白白，什么都没做，就连话都只说了3句。3句？第1句是王爷您让属下将银票给他，他说知道了。第2句是属下问他和阁主怎么会在这里，他说关你什么事儿。第3句属下刚把嘴张开，还没等说，他说闭嘴。就这3句话。后来你们就一句话都没说，在外面站了一夜？那怎么可能？我不停地跟他说话，只不过他没有理我，没理我就算了，还专挑看不见的地方把我打了一顿。属下自认为功夫不错，但居然没打过他。王爷，您说他是不是很特别？叶芝就是贝寻，他身边的女子应该就是华善，只不过易了容而已。至于他们两个的声音，应该是有什么秘法。行了，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要追人家就自己想办法去追，别在这儿烦本王。王爷，张子时张神医求见，说是要给王爷请个平安脉，报答那日的救命之恩。让他进来吧。王爷，小人来给您请安了，保您有病治病，没病预防。张神医和叶芝是怎么认识的？王爷，我今日本来心情挺好的，这事儿说来话长，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如当初就让那头熊把我吃了，这样我也不会天天被那小祖宗压得死死的。就在我以为自己肯定要当午餐的时候，看见一个一身红衣、戴着面纱的姑娘坐在不远处的树上吃果子。那时候我就觉得她肯定是天神下凡，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结果，后来我才知道，那哪是什么天神下凡啊，那简直就是坐精下凡，是老天爷看我活得太好，派来惩罚我的。我看见他俩坐在树杈上，一边啃果子，一边看向我这边，还不时讨论几句。眼看那棕熊就要来了，我吓得赶紧大喊求他们救救我。可你知道那小祖宗当时说什么吗？他说他就是路过这里，听到有动静，来看看热闹。王爷您听听，他说的这是人话吗？眼看那棕熊就要来了，我吓得赶紧大喊求他们救救我。可你知道那小祖宗当时说什么吗？他说他就是路过这里，听到有动静，来看看热闹。王爷您听听，他说的这是人话吗？当中中毒回京的路上，好像也是因为他来看热闹，才救了自己一命。我当时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赶忙告诉他我是神医，只要能救了我，我这条命就是他的。那小祖宗听到我是神医的时候，眼睛都亮了，抬手就把啃了一半的果子扔到那棕熊头上。王爷，您可能想不到，就那半个果子轻飘飘的砸过去，居然就把那棕熊直接砸死了。您说吓不吓人？确实是挺吓人的。所以啊，后来就算知道那小祖宗是个作精，这1年来我也只敢偶尔小小的反抗一下，并敢真把他惹急了。您是不知道，要真把他惹急了，他能想出100个损点子对付你。就比如说我那小药炉，到现在都还有一股熬粥味道。这种事儿可太多了，多到我都不想说了。算了，咱们还是把买吧。还活着呢，还活着呢，那可是救命之恩呐！王爷，得罪了。那个，对不住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忘记问后日的时辰了。你们继续，我不问了，我这就走。薰儿，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张神医正在给我把脉。我知道，你不用解释，我真的知道的。趴在身上把脉吗？我懂的。王爷已经知道这小祖宗的身份了，所以后日什么时辰？问完我马上走，绝不耽误你们把脉。我的小祖宗哎，您可给我留条命吧，行不行？我正要给王爷看蛊虫呢，不是你想的那样。蛊虫？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
那我也要看。行行行，只要您别再乱说话，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上天都行，好不好？那个，本王自己来。不用全退，只退上衣就行。摄政王的身材倒是不错。这套金针可是我家传世之宝，请出来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用完一次回去还要用药酒泡7天，那药酒可珍贵了，里面尽是些好东西。那你家的传世之宝还挺多的哈，熬药的炉子、怼药的宠子，连装丹药的瓶子都是传世之宝。好家伙，这又出来个金针，老张头，你想碰瓷儿就直说，摄政王有的是银子，你不用这么含蓄，看不起谁呢？魏泽，拿5万两银票给张神医，拿一张1万两的和一张4万两的。是。你们能认识老张头，还是托了我的福。这4万两我就收下了，给老张头1万两银子的辛苦费就行。王爷说那是给我的，那也是我帮你说话，王爷才给的。那可是5万两银子，你要那么多银子不怕被抢吗？想想你家那些流落在外的传世之宝吧，5万两银子都够买你命了。你要不要？你不要，这1万两也没有了。不要，我也没说不要啊。你都有4万两了，能不能要点脸？脸是什么？值钱吗？他体内的蛊虫已经苏醒了，你们尽力压制。我已经用金针堵住了他游走的路线，很快就能看见了。那蛊虫还挺厉害，估计是蛊王，但要把他逼出来，估计还得1炷香的时辰。一会儿如果王爷压不住的话，小祖宗您能不能出手，给王爷输点内力？谁告诉你我有内力的？那么高级的东西，我可没有。神医，你误会阁主了，阁主他是真的没有内力。没有内力？怎么可能？他能把米蜂按地上使劲揍，还能用轻功，怎么可能没有内力？虽然我不懂，但我又不瞎。你不用替他说话，他就是只顾看热闹，见死不救。一个人有没有内力，从脚步和气息上就能分辨出来。阁主他确实没有，至于为什么能揍人能飞，那属下就不知道了。你冤枉本阁主了，本阁主表示内心很受伤。我知道你心里这会儿肯定也是愧疚难当。我这人很好说话的，我听下面人说你最给我准备100粒，10粒装1瓶，我要拿去送人。小祖宗，您知道炼制那丹药要用多少珍贵的药材吗？我不想知道，我就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练好。再说了，你好好的大男人，怎么想起来没事研究女子的东西了？半个月给你。行，成交。我也不白要你的，一会儿我负责揍王爷。阁主，您拿了我那么多丹药，我问个问题，不过分吧？你问。您没有内力是怎么揍人的？能不能教教我？教不了，我确实没有内力，但是我有神力，天生的。反正我说了，你爱信不信。没出息，没出息就没出息，总比没命强。睁开眼睛，我睁着呢。你是认真的吗？接下来怎么做？小祖宗，您能不能把他控制住，就是不让王爷动？那还不好办。魏泽，去拿条铁链过来。去。估计主子长这么大，都没被人这么踹过。你去帮阁主吧，控制住王爷以后，我去帮你们绑。不用他，我自己来，不然一会儿指不定你先救谁。奉天诀，搞定。蛊虫呢？快整出来让我看看。不看热闹，我也是老大。
这就是王爷身体里面的蛊虫。那神医，你快把这蛊虫弄出来啊！我也没说我能弄出来啊。那您这是干什么呢？我就是让你们看看，王爷身体里是真的有蛊虫。我只是现在不能弄出来，又没说以后不能弄出来。人家今天没做准备，只能先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蛊虫，才能回去准备相应的东西。你们两个别这么瞪着我，我害怕。那他怎么办？那还不简单，我把金针拔了就好了。这蛊虫本来也是我强制唤醒的，拔了金针，它自然就会回去睡大觉了。那你还不拔针？看着我得意什么？还是等着我把针都拔了，全扎你身上？女人什么的，真是太可怕了，这么不温柔，以后嫁不出去有你哭的时候。哼，等你成了老姑娘，我就天天去找你，在你旁边喊活该。她可不会嫁不去，王爷排队等着呢。没伤着你吧？辛苦你了，去整理一下。那50军棍暂且免了。属下没事，多谢王爷。不知神医可看见蛊虫了？看见了呀，不止我看见了，他们两个也都看见了。不知神医可看见蛊虫了？看见了呀。那神医能否将蛊虫取出来？不能。说就说嘛，你踩我干什么？你给老娘一次性把话说全。现在取不出来，我要回去准备东西。说清楚，要准备多久？什么时候能把那破虫子取出来？下个月蛊虫苏醒的时候，我来给王爷取蛊虫。本王应该好好谢谢阁主，不如阁主再多留几日，让本王略表心意。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出药出力取蛊虫的人是我，求求你俩可做个人吧！不用了，我明晚回去。至于老张头的事，你不用放在心上。下个月15我会把他带过来的。好，那就有劳贝姑娘了。神医嘛，就是用来救人的，不然他还有什么用？当初那头棕熊呢？你出来，快出来！我不想待在这里了，太欺负人了。把张子时扔回他的小院子，抓紧准备给凤千羽取蛊虫的药材。张神医，那就麻烦你了。哦，对了，你可别想着跑，以主子的能耐，估计你前脚背着包袱踏出小院的门，他后脚就能把你堵住。我好歹是个神医，你将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当初说了，只要你们救了我，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人了，我怎么会逃跑？再说了，那小祖宗拿了我那么多丹药，我怎么也得找机会收点利息回来。还有，你帮我回去提醒米峰，让他别忘了答应送我的一车药材，我明日就要。没想到，那3个人里居然还有一个是有良心的。那个张神医，主子说了，你那套金针他看着挺好玩的，让你给他打一套，半个月后他来拿美颜丹的时候一起拿走。他还让不让人活了啊？打针针可是要金子的，他倒是给我金子啊！不给我金子，我拿命打呀！张子时除了是神医，还做的一手精细活，那套金针就是他自己打的。外祖母，我昨晚就回来了，怕打扰您休息，所以今日才来给您请安。身子都养好了？养好了，劳外祖母挂心了。对了，外祖母，一会儿寻要出去一趟。去吧，好歹也是你父亲，送他最后一程，也当全了孝道。记得换件素色衣衫。主子，我发现一直盯着咱们的那个暗卫不见了。我也发现了，估计是外祖母察觉到了什么，把人撤回去了吧。这样也好，也不能每次都给药。那个主子，您是不是回去换穿素色的衣裳？不用，大好的日子穿那么素干什么？这一会儿真不会被人打出来吗？小小姐，摄政王府的马车在前面。小小姐，我们王爷在马车上等着您，邀您一同前去，说是怕有人为难您。王爷说这是还一些您让他遇见神医的恩情，让您不用有心理负担。阁主就是阁主，亲爹发丧居然穿红衣，真牛。华善，坐后面。这2天他已经想得很明白了，要想追华善，就一定要把贝寻那个小祖宗伺候好。等贝寻当了王妃，住进众摄政王府，还怕自己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阁主果然是第一次觉得自己词穷。不会夸就别硬夸了。再说了，这不是有王爷保护我吗？我怕什么？放心，本王定会护好你。南靖国没有披麻戴孝的讲究，所以他今日穿了一身素白色衣裙，配上那楚楚可怜、要哭不哭的脸，还真有种绿茶的感觉。哪来的妖魔鬼怪，还不赶紧闪开！王爷，辛苦您来为家父。贝小姐，贝小姐，贝寻，你来干什么？居然还穿着一身红衣！娘娘，你快来呀，看看贝寻，他竟然……闭嘴！
但他把这一切归结于自己2次救了他，于是贝寻高兴了。狐假虎威的感觉可真是太好了。不是2次，是3次，还有中毒那次，但是本王不能说。狐假虎威的感觉可真是太好了，所以以至于凤千诀一直牵着他的手往里走，始终没松开，他都不那么介意。张子时的药膏真好，才7日，皮肤上烧僵的地方就都变得白白嫩嫩。摄政王到！贝寻，承平好歹是你父亲，今日你父亲发丧，你居然穿着一身红衣，你到底有没有心？贝太傅好歹也是帝师，见到本王不行礼不说，居然还在本王面前大声呵斥，看来贝太傅真的是老了。臣等见过摄政王。他们这是不是连我也一起跪了？好像感觉还不错的样子。作为灵魂，贝太傅跪一跪他不吃亏，但这具身体他怕遭雷劈。好像知道以后该怎么引诱他了。都起来吧，本王今日是带皇上来太傅府看看有什么需要。王爷，老臣方才失态了，还请王爷宽恕。但今日是老臣儿子发丧的日子，这贝寻却穿着一身红衣前来，想必也不是真心，而是来给我太傅府胆难看的。我怎么不是真心的？我可太真心了，我是真心前来祝贺的。太傅莫不是老糊涂了？王法还能管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参加丧礼不成？再说了，王法这不在这儿站着呢吗？王爷，我说的对吗？玄儿说的对。好了，别在这儿耽误时辰，本王一会儿还有其他的事。我的亲爹啊，你就安心的去吧，不去也没办法，不是？哦，不对，你已经去不了地府。要不是你玩命撞我，说不定下辈子还能投个畜生道呢。魂飞魄散了吧？这都是报应啊，该呀，活大该呀。虽然没人听懂贝寻的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看热闹。王爷，情敌来了。本王不详，用你说。王爷，您刚才不是说还有事吗？那您就先回去吧，我跟朋友聊聊天。那本王就先回去了。可不是不对劲吗？这叫情敌见面，分外眼红。走吧，出去说话。寻儿，你还好吗？你们不用担心我，我现在心情很好。如果没有前几天的天雷，心情就更好了。他们是跟着爹娘来吊唁的，听见贝寻来了，急忙找过来，想看看他好不好。倒是说那个寻儿，小姐，大小姐，请您等一等。怎么了？还好您没走。那个，今日大老爷出丧安葬，按照习俗，您停。如果是福官，我怕我想起我娘，一时忍不住再把棺材立板掀了，让贝梦香扶去吧。想必她很愿意在这个时候当嫡女。如果是哭丧，那就更不行了。你们不怕我哭不出来，我还怕自己会笑出声呢。所以你们找别人去吧，当我不存在就行。我今日来上香是为了有个了断，也省得之后落人口舌，给镇国公府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你们可别想多了，会错了意。行了，谁让你来的，就这么去回就行。我走了。玄儿，我想跟你说，那日小小姐不好了。你跑这么快干什么？找我有事吗？有事，关系到我狗命和下半辈子幸福的大事。王爷有些不舒服，想请小姐去看看，万一小姐也能。王爷在哪儿？就在外面的马车上，我带您过去。今日怕是不行了，明日一起出来喝茶哈。贝寻觅。王爷，您这是活不起了？玄儿，本王确实有些不舒服。本王方才只是突然觉得气血泛滥，让魏泽将你请来，麻烦你了。王爷并没有要变身的迹象，要不明日我把张子时抓来给您瞧瞧。那倒不必那么麻烦，怎么好意思总是麻烦张神医？不好意思麻烦老张头，好意思麻烦我？我比张子时还不值钱，这家伙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我的好王爷啊，您可坚持的时间长一些啊！我觉得华善马上就要被我感动了。你放屁！王爷，您把我叫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是有点事，不过本王也真是身体不舒服。什么事儿？那个，本王觉得你还是跟其他男子保持一些距离比较好，毕竟不知根不知底的，对你的名声也不好。王爷这话我就不太明白了。当初让魏泽给我找福家，恨不得我赶紧嫁出去当媒婆的是您，现在在众目睽睽之下牵着我的手，后来又让人把我叫走的还是您，难道您不是男人？本王，行了，别本王了，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以后我的事还请王爷别再操心。我觉得在摄政王府的时候，咱们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遇到合适的人我自然会嫁。
就算我这辈子都不嫁，也绝不会赖着您不放。还有那个婚约，只是伯母和我母亲之间的玩笑话，毕竟那时候我还没出生，所以王爷不用对我负什么责任，也不必把婚约的事放在心上。至于你我之间，也只是叶芝和王爷之间的互相帮助，别的什么事儿都没有。等张子时给您把蛊虫取出来之后，不管是叶芝还是备询，都尽量不会再出现在您面前，省得碍您的眼。本王不是那个意思，本王只是……王爷，您这也不中用啊！还不走？要不你坐进来，本王来赶马车。哎，马上就走，马上就走。这肯定是把人家惹急了。这些日子我还是少往跟前凑吧。凤千姐好像有点什么大病。当初给我当媒婆，找那么多人让我偶遇的事儿，我还没说她，现在只不过说过几句话就想管我的闲事了，居然跟我说让我离别的男人远点，对我名声不好。可放他的屁去吧，我又不会赖着他非他破不嫁，名声好不好关他什么事儿？真是嫌吃萝卜淡操心。主子，您说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可是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摄政王不想您跟别的男子接触，是因为看上您了？主子，您说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可是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摄政王不想您跟别的男子接触，是因为看上您了？主子，您在外面好歹注意点形象。好，我注意点，我注意点。可是华善，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呢？你说的这种可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首先，他不会看上我的，不然怎么会给我保媒拉线，巴不得我赶紧嫁出去？这说不通。第二，我是不会嫁给他的。为什么呢？论长相，摄政王万中无一；论武功，米峰都被他踹瘸了。至于权力，宁莹要是嫁过去，就是摄政王妃。摄政王妃？那我要是嫁给小皇上，我还是皇后了呢。至于为什么不会嫁给他，很简单啊，他那么嫌弃我，我为什么还要上赶着他？再说了，我又不是贝梦香，我又不喜欢他。不，本王觉得，本王还可以再挺一挺。今日是初七。我怎么感觉要不要回去告诉大人一声？应该不用吧？我想大人这会儿已经找地方藏起来了，万一大人忙忘了呢？你是傻子是不是？你生前是不是笨死的？你这会儿要去告诉大人什么？告诉大人小祖宗今晚要回去霍霍了，当着大人的面说小祖宗坏话，你不想当活了？可是大人平日里也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大人能说，但是咱们不能说，不然大人会不高兴的。这就叫只许哪儿放火，不让谁点灯。原来是这样，还是你有文化，那我听你的。主子平日里可是个夜猫子，不说出去溜达吧，但也绝对不会这么早就休息。就算偶尔早睡，也从没早过。难不成上次被雷劈留下了什么后遗症？不行，他得给米峰发消息，让他明日一早就把张子时拎过来，给主子看看。那么大的无城阁，你们就不能用马车来接我？能不能别每次都用拎的？控告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大人，您觉得咱俩藏在这里，真的不会被找到吗？不会。为什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如果被找到了呢？没有如果。珣儿回来了吗？还没有。咦，奇怪了，这都过了子时了，他每个月不都是准时准点的吗？这个月怎么回事？不会是被雷劈出事儿了吧？那倒是不会，只不过我昨日在他的神识中动了一点小小的手脚而已，就是让他神识回来的时候必须是睡着的状态。以往他回来只要神识出来，肉身自动进入睡眠，但这次有这么好的办法，你以前怎么不用？不能每次都用，对他身体不好。这次是没办法，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为他扛了天雷的事。那咱俩还藏在这里干什么？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会生效。呵呵，欺负我打不过你是吧？也没事啊，这是为什么？被劈出毛病了？我操，终于出来了！哈哈，我回来啦！天亮了，终于逃过一劫。主子，您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哪儿都不舒服，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呢？我去叫张子时。又拎，他这是被鬼附身了？哪个鬼疯了？敢附小祖宗的身？老张头，你怎么在这儿？丹药和金针做好了？我在把脉，别说话。
主子到底怎么样了？你这表情怎么回事？脸抽风了？是前些日子的伤才刚好，所以有些虚弱。你们上次不是抢的是顺了，也不是送给了你们那么多丹药吗？你去里面找归神丹，给他吃了，好好睡一觉就行了。就这点小事儿，随便一个府医都能开方子，还至于你们大半夜把我拎过来？真是大材小用。主子的事没小事。对，华善姑娘，您说的对，小祖宗的事儿没小事。以后小祖宗有个头疼脑热的，欢迎你们随时来拎我。多过下次米风能让我穿上没人看见，不然我的清白都被你玷污了。清白？你有什么清白？一个大男人要清白，你恶不恶心？主子要休息了，你俩要是想吵架，就回真香阁吵。走走走，跟我去真香阁，你给我解释解释男人的清白到底是什么？不，我要回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你家。我不啊，飞低一点，前几日不依你就好了，就该让你一直瘸着。放心，我真的没事，可能是被批后遗症。昨晚我本想早早睡，可能是因为心里有事，所以失眠了。难道是因为摄政王主子失眠了？难道主子心里有摄政王？我心里有狗屁。谁？别，华善，是我要为责。我管你为什么责，你吓着我主子了。阁主，王爷的蛊虫开始发作了。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别总用这个当借口诓骗我。诓骗您？我哪敢啊！我真的没有。如果我用这件事骗过您，那就让我……哎，说啊，怎么不说了？如果用这件事骗我，就怎么样？被暗杀，出门被马车撞，还是一辈子娶不到媳妇儿？不，这个不行。哪个不行？娶不到媳妇儿这个肯定不行，一定要娶华善，大不了自己的小金库全给他就是了。阁主，这次您真的相信属下？王爷真的提前发作了，现在府中的人已经要控制不住了，属下这才自作主张来求阁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凤千雀今年已经20了吧？是，王爷今年刚刚20，是到了娶妻的年龄了。谁问你他是不是该娶妻了？我是说，蛊虫都已经发作了20年，前面20年你们都是怎么控制的，就还怎么控制呗。怎么现在一遇到我就控制不住了？属下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前王爷发作的时候，属下帮着用内力压制住就可以。可自从王爷今年的生辰过了之后，便越发严重起来，甚至会提前。阁主，求您去看看吧，就这一次，反正下个月蛊虫就要被取出来了，不是吗？阁主，要是今夜王爷真的死了，下个月您就看不见蛊虫长什么样子了。你先回去吧，主子换了衣服就去。阁主英明，阁主最好了。赌对了。主子，您真的要去吗？去。为什么不去？魏泽说的对，要是万一凤千君真死了，下个月我就看不见蛊虫了。果然出事了。哎，华善，你还别说，这摄政王府里的侍卫武功还挺凑合的哈。这也不知道是谁派来的黑衣人，这么半天都没攻到门口，还在院子里转悠呢，真是一群废物。这要是在无城阁，连扫地的资格都没有。还是咱们无城阁好。要不要属下过去帮忙？不用，他又没给银子，咱们先坐这儿看会儿热闹，只要人不死就行。阁主救命啊！喊什么喊？我是你家侍卫吗？你让我救人我就救人。无城阁的规矩懂不懂？无城阁的阁主叶芝，赶紧攻进去杀了凤千绝，不然等他出手，咱们都得死。10万两，10万两银子够不够？10万两够不够？这里一共还有13个黑衣人，这种级别的无城阁的标价是1万两银子一个，所以不够，还差3万两。我无城阁可不做亏本的买卖。行，13万就13万，求阁主出手。就这种战力，哪用得着我出手？华山，你去吧，记得收银子，13万药全是你的，当我给你存的嫁妆了。原来赏雪宴那日他在山洞里揍自己还是留了手的，不然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子。她杀人的样子真是太好看了，虽然易了容，那也好看，真是喜欢死了。你要是再站在那儿喜欢死了，本王离死也就不远了。记得把银票给华善，1两银子都不许少。啊！我可去你的吧！什么鬼样子，吓老娘一跳！不，我们鬼可比他现在的样子强多了。这小主宗好像特别喜欢踹人。不，主子只是嫌身手太冷了，等天暖和的时候也是会抽人的，还不快拿铁链去！傻站这儿等着下一波黑衣人来吗？麻烦阁主了。记得一会儿的黑衣人2万两银子一个，这波可比地上躺着的那些废物强那么一点，碍手碍脚的。啊，阁主的话是什么意思？主子的听觉和视力很好，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啊！可是2万两银子也太贵了吧？这得好多人朝王府来了。根据轻功等级判断，确实比地上躺着的强了不少。
全体戒备，保护王爷。怎么回事？华善，我的姑奶奶耶！您别站那儿了，快来帮忙行不行？10个黑衣人，一共20万，加上刚才的13万两，一共33万两。行，33万两，我知道了，一会儿就给你，保证1两银子都不会少。现在不觉得2万两银子一个人贵了？不贵，一点都不贵。这么快，1半黑衣人都倒了，太慢了。看来我最近懈怠了，不然这会儿应该全死了才对。倒也不必那么严苛吧。我检查，我来就行，你快去歇着吧。我不信你，万一你觉得太贵了，最后说有几个没死，我上哪儿说理去？我像个骗子吗？王爷怎么样了？已经绑好扔床上了，这次确实比上次发作的厉害。下个月还是赶紧老张头把蛊虫拿出来吧。阁主，33万两，您收好。本王还在这儿躺着呢，你瞎呀？你看不见啊？拿着，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后面还有。王爷，人家都有嫁妆，您什么时候能给属下点老婆本？就你这样的，本王祝你一辈子打光棍。主子，您的手怎么流血了？是牙印，可不就是牙印吗？那个凤千诀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疯狗似的追着我也就算了，他好像就跟有目标似的，就想拽我的左胳膊。然后我这不是怕弄脏衣裙吗？一个没注意，他居然咬了我一口，真特么疼死我了！要不是我反应快，非被他咬掉一块肉不可。不行，华善，咱俩赶紧走，我得去找老张头，让他给我好好瞧瞧，万一留个疤，我可真是要恶心死了。你们王爷确实是犯病了，不是故意占我便宜。王爷是真的犯病了，如果这次我说谎，就让我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儿。那行吧，我走了。哦，对了，你记得明天给他吃点鸡爪子、猪蹄儿什么的，别总想着啃别人的手，这都是什么臭毛病？找张子时去。去，完了，那小祖宗切要来了！张神医，你在哪儿？是华善的声音，难道这次猜错了？老头，你快出来呀！我被狗咬了，疼死了！快进来，让老夫看看。小祖宗，你确定这是狗咬的？那狗是不是长得跟人差不多？你到底能不能行？我都快疼死了！能，不管是狗咬的，还是像人的狗咬的，都能医。可要真把这小宗疼急眼了，他指不定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华善，等回去你跟米峰说一声，让他查一下今晚的黑衣人都是哪儿来的。主子啊，您是不是担心摄政王？我担心他？可快拉倒吧！我是担心他就这么死了，下个月我就看不到蛊虫了。等老张一头把蛊虫拿出来，我管他去死！还有，主子呢？我听说主子流着血到老张头这儿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一个踹我小院的门，一个踹我房门，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修门很累的？主子您没关系，就算手指没了，你也依旧是最好看的。放心，不管是谁，属下一定会给您报仇。敢伤我主子，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不行。还有，您以后要是因为没了手指嫁不出去，那我就委屈点娶了您。老张老头，我只是被咬了一口，你至于给我缠成这样吗？我怀疑你这是在报复。我可没有报复你，我只是怕伤口沾染了什么脏东西，毕竟咬得太深了。这是被咬的？主子你告诉我，是被哪条狗咬的？在哪儿被咬了？长什么样子？看我不把它找出来，打断它的狗腿！在摄政王府被咬的那条狗叫凤千具。咬人的竟然会是摄政王！我今晚去摄政王府，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哦，您说今夜摄政王府的黑衣人啊，我知道，是2王爷南宫恒和3王爷南宫同干的。他们2个串通起来了？那倒没有，他们不知从哪儿知道摄政王有病这回事，又知道正好是今夜犯病，就不约而同的派人去刺杀。应该王府里有他们的眼线。他们2个串通起来了？那倒没有，他们不知从哪儿知道摄政王有病这回事，又知道正好是今夜犯病，就不约而同的派人去刺杀。应该王府里有他们的眼线。他们怕被认出来，不敢用自己的人，都是临时找的杀手，所以都是些不入流的东西。只要凤千诀死了，宫里那小皇帝的皇位自然就坐不。有眼线这种事很平常。说到这儿，还有一件事。属下收到消息，2王爷自上次找了媒人给您说媒被拒绝以后，并没有死心，所以主子近些日子还是小心些，属下也会继续打探的。那就让他来吧，最后指不定谁倒霉呢。你们3个要聊天，能不能回真香园或者千一肥去聊？我困了，要睡觉。那我们先走了。那个小祖宗，记得不能碰水，明天来换药，连着换3天。老张头，我告诉你，要是我手上留下一个疤，我就把你那个祖传的宝贝小药炉给砸了。还有你那些传世的什么锅碗瓢盆，一个都别想剩下。我保证，要是留下一个牙印，我自己亲自砸。所以您快走吧。主子，你们2个先回去吧，属下还有些事情。随他去吧。王爷，这都是昨日阁主离开前让属下给您准备的。他说什么？阁主的原话是：你记得明天给他吃点鸡爪子、猪蹄儿什么的，别总想着啃别人的手，这都是什么臭毛病？什么叫啃别人的手？本王啃谁的手了？阁主的。本王真的啃了他的手。
是咬了一口，属下看着肉都翻起来了。你确定本王是咬了玄儿的手，不是你的手？属下非常确定，您咬的就是阁主的手。至于属下的手，天还没亮的时候，属下正派人查府中的眼线，正忙着，就看见米峰突然从墙头翻了进来。你也知道，米峰是江湖第一杀手，属下根本就打不过他。你能打得过谁？这话说的属实有些扎心了。其实魏泽的功夫还是很好的，不然也不可能一下拦住那么多米黑衣人。虽然打不过别人，但你在其他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王爷觉得属下有什么可取之处？属下一定继续努力。蠢，我当我自己没问，我也当您没说。继续往下说。那米峰来过王府，直冲着您的房间就冲了过去。属下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就紧紧跟在他身后。属下想着他是阁主的人，肯定不会有什么坏心。可是属下错了。那米峰打开房间的门，见王爷正在床上昏迷着，不知道为什么就站在门口不动了。就在这时候，属下突然听见他嘀咕了一句：“不能趁人之危，毕竟打不过什么的。”然后他回头看着属下，让属下把手伸出来。属下本以为是阁主或者神医让他来送药的，结果属下刚把手伸出来，他拽过属下的手，狠狠咬了一口，肉都差点没给咬下来。咬完之后还吐了好几次葵，跟真是便宜你们了。然后属下头也不回的走了。属下的手，这是什么人啊？这是？这米峰是给他主子报仇来了，不想趁人之危。又怕自己突然醒了打不过自己，所以就咬了魏泽一口。说到底也是因为自己。既然你是替本王受过，被咬了一口，那就去账房领1万两银子，当本王给你的安慰。蜜蜂，你在哪儿？快出来！我突然觉得自己还能多被咬几口。捡钱啦，这么高兴？这货是来跟您邀功来了。邀功？你干什么了？给吴成阁揽着大生意了，挣一次能吃10年那种。那算什么呀？我干的事儿可比那痛快多了。他到底干什么了？他咬人去了。你咬谁去了？你不会咬凤千诀去了吧？去了，但是没咬着。毕竟他当时昏迷着，我可不能占他便宜。以后让他说咱们吴成阁没规矩。那就好。我把魏泽给咬了。你说什么？你把谁给咬了？我把魏泽给咬了，就一直跟在凤千诀身边的那个，他主子把您给咬了。我不能咬他主子，我就咬他，狠狠地咬了一口，连位置都一模一样。您这是？你没跟我开玩笑？当然没有。昨晚我越想越生气，所以从老张头那儿出来以后，就直接去了摄政王府。本来是想咬凤千月的，但是咬了魏泽也差不多，反正咬回去了。干得漂亮！就算你不去咬回来，我也准备找个机会咬回来的，不能白挨一口。咱们吴成阁没那逆来顺受的规矩。华善，去给米峰拿5万两银子当做奖励。是。5万两？我一个挨咬的，他一个咬人的，得了5万两。主子，属下得到了3个消息。来，一边吃一边说。第一个，二王爷准备在明晚引起骚乱，然后绑架您，将您那个啥，然后逼您嫁给他。只要您嫁给他，就能得到镇国公府的支持。要知道，您大舅手中是有兵权。明日。主子，明日是正月15，林家小姐约了您一起看花灯。想靠女人上位，她这是要走贝城平的小路了。哼，本阁主最近闲得无聊，正好陪她玩玩。第二件事，有2拨人暗中在2王陆专和3王爷请了人，出手时间定在下个月15，2拨的人不少于数十人。这次又是不约而同。是，虽说是没有商量过，但这2个王爷应该都知道对方要干的事，所以才会在前后时间一同找上万无山庄，心照不宣而已。他们应该是对摄政王出手，毕竟这么多年，凤千玉每月15犯病的消息，不会一点都没有传出去。真是烦人，当个摄政王真是麻烦，还不如就当个将军呢。这件事让我再想想，毕竟咱们跟凤千诀没那么熟，我只是想看个蛊虫而已。再说了，虽说咱们跟万无山庄早晚要对上，可现在不是还没撕破脸吗？第3件事呢？主子，第3件事多少跟您有点关系。跟我有关系？就是您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贝梦香。她又出什么幺蛾子了？还是又上哪儿丢人现眼去了？都不是，这次她可是悄悄干了件不是人的大事，要不是人病得快死了，这件事还没人知道呢。她干了什么？主子，你们还记不记得贝梦香在大街上拦摄政王马车的事？我记得当时让你派人看着一点，有个穿黄衣的女子，难道？主子想的没错，就是那黄衣女子出了事。我不是让你派人看着了吗？怎么还会出事？摄政王为了保护小皇上，把皇宫守得跟铁桶一样。咱们的人好不容易混进去，但也只能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事情就发生在大年30的宫宴那天，就是主子您被雷劈那天。说事儿就说事儿，别总提我被雷劈，丢人。那日宫宴主子不是先走了吗？摄政王见您走了，紧接着就跟出宫了，所以后面的事儿属下也是近日才知道。那黄衣女子是兵部左侍郎曹固的独女曹韵，随父母一起进宫参加宫宴，就在出宫的时候出了事。要说这贝梦香也着实有些本事，她邀着曹韵一同去如厕，曹韵不好拒绝，就只能一起去。贝梦香不知道怎么打晕了丫鬟，把曹韵给迷晕了，然后等曹家姑娘醒来的时候，已经衣衫不整的躺在花园中的假山后面。不知是谁所为，只能偷偷叫了一个路过的宫女帮她去传信。当时正在找女儿的曹固为了自家女人的名声着想，只能先将人带回家，并说是女儿迷路了，没有声张。当时正在找女儿的曹固为了自家女人的名声着想，只能先将人带回家，
并说是女儿迷路了，没有声张。因为当时很多大臣已经出了宫，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再加上三国使臣和贝承平的死，这件事就更没人注意了。属下之所以知道，还是因为派去盯着漕运的人来禀告，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出府了，而且左侍郎的夫人还悄悄出京去附近的城镇请了弩郎中。属下这才派人去详查，还因为这件事暴露了一个暗桩。查到是谁干的了？查到了，那也玷污曹家小姐的人是三王爷南宫同的人。三王爷本想拉拢兵部尚书林家，但林尚书为人圆滑，就跟应付二王爷一样，嘴上说着行行行，到事上就装傻，所以他就把主意打到了兵部左侍郎曹固身上。那曹固也是，真跟他名字一样是个固执。年前的时候，三王爷派人送了礼物到曹固府上，并隐晦说明了来意，可没想到曹固竟然当场就把礼物摔到了地上，并告诉来人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三王爷这等人为伍，让他死了这条心。这件事让本就小心眼的三王爷记在了心上，所以在知道贝梦香想对付漕运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找人联系了他。听暗哨说，是贝梦香主动提出要找个染病的人，所以漕运现在的情况并不怎么好。至于那男子，在事成之后就被三王爷秘密处死了，而贝梦香那个傻子，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跟他联系的。我原本以为贝梦香只是耍些小把戏，比如推个人冤枉谁之类的，没想到他居然这么狠毒。既然两个人都狠毒到一块儿了，那就不如让他们凑成一对，到时候也好收拾。至于漕运，一会儿我正好要去张子时那儿换药，我问问他。你笑什么？这几件事里有一件是好笑的吗？我不是笑这个，我是笑主子要把贝梦香嫁给三王爷这件事。这有什么好笑的？主子，三王爷他有隐疾，展开仔细说说。主子您可知道，二王爷和三王爷两人比凤千约还大一些，可至今都没有娶妻。二王爷是觉得自己还有可能坐上那个位置，所以想娶个对自己有助力的妻子。但三王爷就不同了，他是真的不想娶女子。不想娶女子，那他想娶谁？难道还想娶个神仙不成？不想娶女子，那自然是想娶男子了。你的意思是三王爷他喜欢男人？你的意思是三王爷他喜欢男人？怪不得二王爷只想着求娶林家姐妹和我，但三王爷却从没想过。确实是这样，所以三王爷在朝中的势力跟二王爷比起来差了那么一点点。太好了，我决定了，蜜蜂，你想办法好好撮合一下贝梦香和三王爷，不惜任何代价，但千万别把人给玩死了，我还得留着看热闹呢。贝梦香应该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况且一个庶女能嫁给三王爷，也属实是她高攀了。每次都这样。你别告诉我你家王爷又犯病了。没有，这次是有其他事。阁主，今天是正月15，我家王爷想晚上邀您一起出去用晚膳看花灯。我家王爷说了，误伤了您很抱歉，见了您他定会给您赔罪的。赔罪就不用了，毕竟已经咬回来了不是吗？扯平了。还有晚膳和花灯就算了吧，我已经答应了要跟林家姐妹俩一起去。林家姐妹那还了得，有林家姐妹和贝寻在的地方，肯定少不了那林安叔。王爷，大事不好啊！贝寻喜欢热闹，这会儿正在府中忙得焦头烂额，就为了能把晚上的时间空出来陪他去看花灯，他此时也挺后悔。其实当初从边境回来的时候，他是准备依照母亲定下的婚约，先跟贝寻培养感情，然后再把人娶回来的。可是在回来的路上碰上夜之后，那道红色的身影便再也出不了他的心。他不是个犹豫不决拖年带水的人，也深知一个女人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是多残忍的事，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把贝寻当成妹妹一样护着，给他选个良人，还得让他看对眼，不然以他现在的权势，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把贝寻嫁出去。可他万万没想到，贝寻居然就是叶芝，这下可真是自己挖坑埋自己，蠢到家了。凤千诀一边复盘，一边忙着安排后面的事，等着魏泽回来告诉他时辰。王爷，阁主他拒绝了。拒绝了也没关系，偶遇不就行了？他爹说过，烈女怕缠郎。当初他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跟爹一样，结果，确定是亲生的没错。刚才米峰派人送来消息，今晚让他在百味居等着看热闹。贝寻跟林家姐妹约在真香阁碰头。林家那姐妹俩也没说林安叔也会来啊。哎，算了，就当多了个帮忙拿东西的人也不错。王爷，您快来吧，您干什么去了？照他们这种逛法，再多来几次，别说您未来的媳妇儿没了，就是属下未来的媳妇儿都要没了。花扇姐姐，我来帮您拿，您只管跟小姐和公子好好逛，这种力气活还是让我来就好。谢谢你，拿着吃吧。谢谢花扇姐姐，谢谢花扇姐姐。要不是自己受过训练，有良好的自制力，这会儿怕是已经冲出去咬人了。花扇姐姐，您平时都喜欢吃什么呀？随便。他居然还敢搭话！
大小姐出来的时候特意吩咐了，要有眼力劲儿，帮自家公子追媳妇儿。主子小心！主子，咱们还是先去旁边避一下吧。虎啸。快跟我来！又是冲他来的。他们没收到主子动手的消息，现在人又多，贸然出手很可能伤及百姓。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护着离老虎最近的百姓往后撤。我已经定好了位置，你们去3楼的包间等着，千万别下来。雪儿，你也别去，外面太危险了。如果你一定要去，我们3人跟你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放心吧，你们忘了，那些老虎可是很怕我的，所以我不会有事。你们就在这儿等着，等我回来一起喝茶吃饭。为什么要把侍卫撵到1楼？房内只留我一人。多谢壮士相救，要不是你们，我们怕是要被砸成肉饼了。不用那么客气，本来也是我们主子把他弄下来的。踩得好，使劲踩，最好把他的黑心烂肺全踩碎。该处理老虎了。快走快走，不要停留！还好没有受伤，不然王爷一定会扒了自己的皮。他们没有被送回南疆吗？没有，因为宫宴上的事本来是要送回去的，可南疆使臣要出了正月才走。如果先把老虎送走，他们会上处法交代，所以才把这2只老虎一同留在驿站，等出了正月，随他们一起回去。本来没什么事，可不知道为什么这2只老虎突然出现在这里。南疆使臣呢？属下已经派人去驿站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一会儿就到。你们放开我！你们好大的胆子！我可是南疆使臣，你们居然敢像押犯人一样押我！我要去告诉你们摄政王，让他砍了你们的脑袋！你要告诉本王何事？算了，你也别告诉本王是什么事。本王倒是想先问问这2只老虎是怎么回事。这2只老虎怎么在这里？你在问本王？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这2只老虎怎么会在这里，他们明明在驿站的。而且为了防止再发生宫宴上的事，我已经命人把他们关进铁笼子里了，是绝对不可能出来的。你管这叫绝对不可能出来？叫这2只老虎停下来。我指挥不了他们啊。他可以，上次在宫宴上就是他让老虎停下来的，那老虎能听懂他的话，让他来。主子，我去一下。我的胳膊！王爷，如果南疆使臣死在这里，可会有麻烦？麻烦肯定会有，但本王能解决。那就好。华善，老虎饿了。其实刚才看见那么多孩子受伤，他就想这么干。你要干什么？放开我！不要，不可以！你们怎么敢？我要是死在你们南晋国，我们王上是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要怪就只能怪你找错了合伙人，你这会儿都要死了，可见你的合伙人来救你了。哦，忘了告诉你了，这会儿估计他已经被踩得自身难保了，还哪里关得了你的死？也不知道你身上的肉够那2只老虎吃几口的，毕竟个子这么矮，估计也不够吃。凑合着吧，总比饿肚子强。你这个妖女，你……虽然知道他可能不害怕，但是万一呢？虽然知道他可能不害怕，但是万一呢？听着凤千具有力的心跳，贝寻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好像也不是那么差劲。
但也仅仅是不差几而已。表示自己学会了，呜呜，求抱抱。吃完了没？吃完了就放开我，要憋死。吃完了，恨不得再把人重新搂进怀里。这些人，摄政王妃也是可以随意调动的。无城阁的人也行。你能不能不说话？不行，你还在考察期。你们两个要想吃人，也得滚回你们南疆去吃。我们南晋国的人，你们要是敢咬一口，我就把你们两个的皮剥了做大螃。我操，怎么又是这个小祖宗？我的箱子呢？我要我的箱子！这两只要怎么办？杀了还是送回去？刚才华善跟我说，这两只老虎是南疆使臣和二王爷达成了什么交易才被放出来的，而且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为了要，不然他们是不会出来伤人的。本王觉得刚才玄儿说的对，应该把他们送回去，吃南疆的人。魏泽，你去安排，将这两只老虎秘密送去边境的南疆军中。记得喂药。走了，去百味居。他可没忘了米峰说今晚让他在百味居等着看热闹。玄儿，你要回府吗？不呀，邻家姐妹还在百味居等我。虽然灯是看不了了，可喝喝茶聊聊天还是可以的。现在外面还比较乱，不如本王送你回府如何？不必了，我没有失约的习惯。摄政王要不要一起去？但南疆使臣刚刚死在这里，自己必须尽快处理此事。本王就不去了，要不本王派几个护卫给你吧。那几个护卫能打得过华善吗？好了好了，知道你有事儿，我就不在这耽误你时间了。穿着，这会儿还冷，别着凉，一件披风而已，不必跟本王算得这么清楚。那行吧，就听你的，等下次见面还给你。总觉得要有事情发生，但他此时最重要的是先处理好这两只老虎和南疆使臣的事，把这里清理干净。等贝寻带着华善回百味居的时候，米峰说的热闹都已经进行一半了。没受伤吧？还好没事。希望还来得及看热闹，喝口茶暖暖。寻儿，你知道吗？你刚刚可是错过了一场大戏呢。我跟你说啊，诶，你身上这披风是谁的？好像是个男子的。哦，这个呀，刚才路上遇着摄政王了，他见我穿的少，好心把披风借给我了。哦，摄政王的披风，那岂是谁都能穿的？他们可是听说了，当初贝梦香只是搭乘了一下摄政王的马车，还是坐在外面，最后那马车就被劈了烧火了。更何况是披风这种东西，怎么会见谁穿的少就随意借人？那会儿我们刚进来，身后三王爷和一个侍卫紧跟着也走了进来，旁边还跟着一个男子。不久之后，贝梦香也进来了，不过只有她自己，看样子应该是跟丫鬟走丢了，暂时来躲避的。后面进来的人越来越多，还好寻儿你提前订了包间，我们才不至于在一楼挤着。当时一楼的人特别多，有人认出了三王爷，为了巴结，特意把自己的包间让了出来。事情就是这时候发生的嘛。只梦香不知道跟掌柜的舒婷摇头，说真的没有包间了。那贝梦香不管不顾的就要往楼上闯，结果跟要上楼的三王爷撞了个满回。寻儿，你知道吗？那三王爷其实是个好男色的。说来我还真是挺好奇的，男子和男子之间怎么可能有那种感情呢？寻儿，你说。然而你是女子，这种话不合适。三哥，我又没去外面说，寻儿是自己人，说说又没关系。再说了，我又没说你，你脸红个什么？我们都知道你喜欢的是女子，不会误会你的。哎，让我三哥一打岔，我说到哪来着？说到三王爷跟贝梦香撞到一起。对，那三王爷不是好男色吗？其实很多大臣都知道的，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两人撞到一起后，没想到三王爷突然就像狗见了骨头一样，不停地盯着贝梦香看，然后一把把人抱了起来，进了楼上的包间，还把那个男子撵走，让侍卫守在门口，到现在都没有出来。他们也在3楼，就在咱们隔壁的隔壁房间。奴婢去门口守着。奴婢去门口守着。你们认识曹韵吗？跟他的关系好吗？怎么会不认识呢？我们算得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了。韵儿的爹是我爹的下属，她是家中独女，没有同龄的孩子，从小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玩的。可是寻儿怎么突然问起韵儿了？我记得你们好像不太熟。我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大舅舅是镇国公，有些事情自然能听到一些风声，但是我跟曹家不熟，只能问问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倒是认识一位神医，或许可以帮上曹家小姐。可是这件事我们得去问问曹夫人，毕竟这关系到韵儿的名声，曹家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就连是谁干的都不敢去查。曹大人他就知道顾全那个破名声。你们两个差不多就行了。也许曹大人并不是不想查，而是心中有数。他从来都觉得林安舒是个只知道读书的翩翩公子，心思单纯，不谙世事，可没想到根本就不是表面上看到的样子。这个人或许心眼比筛子还多。那个，我只是猜测而已。只是猜测，骗鬼呢你？不，鬼都骗不过。寻儿，我有话想跟你说。今日三哥这是受什么刺激了？还没用他们又拧又踹的，自己就能说了。这次可千万再被什么事情打断了，老天爷保佑！我想让寻儿做我三嫂。林三哥，你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定不会推辞。寻儿，大年30的宫宴上，我跟皇上求娶你，
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想为你解围，但更多的原因是，我三哥他喜欢你。薰儿，他们说的没错，我喜欢你，所以你可愿意嫁我为妻？我那天在宫宴上说的都是真的，此生只你一人，绝不填房纳妾。他活了几千年，从来都没被表白过，此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那个，薰儿，你不必现在就做决定，我们可以先彼此了解一段时间。到时候你要是觉得我还不错，那我就让我爹娘去镇国公府提亲。如果最后你还是对我没有感觉，那我也绝对不会纠缠你，以后就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妹妹，和然而若儿一样，绝对不会成为你的烦恼。这铁树可终于要开花喽！这种感觉他形容不上来，闷闷的。薰儿，念清灵咒。薰儿，念清灵咒。大师兄。薰儿乖，什么都不要去想，念清灵咒。哦，好的。薰儿，你还好吗？大师兄，清灵咒第一句是什么来着？跟着我念：清心若水，清水即心，天塌不惊，万变有定。那个薰儿，你别紧张，我三哥没有冒犯你的意思。薰儿，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或者已经有心上人了，直接告诉我就好，我真的不会缠着你的。虽然我会伤心难过，但一定会祝福你们，不会强人所难。是啊，就是嫁给我三哥，不求我们做我三嫂也没关系，不会影响咱们之间的感情的。咱们依旧还是好朋友，一辈子的那种。哭是绝对不可能的。不知道为什么，从他有意识以来，就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那个薰儿，他不行。大师兄，你管的是不是有点多？他不行谁行？你倒是告诉我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反正他不行。那个林三哥，多谢你的喜欢，但我真的就只是把你当做朋友而已，就像然儿和若儿一样，是可以玩一辈子的朋友，并没有其他感情。真是抱歉。没关系，没关系，咱们还是好朋友。小姐，那边有动静了，终于有动静了，来了来了！你们这是华莎，别笑了，快给我们讲讲。三王爷问贝梦香对自己做了什么，贝梦香不停的哭，说自己什么也没做，刚想上楼就觉得脑袋一晕，后面的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三王爷不信，说贝梦香这种女人他见得多了，可成功的却是第一个。贝梦香说她没有，还说自己根本就不喜欢三王爷，根本就不会为了当王妃做这种事。三王爷不信，然后呢？然后怎么样了？三王爷说，就当自己被狗咬了，他是不可能娶她进门的。今日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还说自己回去一定得好好洗洗，恶心死了。哎，好像还真的吐了呢，真的吐了，这得是多嫌弃贝梦香啊！真的吐了，这得是多嫌弃贝梦香啊！贝梦香说她的身子都已经给了三王爷，还说三王爷不负责任。然后三王爷问贝梦香到底想怎么办？难道还真想做王妃不成？贝梦香说自己根本就不想嫁给三王爷，说三王爷想多了，还说自己已经有了心仪之人。贝梦香的心仪之人不就是摄政王吗？她不想做三王妃，想做摄政王妃还差不多。做摄政王妃，除非摄政王瞎了，不对，瞎了都不可能娶她，因为我严重怀疑人家摄政王心里有人了。这位姑娘，您继续讲啊。对，我们正听得过瘾呢。原来这么多人跟自家主子臭味相投。三王爷问贝梦香，她既然不想嫁给自己，那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能答应的她一定答应。贝梦香说让三王爷想办法让她当摄政王妃，刚才的事她就当没发生过，不然她就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三王爷对她做了什么，还说反正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是三王爷把她带到这包间里来的。一个残花败柳还想嫁给凤千月，真是想屁吃呢。好累啊，三王爷门口的侍卫其实早就看见了这一排脑袋，可他也没办法。一是王爷还在里面，他怕离开以后王爷需要自己的时候不在；再一个，人家又没有凑到房间门口听，他倒想把人都赶走，可站在那边的女子好像武功很高的样子，所以他只能站在门口守着，就当什么也没看见。反正他们也没凑到自己跟前说。我是让贝梦香提邀请，没让她许愿。如果是当摄政王妃这件事，让贝梦香现在就可以把门打开出去随便说，大不了自己把她抬回去做个妾，反正府里不缺她一张吃饭的嘴。然后贝梦香就一直哭到现在。演完喽，没戏看喽！蹲太久，腿麻了。那个，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看你差点摔了，本能反应而已。你们两个还不快点起来，是不是腿都麻了？麻了。现在太晚了，我们三人先送你回镇国公府。不用了，你们直接回去就行。路上还有那么多官兵呢，不用担心我，我自己溜达着回去就行。魏泽，你怎么在这儿？王爷担心小小姐的安危，
所以让属下来护送小小姐回府。小小姐玩完了吗？玩完了，咱们现在回去。你会不会说话？你才玩完了。看见了没有？你们都看见了没有？这是华善今晚跟我说的第2句话了。我就说我要成功了吧。我们看你好像是个傻子。这次是真不用你们送了，快回去吧，我也回去了。主子在想什么？是在想贝梦香的事？想他干什么？还不够恶心的呢。那主子在想什么？你不觉得那林安叔有些奇怪吗？哪里奇怪？你觉得自己的功夫怎么样？如果米峰那种从小就做杀手的，还有摄政王那种深不可测的，属下觉得其他人都不是问题。所以你觉得林安叔为什么能比你先一步扶住我？要知道，你就站在我前面，可他却是站在窗外。本能吗？我突然觉得有些看不透他，看来得让米峰去查查。当时属下第一时间就出手扶您，按理说他不该比属下更快，除非他的武功在属下之上。可是属下并没有察觉到身上有内力的痕迹。喂，赶车的，问你个事儿。看见没有？这是华善今天第3次跟我说话了。华善，你问，只要我知道的，能说的不能说的，我全都告诉你。你知道林家3公子林安叔的底细吗？肯定是完了。林安叔也没什么好的，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喜欢读书，像个书呆子似的。比起我们王爷可差远了。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一件事来。展开说说。这林家3公子小时候丢过一回，听说是尚书夫人带着孩子们去寺庙上香的时候被流匪冲散了。当时先皇还下令让咱们老爷帮着找过，3个月之后才找回来。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挺多的。当时他几岁？像5、6岁吧，毕竟那会儿我和我还也不大。5、6岁，已经是记事式的年纪了，得让米峰好好查一查。小小姐回来。怎么样，主子？这出戏好不好看？说说吧，不然都对不起你嘚瑟的样子。这么简单的事儿还能难得住我？我就是派人放出消息，让贝梦香知道摄政王在百味居3楼的包间里，都不用我撵，他自己就跑去了。至于3王爷把人打晕扛过去的，可是没想到出了乱子，他居然自己就跑过去了，简直是天助我也。以前我从老张那儿顺了点药，里面就有那种能让人把别人看成心上人的药，然后别说，效果还挺好。这就完了？怎么可能就完了？他们想神不知鬼不觉，那怎么可能？放心吧，明日一早，京都所有人都会知道贝梦香在亲爹死后未满1月就趁乱跟3王爷在外面偷偷苟合的事。你们那边怎么样？我听说2王爷联合南疆使臣把老虎都放出来了，好大的手笔啊！是啊，确实是好大的手笔。不过主子的手笔更大，南疆使臣被主子喂老虎了，我亲手扔的。你们把南疆使臣？至于那2王爷，干得漂亮！林家2位小姐来了，说有事要找您，快请进来。华善，泡好茶等着。玄儿，我们今日一早就去了曹侍郎府上看曹运，并跟曹夫人说了神医的事。没想到曹夫人一口就答应了。在她眼里，没有什么比女儿的性命更重要。什么名声，什么嫁人，她根本不在乎。她只想让女儿好好活着，就算嫁不出去又怎样？大不了自己养她一辈子就是了。那就好，你们跟曹夫人说，我明日一早会把神医带过去。主子在想什么？以前在地狱府的时候，他从来不多管闲事，是个无利不起老的性子。现在可能是在人间待久了，身边的人多了起来，有了下属，也有了朋友，现在更是有了亲人，慢慢也变得不像从前那样冷漠，还是会帮一把的。更何况他大舅舅是镇国公，曹侍郎可是管着兵器库的。不管怎样，关系维系好总归没错。去拎张子时，又练，能不能换个方式？我媳妇救命的操劲，我上辈子欠你们吴成阁的。来了，是玄儿吧？真是麻烦你了。是玄儿，这位就是神医，快里面请。这么早就来拎人，我还没吃早饭。你给我把嘴睡闭上！吵烦了我，小心我剥了你的皮！他从心里喜欢他。他见过太多官家小姐了，不是口蜜腹言，就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装的不能再装了。像贝寻这种有什么说什么的性格，还真不多情。尤其是他听林家姐妹说是贝寻自己主动提认识神医，想要帮月儿的时候，更是对贝寻好感大增。就知道自家女儿又没吃饭。韵儿，玄儿给你带了神医过来，这次一定会好的。娘，算了吧，您别费心了，看不好的。而且就算看好了又能怎样？我已经这样了，我没有以后了。虽然自己在地府1000年，却从来没有被灌输过女子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端庄大方之类的思想。叶白养贝寻的方式就是散养，随着他的性，只要他高兴就好。所以贝寻虽知道男女大防要爱护自身，但绝不认为一旦失就要青灯古佛或上吊去死没脸活着。你的以后就只有嫁人，
不嫁人就没法活了。这一幕，直到曹韵老去时都记得清清楚楚。就是这样一个女子，缝补了她本该破破烂烂的一生。夫人，我能跟曹小姐聊聊吗？女子的一生本就不是为了嫁人生子、伺候他人而存在的。虽然我这话有些离经叛道，可能有人听见会让我回去背什么女责女训之类的，还会说如果以后谁家娶了我这样的女子，定会家宅不宁。曹小姐，我想问你，如果你可以靠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人敢管你，也没有人敢对你指指点点，这样的以后你喜欢吗？嫁人重要吗？不重要，但是我不行。人不逼自己一把，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失身了又怎么样？那个男人已经死了，不是吗？人不逼自己一把，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失身了又怎么样？那个男人已经死了，不是吗？虽然那个男人死了，但他身后的人可还好好的活着呢。你不恨吗？恨？怎么可能不恨？我恨不得抽他的筋，扒他的皮，喝他的血。你相信我吗？相信，相信就好。等你身子好起来，我带你去报仇。报不了仇的。虽然爹娘都没说这事儿是谁主使的，但我已经猜到了，那人不是咱们能动的。没什么不能动的，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虽然不能一下就弄死他，但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衰败，想要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到死都闭不上眼睛，也是很痛快的。那种人渣直接死了太便宜他了，生不如死才有意思，慢刀子割肉才更疼。是啊，是他局限了。被寻的一番话就像一盏灯，照亮了他整个世界。你为什么要帮我？为什么？这倒是没想象过。想帮就帮了。我这个人做事全凭心情，我不想救的人死在面前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睛，但要是我想救的人，就是阎王来了也不敢收。对，你说的对。能这样活着真好。他也一定要像贝寻一样活得有底气。贝寻，以后我曹韵这条命就是你的了，那你也得有命才行。这是个很厉害的神医，绝对不是吹的。那就麻烦神医了。放心吧，1个月，保证你能恢复。多谢神医。这次绝对不可能被你抢走，这可是我的辛苦费。瞅瞅你那小气的样子吧，老娘有的是银子。你先住些。以后有这种好事儿，欢迎多来领我。寻儿，这是给你的。我知道镇国公府不缺这些东西，但好歹是我的一片心意。虽然我们曹府比不上镇国公府，但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来，只要我们能帮上的，绝不推辞。2王爷南宫恒封为安王，3王爷南宫同封为荣王。其实小皇帝刚一登基时就该给2人封王的，可凤千据说要压一压他们，所以一直到现在才定下来。没用的东西，你是怎么当太医的？连个腿都看不好。今日你要是不把本王的腿医好，就别想走出王府一步。王爷饶命啊！在高处掉下来的时候，腿上的骨头直接就断开了，后面又被那么多百姓踩踏，导致断墙将骨头接上，以后也不能用力，更别说走路了。本王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把本王的腿医好。如果医不好，本王就把你们的腿全部打断。本来以为只是普通的断骨，没想到这么严重。臣实在没有办法，不如王爷让人找找民间的神医，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好的医者不都在太医院吗？民间哪来的什么神医？王爷非议，民间还有许多医者喜欢自由，不喜欢进太医院。臣听说有的神医都能起死回生，虽说有些夸张，但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既然本王这就派人去寻，在这之前你就在本王府中住下。要是本王的腿好不了，那你也就不用离开了。是。另一边的太傅府里也很热闹。老爷，出事了。贝梦香那个蠢货在哪里？让他滚到书房去见我。娘，你说我可怎么办啊？这件事要是传出去，我还怎么嫁给摄政王？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香儿，今你也只能嫁给3王爷了。不管用什么办法，你也必须嫁给3王爷。现在赶紧趁热打铁，不然你恐怕连个妾都当不上。你爹已经不在了，这件事要是让你祖父知道，这太傅府估计就再也没有咱们娘儿俩的容身之地了。娘，我不管，我就是要嫁给摄政王，哪怕做不了摄政王妃，就是当个妾都行。女儿从见到摄政王第一眼就喜欢上了，除了摄政王，女儿这辈子谁都不会嫁。小姐，老爷回来了，让您去书房一趟。娘，我不去，我不想去，祖父会杀了我的。娘陪你一起去。你们2个给我跪下！你们2个，一个不要脸，亲生父亲刚入土为安就跑出去跟人苟合，还闹得人尽皆知；另一个平日里就知道勾心斗角，算计着怎么搬空郑氏夫人的嫁妆，自己的女儿也不好好教养，让她做出这等有辱门楣的事，整个太傅府的脸都被你们母女俩丢光了，丢光了！
等我死了之后，这让我到下面怎么跟列祖列宗交代啊？父亲是三王爷强迫香儿的，香儿是无辜的。你一个妇人知道什么？自己是蠢货就算了，生了个女儿也是蠢货。三王爷是绝对不可能强迫他的，绝对不可能。就是他强迫我的，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得头一阵阵发晕，后面的事就不知道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你以为三王爷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娶妻？难道就是为了等着今日强迫你？三王爷他是个好男色的。来，你告诉我，一个好男色的人是怎么强迫你的？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好男色是什么意思？你不明白没关系，问你娘。你娘肯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本想女儿已经这样了，还不如就让她嫁到三王府去，好歹还是个王妃，等着以后有个一儿半女的地位也就稳了。可没想到，父亲，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不能就这么算了，你来告诉我要怎么办？让香儿嫁给三王爷。嫁？你还想让这蠢货嫁到三王府去？别说现在三王爷被封了荣王，就是没有封号，他都不可能娶贝梦香。我刚才说的话，你是不是没听明白？他好男色，你听不懂吗？不然这么多年来，你以为他要娶什么样的女子娶不来，偏偏娶一个蠢得个要死的庶女做王妃？荣王府变会飞的鸟儿都是公的。我不嫁，我不要嫁给三王爷，我喜欢的是摄政王。摄政王，你可是真敢想啊！就算你现在是个黄花大闺女，是皇宫里的公主，他都不可能娶你。不对，不是不可能娶你，让你做个妾，做个粗使丫头不可能。就你这不清不白的身子，怕是摄政王看你一眼都嫌恶心。你不知道自己现在是怎么回事吗？还在那儿做美梦呢。就你这不清不白的身子，怕是摄政王看你一眼都嫌恶心。你不知道自己现在是怎么回事吗？还在那儿做美梦呢。就算自己的女儿千不好万不好，哪都不好，可贝太傅这话说的也实在是太伤人了。再怎么说，那也是自己的女儿。父亲，如今这事已经闹得人尽皆知了。如果香儿不能嫁给三王爷，那咱们太傅府的脸面也就没了。但如果香儿成了荣王妃，以后一旦荣王坐上了那个位置，香儿就是皇后，那咱们太傅府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父亲，你好好想想。娘刚才在说什么？什么叫荣王坐上那个位置，自己就是皇后了？现在小皇帝不是已经继位了吗？难道说……没错，他虽然蠢，但他从祖父的眼中看出了犹豫。你们两个先下去吧，这些日子别出去丢人现眼，好好在府里待着，让我好好想想。老爷，难道真的要老爷三思啊？金夫人的提议那可是谋反啊！这件事如果成了还好，可一旦败了，咱们整个太傅府都要跟着诛九族啊！你以为我想这样吗？如今的太傅府已经被皇上厌弃了。别看皇上尊我一声帝师，可那点感情早就被那些琐事一次次磨没了。现在的太傅府已经没落了，如果再不找出路，等我死了，就再也没有太傅堂了。你也出去吧，让我好好想想，看看这件事要怎么办。来人，备马车，去荣王府，去跟那母女俩说，让贝梦香好好准备待嫁。下个月15，三王爷会来娶她进门做侧妃，太傅府也会给她准备一份嫁妆，让她老老实实的，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我不要嫁给三王爷，我不要嫁给三王爷。如果到时候闹出什么笑话，你们娘儿俩就一起滚出太傅府。香儿，你就听太傅的话吧。贝梦香下个月15就要嫁给三王爷做侧妃了。下个月15，那不是凤千仙发病要娶蛊虫的时间吗？又要闹什么乌蛾子？正好把他们绑在一起揍，省事。王爷，安王的腿断了，这会儿在遍寻名医。据府中暗卫来报，15晚上他们正帮着百姓撤离，有人看见安王从楼上摔下来的时候，阁主就在不远处。这事儿估计跟阁主脱不了干系。不过那安王也是活该，他打谁的主意不好，偏要打阁主的主意，那是一般的女子吗？谁要是敢打他的主意，那可真是自己想死想疯了。那个王爷，您是个例外，您和阁主是才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天生的一对儿。还好自己够机灵，不然这会儿想死的八成就是自己了。荣王和贝梦香又是怎么回事？那还用问吗？还是阁主的手笔。阁主应该是听说了兵部侍郎曹固的女儿曹韵的事儿，看不惯出气呢。属下还听说，阁主在16那天带了张神医去了曹府。璇儿是个心善的。王爷说的对，阁主哪儿都好，人美心善，一世宜家。你俩说的跟我认识的是一个人吗？应该不是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他们治治眼睛，看看他们两个是什么时候瞎的。下个月15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吗？放心吧，王爷，属下已经安排好了，目前能调动的暗卫已经全都回来了。如果情报没错的话，不会有事。只不过万无山庄的杀手出了名的凶残，如果小姐不是阁主的话，吴成阁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属下听说吴成阁的杀手并不比万无山庄的差，甚至略胜一筹。那米峰更是江湖上的第一杀手，也不知道是怎么被收服的那么彻底的。15那天，寻儿是肯定会来看热闹的，保护好他，不要去吴成阁找杀手，本王不想把他牵扯进来。实在不行的话，把鬼市的人调过来吧。王爷，鬼市可是咱们的底牌，万一泄露出去，咱们会腹背受敌的。
啊，对了，还有一件事，荣王已经答应了娶贝梦香做侧妃，婚期也定在下个月15。属下觉得这里会不会有什么事？将魏深和魏海暂时调回来，看着安王府和荣王府，以防万一。是，反正那日阁主也在，大不了多出些银子，求求阁主和华善。毕竟阁主是能踹动王爷的人。这么一想，心里就有信心多了。很快就又到了每月的初七，被寻回地府的日子。这次回来倒是很容易。哎，你们两个没看见我回来了吗？不是应该早早躲起来的吗？怎么站在这里发呆，还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这么小，难道是新来的？小祖宗您辛苦了，真可爱呀！小祖宗，今日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就早些回去吧。大人和崔大人今日都有事，不在地府。没关系，只要我回来，他们肯定就是不在的。我自己进去随便逛逛，没准儿他们就在了呢。你们两个可不要学别人哦，不然，嘿嘿。哎，我怎么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呢？平日里都吵吵嚷嚷的，怎么今天这么安静？难道大师兄发神经，把他们的舌头全拔了？哟呵，地府如今的气氛都这么好了吗？这拔舌地狱里居然没魂受刑，就连油锅里都没魂儿。哎，站住！说你呢，像不像鸡窝那个？对，就是你，就是喊你呢！别往别处看了，赶紧过来，我有话要问你。小祖宗，您回来了，您有什么吩咐？大人和崔大人他们不在，你可比他们演的差远了。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他的鬼差呢，都上哪儿去了？以前我回来的时候都热热闹闹的，怎么这次回来除了看门的就只剩下你了？我现在充分怀疑自己上辈子是倒霉倒死。你说不说？我这准头可不太好，瞄准的是腿，可万一像手一抖，就指不定是哪儿了。整个地府都知道我这护体的金光啊，无敌的很呢，就连大师兄都撑不了多久。你要不要试试？要是你能撑得比大师兄久，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阎王了呢。哎，你可别碰瓷儿啊，我还没碰到你呢。你赶紧把你的魂拢一拢，对，拢一拢，不然一会儿散了，我还得再找一个，怪麻烦的。整个地府都没有办法，就连阎王大人现在都束手无策，但也许小祖宗有办法呢，他可是小祖宗啊！小祖宗，您快去地府后面的黑山上看看吧，快去吧！黑山？那不是犯了大错受天罚的地方吗？那黑山据说已经近万年都没用过了，一般的小魂小差可没资格去那儿受罚。一定是发生了大事，而那犯了大事的人，一定是自己在乎的。一定是发生了大事，而那犯了大事的人，一定是自己在乎的。大人，您快下去吧，再这样下去，就算您功力深厚也顶不住，更何况您为寻儿挡天雷的伤还没好。我从前怎么没发现你废话这么多？有空想那些没用的，还不如想想怎么躲了这天雷。躲不了，那我就替你受了。大人，不可啊，还是我自己来吧。你，就凭你只剩下一半的功力，别说7道天雷，一道你就冒烟了。第7道了，还有3道。大人，您还是快下去吧，雪儿就快回来了，千万不能让她知道。还有，如果今日我真的要灰飞烟灭，请大人一定要保管好雪儿的命簿，那可是我用命撕下来的。你的命，你自己留着。以后雪儿问起来，您就随便找个理由，说我犯了个什么大错，没扛过天谴。你给我闭嘴！我是阎王，我不让你死，你敢给我死个看看！你们快走吧！大人说了，让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在这儿添乱。我们不会回去的。虽然大人和崔大人平时对我们严厉，但从来都是吓唬我们的。大人们面冷心善，对我们好，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不怕，就算魂飞魄散，也是我们心甘情愿的。说，究竟发生了什么？崔大人前几个月不知道做了什么，突然没了大半的功力，然后一直都在不停的闭关，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就连跟我们说话都好像在做着最后的交代。大人的话也更少了。可就在昨天半夜，地府的天上突然轰隆隆的响起雷声。小祖宗您是知道的，地府全都是各种魂魄，如果不是天谴是绝对不会有天雷的。崔大人当时正在跟属下说话，听见天雷声后，迅速就往黑山跑来，生怕连累我们。属下还没反应过来，大人也追了出来，然后听大人亲近的鬼差说，这天谴的雷劫其实早就开始酝酿了，是被大人硬生生拖到现在的。本想拖得再久一点，可大人自己也受了伤。都受伤了，好好的在地府待着，怎么可能会受伤？
快看快看，小祖宗生气了！是啊，或许大人和崔大人这次真的有救了。你要死啊！在外面劈我就算了，还追到我家来劈我家人，你是不是要死想疯了？怎么，你上次的伤好了，这是又能出来嘚瑟了？听不懂，有本事就说句人话给我听听，光在那儿轰轰的，吓唬谁呢？有本事你下来，咱俩单挑，躲在天上算什么本事？你姑奶奶可不是好惹的，有本事你再劈一下试试。雪儿，这没有你的事，快回去吧，我们两个都不会有事的。是啊，雪儿放心吧，等你下个月回来，大师兄一定不躲起来了，好好陪你行不行？你们两个一起陪我？对，我们两个一起陪你，说话算话，骗人的是狗，反正自己今日是注定要灰飞烟灭的，是狗就是狗吧。在灰飞烟灭之前看雪儿一眼，也算是对自己的安慰。只是雪儿命运的齿轮才刚刚开始转动，自己就这么消散在天地间，终归是放。崔哥哥是犯了什么事啊？向来遵守法则的你，居然也会有犯错的一天。崔珏这天谴跟雪儿的可不是一回事，雪儿在人间的天谴只是稍作惩戒，毕竟她不是故意让贝成平灰飞烟灭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虽然她的肉身是贝成平的女儿没错，但灵魂却不是。天道很清楚这点，所以也并没有真的想要贝寻的命。本以为自己替雪儿受2道天雷并不算什么，可是天道似乎知道自己帮崔珏拖延天谴的事，所以狠狠地劈了他2下。不说就算了，那几道天雷总能说吧？7道。雪儿，你还是……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就给我在这里好好装死，装死懂不懂？要是你们两个谁敢动一下，但凡我还有一口气在，定拆了这地府。大人们呐，我亲爱的大人们呐，快躺下躺下，装死会不会？不会，我们可以亲自示范给你。让他俩装死呢，没让你们装死。你们这一群，赶紧的向后转，给我有多远跑多远，越远越好。实在想看热闹，也得跑到安全的地方，有命看才行。快点，现在就跑，不然一会儿都被踢飞了，我可不负责。现在该算算我们的账了。你这个没本事的，7道天雷不是吗？有本事就一起来，看看7道天雷能不能一下把我劈死。雪儿，闭嘴！你们两个现在是死人，死人懂不懂？你们见谁家死人会说话？心想大不了一会儿自己上去帮他挡住7道天雷，自己现在这种状态，也不知道够死几回。怎么不敢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其实这会儿心里已经替他慌得想哭了。他是想替崔珏挡了这7道天雷没错，但他怕疼啊！哎呦，这可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打个雷都磨磨唧唧的，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天雷的。天道是瞎了吗？那天道一看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雪儿，别瞎说，老子是个好东西，但老子不跟你这小丫头一般见识。他都要让天雷劈死你了，你还替他说话？天道其实挺好的。行行行，那我不骂天道了，骂天雷总行吧？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法则等于我的命，就算我不想劈，我有什么办法？我特么也控制不住啊！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酝酿完？我都等累了。要不我先吃点东西？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大师兄，不听话可不是好孩子，回去躺好，装你的死人去。就这狗东西，我还收拾得了？还活着没？不能一脚就被踹死了吧？他的瞳孔变成金色了，金色。你这狗东西，今天老娘也让你尝尝被雷劈的滋味！摔下来！特么的，怎么会这么疼？上次明明没有这么疼的，这货到底犯了什么天条，居然能招来7道天雷？怎么样？自己劈自己好玩吧？如果你还有力气，还可以继续，老娘不在乎多陪你玩一会儿。怎么样？要不要再来？不然这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原来如此，天谴是谁的就是谁的，就像被寻的天谴，就算是叶白也只能替他挡2道，他自己要受1道。
不然天雷就不会停止，一直追着他劈。崔珏的也一样，所以被寻拍崔珏那一下，就是为了把身上天雷的余威过到崔珏身上，这样就等于崔珏间接被天雷劈了。牛啊！这得是什么脑回路才能想到这种办法？用金鞭缓解了部分天雷的力量，还能把天雷抽回去，又知道那人必须得受天雷，所以在身上留下余威，过到天谴之人身上。不愧是做天做地的小祖宗。没被劈够，那你继续来，姑奶奶坐着也能将你抽散。不过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刚才姑奶奶忘了将金光送上去，下次一定不会忘记。这应该算是劈完了吧？我能不能回想回家？这个女人简直太可怕了，这辈子都不想看到她，估计不太可能。我好疼啊！快别嚎了，刚才骂的不是挺带劲的？可是真的好疼。崔哥哥，我今日替你受了天雷，你是不是得报答我一下？是得报答。寻儿想要什么？生死簿。只能看一个人。哼，小气。贝寻平日里一直闹着要看生死簿，其实不是非看不可，是觉得好玩。你不让我看，我偏要看的心理。但在这个时候提起要生死簿，是想让崔姐心里不那么愧疚。为什么没有凤千羽的名字？有，在哪儿？为什么我找不到？在这儿。为什么我打不开？这是生死簿，不是神识的基础知识。我怎么觉得你在嘲笑我？没有没有，我可不敢。哼，你又骗我！我没有。那为什么凤千觉的命簿是空白的？我不知道。一定是你改的。寻儿，这是生死簿，乱改是要遭天谴的。信这一次。好了，这下咱俩两清了。我替你挡了天雷，你给我看了生死簿，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好，谁也不欠谁的。寻儿啊，崔珏司命簿的情，你怎么还得清啊？天快亮了，可我全身还是好疼。大师兄已经在你体内留下了法力，足够支撑你将人事修复好，身上不会再疼了。只不过……骗子，不是说不疼了吗？寻儿，大师兄刚才的话还没说完，你的身体不会疼了，因为你回来的时候是神识，但现在神识在你的脑袋里，所以头会疼几天。下次我一定要狠狠抽死那个破天雷。主子，你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头疼？快去看看，从老张头那儿搜刮来的丹药里面有没有治头疼的或者止疼的，全都给我拿过来。主子，您吃一粒，先止疼，然后咱们找张子时去看看，看看是不是受风了。不用，他看不好。那您再躺会儿。特妈的，果然没用。什么没用？唉，没什么。走，找米峰去。唉，揍完人，全身心都舒畅了，连头都感觉不是那么疼了。主子，我哪儿做错了？您说啊！没做错，不能揍你了。老张头，主子让我来接你去给摄政王取蛊虫，还有记得别忘了金针，还得等一会儿，我还有一味丹药马上就要炼好了，炼好了咱们就走。金针也，你这是？你把那小主子的祖坟给炸了？哼，我要是真把贝家的祖坟给炸了，主子说不定还得奖励我呢。老张头，快给我找药酒擦擦。小爷我还指着这张脸以后讨媳妇呢。我的药酒可都是名贵的药材，那小祖宗怎么不直接把你给打死，浪费我药材？别动，能轻点不？主子，我们回来啦！蜜蜂，你钻哪个耗子洞里去了？这脸上怎么花花绿绿的？老张头，你故意的是不是？你说你是不是报复我？要是嫌难看，你现在就可以洗掉。不过这药材如果能在你脸上坚持到明早，我保证一点你被揍过的痕迹都看不出来。好像也不是那么难看，看顺眼了的话，其实也还好。主子，你们在看什么呢？我也来看看。喏，看贝梦香出嫁呢。哎，你说她现在是坐在轿子里哭呢，还是笑呢？我还挺……那还用问？当然是哭呢呗。毕竟她喜欢的可是摄政王。贝太夫是怎么没听清？但听暗卫说，好像是要在小皇帝的身份上做文章。哎呀，无非就是说小皇帝不是先皇亲生的这种事儿呗。那小皇上真的不是先帝亲生的？如果是这样，那可就有戏看喽。是亲生的。咦，主子您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你主子，所以我知道。小祖宗，要不我给您把个脉？不用了，我这毛病你治不了。我可是神医，一个头疼我还看不了，把手给我。来，请开始你的表演。看不起谁呢？我可是张神医，就没有我装病。还张神医呢？张废我还差不多。
手再拿过来一次。我要用金针，银针不好看。事儿还挺多，看个病还管好不好看？好看能治病啊？不能，但能赏心悦目。老张头，主子怎么了？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感觉怎么样？虽然还是疼，但还真好了一些。别说，老张头，你还是有点用的。这3根金针就这么插3天，3天之后就不疼了。你确定？就让我这么出去？你要是觉得丑，拔下来也行，疼死你。那算了，还是插着吧。丑就丑点呗，总比疼死强。都疼了这么多天了，好不容易好点。你疼几天了？初7开始的，今天是第9天。对对，华善说的对。你怎么不早来找我？就这么挺着，你可真行。我又不知道你能治，你止疼的丹药我都吃过了，屁用都没有。你是不是傻？那丹药是治病的，你这是病吗？你这分明就是神经病，有病不治，疼死你算了。谁还没点秘密不是？老张头，主子到底是怎么了？受风了，没事，过几天就好了。你以后给主子把脉，再这么眉眼高下的，信不信我把你揍成跟我一样的猪头？请主子保佑我赚多多的银子，娶漂亮的媳妇儿，最好还能打得过您。保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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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许愿就滚去寺庙里，再拜我，小心半夜我把你的魂儿给带走。来了，阁主，你们来了，王爷已经在房间内等着了。你们两个一直看着我干什么？开始啊！阁主，您这头顶上是想讨个吉利吗？要不要我也给你讨个吉利？不，我就不用了，我可不敢，我拜阁主就行。你拜个屁！老娘就是头疼，让老张头给扎了3针而已，没见过世面。对，属下确实没见过世面，属下失言了，还请阁主别跟属下一般见识。咱们这就开始吧。张神医让准备的浴桶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开始。真的只是头疼吗？扎头顶上的3个大穴，就这么走来走去的很危险。没事儿，我走路稳着呢，摔不着。倒是你，说不定一会儿就被老张头扎成刺猬。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吧。张子时，赶紧干活，这边结束，我还得去荣王府看热闹呢。今天贝梦香出嫁，我得去看看她到底是哭还是笑。您今日怕是去不了了，蛊虫取出来的时候估计得后半夜，那时候您还能看见什么？看人家洞房吗？需要这么长时间？那我来这么早干什么？我还不如先去看贝梦香呢。不行，小祖宗你可不能走，你要是走了，等那蛊虫发作起来，谁来压制？他呀，这种活以前不都是他干的吗？没道理，本阁主一来，这活就成本阁主的了。小祖宗您就醒醒好吧，你要是走了，我这心里没底啊。再说了，这取蛊虫可跟平时的发作不一样，魏泽他们根本就压制不住的。我是来看热闹的，又不是来干活的，我为什么要行行好？我偏不。辛苦阁主留下。至于荣王府那边，魏泽去派人盯着，半个时辰回来一趟，要事无巨细的报告给阁主，尤其是那贝梦香是哭是笑。去吧。是，属下知道了，这就去安排。麻烦阁主了。去派人盯着，半个时辰回来一趟，要事无巨细的报告给阁主，尤其是那贝梦香是哭是笑。去吧。是，属下知道了，这就去安排。麻烦阁主了。那本阁主就受累在这儿待着吧。你们自己开始，不用管我，给我们拿点水果瓜子来就行。你别走了，你走的我头都开始疼了。希望王爷蛊虫顺利取出，一切顺利。你跟米凤两不如明日一同滚到寺庙里去出家，省得在这儿拜来拜去的招人烦。哼，写的什么？是哭是笑？没哭也没笑，我看他是直接疯了还差不多。疯了？不能嫁给王爷，所以疯了。那不如等王爷将蛊虫取出来以后，把那虫子送给他好了，就当是个念想。确实是疯了。要不要等老张的头给王爷治好后，去给你那同父异母的妹妹看看脑子？我管他去死！喂，老张头虽然看着年轻，但医术可真是没得说。虽然有几次确实很危险，但绝对没有医死过人。所以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该吃吃，该喝喝。我是担心王爷，但除了王爷还有其他的事。我头疼，眼珠子也疼，不想看。你给我念吧。我来。这上面写着，后来贝太傅过去了，不知道跟贝梦香说了什么，然后婚礼继续了，哭着继续的。都这样了还能继续？
看来这两家憋得屁不小啊，都这样了还能继续？看来这两家憋得屁不小啊。阁主放心吧，荣王府和太傅府的事都在王爷掌控之下，只要王爷没事，就绝不会出什么大乱子。那如果王爷出问题了怎么办？当今皇上还小，其他三国虎视眈眈，如果王爷再出了什么事，估计用不了1年，南境就会变成其他三国的领土之一。到时候百姓们都会饱受战乱之苦，流离失所。老张头，你听好了，主子说了，如果你把摄政王给医死了，你就是整个南境国的罪人。到时候百姓们流离失所、饿肚子生病，全都送去你的小院子里，让你养着。你确定？你主子是我？是啊。所以刚才那些话是我说的。哎呀，我知道主子向来心善，心里想的不好意思说，属下这不是帮您把心里话说出来吗？这都是身为属下应该做的。看来寻儿还是关心自己的，我要说这是误会，王爷会不会打死我？王爷，精神集中，不然一会儿发作就麻烦了。饿了，主子可是饿了。刚才魏泽来过，说晚膳已经准备好了。凤千诀怎么样了？还在泡药浴没出来。不过刚才魏泽说应该快了，还没出来。这都泡了半天了，好人也得泡浮囊了。不用管，管什么？又不是打我。花扇，坐下一起吃。哎，米风呢？呀，吃饭了。看了半天热闹，可饿死小爷了。你这是上哪儿看热闹去了？当然是去外院了。这么大的动静，一听就是万无山庄的顶级杀手。人多吗？还行吧，目测估计得有30-40个，不过都被王府的人拦下来了，打不到这里。主子您就安心吃饭吧。魏泽，魏泽呢？我在这儿。是王爷出了什么事吗？快，时间到了，你快去把王爷捞出来，他太沉了，我扶不动他。就扶个人还能扶出事儿，我也真是服了你。前期的准备已经全部完成了，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终于要取蛊虫了吗？真是太好了！我都在这儿待了1天了，就是为了这一刻。我还从来没见过蛊虫长什么样子呢。老张头，如果这蛊虫能养的话，你也给我整几个玩玩呗。整不了，你当蛊虫是你府中的小白狗呢？说养就养。不养就不养，那我看看总行吧？看行，但是不能上手。辛苦了。一会儿施针的过程中，王爷会陷入沉睡，然后我会将蛊虫引到王爷的手腕处，将它取出。但是整个过程不能受到外界的打扰，声音没事，但尽量不要有肢体上的接触。我保证不动手不捣乱。小祖宗哎，您挡着我光了。魏泽，再点几个灯笼过来，老张头看不清。唉，好了，开始吧。辛苦了。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人？看我干什么？赶紧扎呀！你不是说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来吗？可是外面天塌下来都跟咱们没关系。还有魏泽呢，你只管扎你的。是不是怕外面的打斗？他是怕有人冲进来打断自己。万一有人冲进来，老娘我在这儿呢，你怕什么？把针拿稳，使劲扎就行了。我保证，就算那群废物拿着刀冲进来，也劈不到你俩身上。啦啦啦啦啦啦！魏泽，你什么情况？这么点人都处理不干净。本来收到的消息只有几十个，但现在几十个是没错，但这已经是第3波的几十个了。我收到的消息也是几十个，这中间估计有什么变化是咱们不知道的。你去看着点儿，实在不行就出手帮帮他们。不过银子得谈好，毕竟是摄政王，要是死了，影响好像还挺大。你挨了这么多天的揍，也不能白挨。如果没意外的话，你的功夫应该更进一步了，正好练练手。多少钱？真是让人无可挑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主子，别说，您揍我这几天，我还真突破了，现在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连他们的残影都能看清楚了。不知道等王爷好了之后，自己也求着阁主揍一揍行不行？实在不行的话，让华善揍也可以。蛊虫还有1个多时辰就要取出来了，你不看了？尽量赶回来看。你这是要干什么去？我的人不是谁想踹就能踹一脚。看看人家阁主，自己的属下被人踹一脚都不行，再看看自家王爷，唉，不能比啊，不能比。也不知道以后如果阁主真的嫁给王爷，自己能不能被阁主圈在自己人里面。见过吴承阁阁主，今日我们接了任务，还望阁主行个方便。这个鞋印是谁的？阁主，我们的人真的没有。谁踹的你？指出来。喏，就是他。本阁主一直以为万无山庄是个他个敢做敢当的，没想到也不过如此。看来是当缩头乌龟当习惯了。你是谁？为什么我没有见过你？本堂主问你话呢。不对，你不是我们万无山庄的人。哎呦，脸都不要了，这就开始往外赖了。他真的不是。我不管他是不是你们万无山庄的人，他跟你们站在一起，穿一样的衣服，在本阁主看来，你们就是一起的。这还有个高手呢。果然不是我万无山庄的人，阁主，这件事是我们的疏忽，竟然让别人混进来伤了您的人。等这件事结束之后，我们万无山庄定会给您一个交代。你说不是你们万无山庄的人就不是，当本阁主好糊弄不成？阁主，我们万无山人庄跟吴承阁向来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并不知道阁主也在。如果打扰了阁主，还请包涵。本阁主不想包涵，磨磨唧唧的真是麻烦。终于安静了，走，咱们回去看蛊虫去。阁主杀了我的人，难道就这么走了？舍得出来了，本阁主还以为你要当王八，一直躲着呢。主子，他是白面杀手聂宁，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每次出现的面孔都不一样，没人见过他真正的样子。你俩谁厉害？旗鼓相当吧，但我跟他可不是一类人。就算从前属下是杀手，杀的也都是该杀之人，从来都没有对一个好人出过手。但这人不是，这人出手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属下听说，曾经江湖上有人说他是个没人要的狗崽子，他就杀了人家整个门派300余口人。怎么？我杀了你的人，这是来算账的？闭嘴，有话就说，在这装什么鬼神？真是够恶心。我不是来找阁主算账的，我是来取凤千菊性的。没想到除了我们，还有人来杀凤千羽。我万无龙院聒噪，月光下泛着冷光，仿佛他们只是一群碍眼的苍蝇。阁主这是要护着凤千羽了？要你管，反正今日本主是不可能让你杀凤千叶就是了。阁主，您就是我的神，是我祖宗。等王爷醒来以后，我一定会把现在发生的事一字不漏的告诉王爷。以后您若是嫁进来，属下一定实时跟您报告王爷的行踪，扫平一切凑到王爷身边的花花绿绿牛鬼蛇人。你脑子被打坏了吧？你是不是有病？有病的话，一会儿让张子时给你看看，尤其是嘴，实在不行的话，就让他给你缝起来，省得一天到晚到处喷粪。华山就连骂人的样子都这么好看。华山，你找死！3根金针虽然给贝寻止了疼，但也封住了他绝大部分的神识。神识被封，贝寻也只能像刚才一样小打小闹的扔扔簪子、刮刮风。阁主的武功是什么路数？我怎么看不明白呢？你问我，我问谁？阁主不是你主子吗？是啊，那又怎么样？聂宁的内力跟你比，
谁更胜一筹？如果他现在用的是全力的话，能打个平手，但打不赢。阁主，打人不打脸。老娘就喜欢打人脸。还有，你要是再用这种恶心的眼神看着我，眼珠子给你抠出来。你能跟聂宁打成平手，阁主能揍你，那为什么都这么久了也没把人打死？主子头疼，需要发泄。哎，你可不用同情我，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被主子揍，每次挨揍我都能有点感悟。求揍！你们有没有发现主子好像有些不对劲？好像是有些不对劲。主子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长时间。他人呢？还看不看蛊虫了？张神医，你怎么出来了？王爷呢？王爷怎么样了？叫什么叫？没看见人好好的在那儿躺着呢吗？不好意思，是我太紧张了。蛊虫取出来了吗？没有，不是等着那小祖宗的吗？小祖宗，您注意点，别把金针掉下。金针在这儿呢。这不是胡闹吗？他本来神经就有问题，最后几天最是严重。他私自把金针拔下来，也不怕脑袋疼炸掉。老张头，你快把主子叫回来啊！净说那些没用的，你能叫回来你叫啊！主子，该回来看热闹了！可去你的吧！老娘要回去看热闹了！太好了，终有人替我分担火力了。虽然被揍会有领悟，但是他的俊脸啊，就算你今日能护住他又怎样？我就不信你能一辈子都待在摄政王府，早晚有一天我还是会杀了他。无所谓，只要今天你不耽误我看热闹就行。以后杀不杀，那不关我的事儿。裴大树1万两银子。1万两？这大树镶金边了。再说了，又不是你的大树，你管我赔不赔？是阁主的大树，摄政王府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是阁主的，包括我家王。老娘今日心情不好，就喜欢管闲事。你要输裴大树，我就还出去揍你。那脸色估计不会比自己这会儿好多少。老娘今日心情不好，就喜欢管闲事。你要输裴大树，我就还出去揍你。虽然大树是你们王府的，但银子是我要来的，所以我要分一半。阁主，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你赶紧滚吧！再跟那儿用那不人不鬼的声音说话，我怕我忍不住宰了你。小祖宗，那我现在就开始取蛊虫了。你等一等，先把金针给我扎回去，不然我怕我一会儿头疼忍不住把他给拍死，到时候没死在黑衣人手上，再死到我这里，那就亏死了。我还没跟他要银子呢。阁主，价格刚才属下已经跟米峰谈好了，5万两银子，属下一会儿就让人送过来。那是他出手的价，可不是本阁主的。那阁主要多少银子？你跟米峰谈吧，本阁主不沾俗物。好的，属下会跟米峰谈，绝不会让阁主吃亏。我怂我认，但别说只是要银子了，就是阁主要摄政王，王爷也会马上搬出去给人家腾地方。阁主，快把蛊虫剜出来！我？那你是干什么的？王爷到现在都在用内力压制蛊虫，我不会武功，没有内力，速度没你快。如果一旦失手，蛊虫没拿出来，就又会跑进去。而且这里面就你最厉害，所以叫我看热闹是假，让我帮忙挖虫子才是真的，对吧？那个也不能这么说，这个要另算。没问题，只要阁主把虫子挖出来，要多少钱王爷都给。也不知道王爷醒来之后，知道自己欠了一屁股干货，会不会把自己砍了？阁主的手法真是好，这伤口都省了我的止血散了。咦，长得真丑，就这东西让凤千诀变态了20年。可别小看这东西，这东西是在卵的时候就在他体内了。每次勤睡的时候，这蛊虫都在一点点长大，而每月15发作的时候，就是他蜕变的时候。那你的意思是现在这蛊虫还没成年？也可以这么说。看他这样子，再有个2、3年也就差不多了。阁主的手法真是好，这伤口都省了我的止血散了。咦，长得真丑，就这东西让凤千诀变态了20年。张神医，这蛊虫如果长成的话，王爷会如何？这我就不知道了。那得看将蛊虫种下的人要如何了。不过我现在把蛊虫取出来，那人肯定是会知道的。剩下的事儿我就不管了，那是你们的事儿。但只有一条，别把祸事惹到我身上，不然我就让小祖宗揍你们。哟呵，你这玩的溜啊！我堂堂无尘阁阁主成你打手了？那个小祖宗，我不是那个意思。华善，你看这颜色好不好看？我觉得特别配你，别一天到晚穿的那么素，以后可怎么嫁得出去？主子看着好就行，主子给什么，属下就穿什么。老张头呢？怎么还没来？看着时辰，等着过来吃午饭呢。按理说应该早就到了，属下去看看。主子，这是信鸟带回来的，好像是张神医的。米峰呢？副阁主在旁边的百味居，好像还有一个商人，已经派人去叫了。
主子，您找我。等着，我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去。你们这群人，我不管你们什么这个王爷那个王爷的，我不去。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们王爷能让你去医治，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别人想求还求不来呢。哎呦，你们这群人求着人家办事还挺猖狂，我就是不去，怎么样？有本事你们进来抓我呀！别！是安王府的人，应该是昨日张子时医治摄政王的时候被看见了，这才找了过来。看来这个小院是不能待了，得换个地方。就是不知道老张头能不能同意。他要是有那一身傲骨，我就把从他那儿顺的所有丹药都还给他，再多给他10万两银子。谁打老子？刚才是你拿石头揉老子，看你年纪也不大，一会儿跟我回王府，老子好好教教你规矩。我的手！你居然敢！抓住他们，一个也不能放过！男的送去元阳馆，女的送到红莲阁，老子要让他们生不如死！你在这儿跟谁老子的呢？信不信姑奶奶送你下去跟你老子见面？红莲阁我知道是青楼，可是元阳馆是什么地方？那个主子，京都明面上只有青楼，可暗地里也隐藏着一些地方，是服务有荣王那种爱好的人。他是要把你送去当小官儿，可笑死我了！主子，你好歹是个女子，注意点形象。我注意什么？该注意的不应该是你吗？你都敢去呢，我为什么不敢说？我什么时候去那种地方了？我喜欢的是女人，女人！女人就女人，喊什么嘛？哎呦喂，我的腰哟！啊，神清气爽，心情舒畅。你可真是我大爷！你就不能轻点踹？不知道修门很费劲的吗？你可真是我大爷！你就不能轻点踹？不知道修门很费劲的吗？我这门可是……别在这门呀门的了，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我就今天没来接你，你就出问题了。以后还是把你放在眼皮子底下比较好，有事直接起来就拎走。你是不是要给我换个小院子？在哪儿？赶紧走，带我去看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你看他平时把这院子宝贝的跟什么似的，关键时刻还不是说扔就扔？哼，我这是识时务，院子哪有命重要？还不赶紧去收拾东西，所有东西全都带上，咱们以后再也不回来了。赶紧的，愣着干什么？其实也没什么东西，把药材收拾收拾全带走，还有我最近炼出来的几瓶丹药，各种工具也得都带走。衣服、鞋子、被子、褥子什么的就不用带了，我就不信他们还能让我光着到处跑。正好天气暖了，我也该做几件新衣裳了。主子，我会不会接了个麻烦经回去？让他光着跑倒是不至于，但几件打补丁的粗布麻鸭还是找得出来的。敢算计我兜里的银子，做梦我都得让他哭出来。其实也不是被寻不近人情，实在是张子时太能花了，好几次因为算错银子，到月底不够了，差点饿死。还是那小药童知道自家师傅是个什么德行，平时偷偷藏了一些，这才没让这两人成了饿死的笑话。为什么每样东西要买这么多？这些破烂啊，买了这么多，没一个能比得上丢了的那个。不说外观和实用，只看年头就知道了。还想在集市上买个比他口中传世之宝还厉害的，那简直就是在明晃晃赤裸裸的浪费我的银子。我们可都是安王府的人，你们拦着我们接神医，耽误给王爷医治，王爷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安王府的侍卫差的还真不是一点半点儿啊，居然到现在都没认出我是谁。
我觉得我的名气最近好像小了很多，他们都认不出我来了。不是主子的问题，是安王府的人太废物了，不然怎么人家摄政王一眼就把主子认出来了呢？好像也是。你是你是无尘阁的阁主叶芝，还不错，总算是认出来。既然认出了我的身份，那就应该知道昨晚本阁主也在摄政王府，那神医也是本阁主带去的，所以你们这是在当着我的面抢我的人，呵呵，还真是好久都没遇到过这种事情了呢。不用请了，我不去。你们王爷身娇体贵的，我可看不起。阁主，求求您了，就让神医去一趟吧。我们没把神医请回去，王爷的腿好不了，会要我们命的。他的腿好不好跟本阁主有什么关系？你们死不死又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好歹也是无尘阁的阁主，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们回去会死的。如果我们真的死了，这全都怪你。少对本阁主说什么善心啊、害死谁之类的话。本阁主不杀你们就不错了。至于善心那种东西，抱歉呀，本阁主从来就没有。我不想死啊！我好不容易才托人当上了安王府的侍卫，这是我出的第一个任务，就这么死了，我不甘心啊！这是我出的第一个任务，就这么死了，我不甘心啊！哎，谁让你们跟错了主子呢？我就不信你在进安王府之前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既然你还能留在那里，就应该知道富贵险中求这句话。所以就算你们回去全都死，也怪不到我主子头上。要怪，就只能怪你们的野心，还有安王的狠辣。应该都带齐了，还好我前几天把草药都炼成了丹药，不然今天还不好搬呢。哎，米峰，我们住哪儿啊？我住哪儿你就住哪儿。百味居啊，那感情好。我知道你在百味里有个单独的院子，我不嫌弃，跟你住一块就行。正好平日里的吃喝都不用自己做，直接让他们送过来。你不嫌弃我，还嫌弃你。哎呀，老张头也算是自己人，你就别这么小气了。左右不过是2个房间的事儿，可不是嘛，多跟主子学学，别一天到晚小气巴拉的。就是的，蜜蜂咱们可不能小气哈，所以房钱咱们就不收了，只收饭钱就行。好，老张老头，你1个月固定的花销是500两银子，按照百味居普通的标准，1日3餐，1个月少算你点吧，100两银子。然后以后我每个月再给你400两的花销就行了，那100两直接扣了，回去我会跟掌柜的说，按时给你送饭的。我在小院子自己做饭的时候，1个月撑死也就10两银子，你们收我100两是不是太过分了？这简直就是明抢啊！我不用他们给我送饭，我自己买菜自己做，这样总行吧？哼，当然行，这有什么不行的？但是做饭得用炉灶吧，得用柴火吧，这些都是要算银子的。我院子里可没有小厨房，所以你要做饭就得等不忙的时候去大厨房做，这样算下来那就50两银子吧，少要你点。我就借你们个厨房，1个月还要收我50两，你们的锅是金子做的呀？你也可以不用厨房啊，用你的小药炉。我上次不是在你小院门口试了吗？熬粥还是可以的，就是小了点。如果你想出去单住或者单吃也是可以的，毕竟腿长在你身上。真的？不过要是被以前那些人或者安王府的人找到你，我们可能不会每次都那么及时来拎你，毕竟米峰也挺忙的，我还要陪主子逛街呢。行，你们厉害，行，你们厉害，我也不自己买菜了，让他们给我送，我要吃好的。我就不信了，100两总不能让我天天喝粥吃盐菜吧？米峰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每天按着他的给我来一份。想坑我银子，门儿都没有。他可知道米峰是很喜欢吃的，我全给你吃回来。早就母亲听说您今日要来，我一直等着呢。放心吧，曹小姐的身体已经大好了，只要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夫人是有什么话想问吗？神医，我女儿以后还能有子嗣吗？能有子嗣，能生孩子，绝对没有问题，我保证。我说话算话，以后你就是我的主子，就算你要我马上去死，我也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你呀，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我总让你死干什么呀？好了，你身体刚好，好好休息，
剩下的事儿咱不着急，我这就先回去了。主子，安王在吴成阁名下的产业留言，说要见你。不见，他的腿就是我弄断的，我再让老张头给他接上，我是吃饱了撑的。老张头刚才曹夫人给了多少银票来着？好像是5000两。来，我帮你看看这银票是不是真的。主子，你不能这样，这是我的枕巾，我自己凭本事挣的。我这是帮你验真假，万一收到假银票，你哭都来不及。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你只是个侍卫头领，不是玉皇大帝，居然敢对吴成阁的阁头动那种心思！王爷，他们也是平时嚣张惯了。再说，但并没有说这神医是吴成阁的人啊。而且咱们和荣王的刺杀本来万无一失，都败在了那叶芝手上，不如……别以为你那点心思本王不知道，就是因为这小子是你侄子，所以才敢这么嚣张。平日里他打着本王的名义在外面招猫得狗，本王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现在他居然毁了本王站起来的希望，就冲这点，本王也绝不会放过他。王爷再也不敢了，而且这世上又不止这一个神医，老奴马上就继续去找，王爷的腿一定会好的。你可知万无山庄的人跟本王都说了些什么？他们任务失败，在退回银子的时候，免费送了本王一个消息，说是补偿。他们的人在前几年出任务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个神医，在永墨古国附近。所以你觉得你还能找到更好的神医吗？老奴去吴成阁求阁主，一定把神医求回来，还请王爷饶了老奴侄儿一命。去吴成阁求？吴成阁连个具体的位置都没有，你上大街上跪着喊吗？那叶之睚眦必报的性子是硕士出了的，没当场杀了他，那都是你家祖坟冒青烟。本王已经让人去吴成阁名下的产业递消息了，说话哑巴了。属下去吴成阁名下的百味居递了消息，正好他们的副阁主在。副阁主说咱们安王府的人要将他们的阁主卖去红莲阁，还要将他堂堂副阁主卖去元阳馆。问咱们是怎么还有脸去求神医的？来人啊，把他给本王拉下去！杖责80，赶出王府，不许医治，生死有命。谢王爷。你去打听一下，那叶芝平日里都喜欢些什么，本王亲自去一趟。是真的，你放心花。你是说，那天除了安王和荣王找到万无山庄的人，还有聂宁？是，那聂宁的一个手下混进了万无山庄刺杀的人群中，还踹了米峰一脚。那天除了安王和荣王找到万无山庄的人，还有聂宁？是，那聂宁的一个手下混进了万无山庄刺杀的人群中，还踹了米峰一脚。后来阁主出去把人杀了之后，聂宁就出现了，还明说是来杀王爷您的。阁主说有他在，就绝不可能让他杀。华山为了保护属下，还被割伤了手。阁主当时就怒了，拔了头顶上的金针就跟聂宁打了起来，还抽了他好几个大嘴巴，最后把人踹到树上。属下觉得，要不是因为阁主那天头疼状态不好，现在就没有什么聂宁了。玄儿到底还是护着本王的。阁主确实是说，那日是不可能让他杀了您。可是后来也说，以后杀不杀无所谓，反正不耽误他看热闹就行。唉，米峰不在的日子还挺无聊，都没人给我讲八卦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主子，百味居掌柜的让人传来消息，说请主子过去一趟，有要紧的事。走。你确定米峰掉下悬崖了？主子，或许副阁主命大，被挂在哪里也说不定。去准备马车，我要带华山去找人。主子，咱们的人已经第一时间去找了，可是那悬崖太过陡峭，还没有消息传回来，不然您再等等。那家伙是个命大的，死不了。我亲自去把他找回来，然后带他去报仇。万无山庄既然敢对我的人下手，那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是。止血散、生肌丹、固体丸，也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能不能坚持到咱们去救他？虽然他总跟我作对，但其实人还是不错的。哼，他死不了，命大着呢。就算是摔残废了，我也会拎着他，让他亲眼看着我是怎么给他报仇的。他死不了，命大着呢。就算是摔残废了，我也会拎着他，
让他亲眼看着我是怎么给他报仇的。他早就在生死簿上看过华山和米峰，知道这2个人是会一直跟着自己到老的，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死了？为了确定没有变数，他还特意让看门的2个鬼差回地府去看了一下，直到鬼差来回话，确定整个地府都没有米峰的魂魄，也没有鬼差见着米峰的魂魄的时候，这才彻底放下心来。我只是闭关半年多而已，你们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我看这个庄主的位置，不如让给你们2个做可好？庄主，那吴成阁阻挡我们的人出任务，还害得我们损失了那么多顶级杀手，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再说了，是他先出手的，我们只是反击而已。对啊，庄主，自从1年多前吴成阁崛起，明里暗里不知道抢了我们多少生意。现在4国的人都只认吴成阁，都快把咱们万巫山庄忘干净了。就连2个月天丝云锦也青浦都送去了吴成阁名下的千一阁。要知道以前的天丝云锦、紫锦缎还有各国的珍贵瓜果，都是先送到咱们万巫山庄的。如果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咱们万巫山庄就要没落了。天丝云锦、蚕丝锦缎，人家有办法拿到手，那是人家有本事。我早就说过，咱们万巫山庄100年来只重视2点：第一是培养顶级高手，第二就是消息渠道和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现在你们倒好，生意做不过人家，杀手被人家揍得满头包。消息呢？那叶芝还有2日就到落日崖了，你们知道吗？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再怎么说也是叶芝先出手的。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咱们的生意只针对江湖上，朝廷的事不要插手。那2个王爷是个什么货色，你们不知道吗？居然敢接他们的任务去杀摄政王，谁给你们的胆子？别说叶芝了，就算是摄政王也不会放过我们。现在开始全庄戒备，把外面的杀手全部调回来守着山庄，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许接任务。哟呵，还挺高哦。主子您别站那么靠边。走吧，下去找人。这掉下去还能活？主子，还是属下下去找吧，您在上面等着就行。只要找到人，不管是死是活，属下肯定把他背上来。主子，还是属下下去找吧，您在上面等着就行。只要找到人，不管是死是活，属下肯定把他背上来。我亲自下去，不然还怎么嘲笑那个笨蛋？凤千诀，你来这里干什么？本阁主知道了，你也是来看热闹的，对不对？这么高，摔下去真的还能活着。那晚的事魏泽已经跟本王说了，不管怎么样，你都护了本王一次，所以你在这儿等着，本王替你下去找人。等人找回来后，本王再陪你一起去万巫山庄。我的人我自己下去找，至于万巫山庄，那是吴成阁的事，跟王爷没有关系，王爷不必掺和进来。怎么会跟本王没关系？阁主别忘了，那日刺杀的人不管是谁派来的，但来的可是万巫山庄的杀手，而且本王是绝对不会看着你自己下悬崖的。我没有要自己下去啊。阁主，下面这么深，您还是跟王爷在上面等着吧。属下下去，就算死了，也一定把尸体给您背回来。闭上你的乌鸦嘴！你们爱下去不下去，反正我是要下去的。要死人了！我害怕我头晕，我要晕过去了！救命啊！我要上去，我要上去！主子您可拎住了，千万别松手！我好像看见我张家的祖宗来接我了！阁主和王爷都不用这绳子，那还绑来做什么？这不是给主子用的，是给米峰用的。这么高摔下去，肯定不会一点伤都不受。主子说等找到人后，用绳子把他捆上来。阁主都能带张神医下去，那带米峰上来应该也不难吧？张子时没人拎是绝对不会下去，所以才拎他。至于米峰，主子嫌沉，你还有没有事儿？没事能不能把嘴闭上？你话怎么那么多？别想了，你学不会，这不是什么武功心法、内力之类的东西，这是灵魂之力，你没有。到了，醒醒！老张头，快点醒醒，还得去找人呢。看来这是真晕过去了。我听说过以毒攻毒的方法，王爷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拎着他上去，再重新下来一次，说不定就会清醒了。不用再来一次了，我醒了，已经醒了。我现在腿软走不动，得缓一缓。你不用管我，先去附近看看米峰大概掉下来的位置吧。不用看，你跟我走就行。我下来的时候已经看过了，北边崖壁上的石头上有抓痕，有血迹，越到下面越多，后面还有被压断的树枝，所以往北走肯定没错。我自己走还不行吗？别拽了，屁股都磨得冒火星子了，快松手！不都说人美心善吗？明明长得是个绝色，心怎么就这么狠呢？看看给我这领子拽的，都回不去了，还有这后面磨的都快露肉了。走吗？我这不是在走呢吗？别动我，我害怕。我错了还不行吗？您是仙女，人美心也善的仙女，是救人救世的活菩萨。就在这里附近了，
老张头，准备好你的药。流了这么多血，从收到消息到咱们来已经过了10几天了，这人还能活吗？他还活着，但是你回去以后跑跑步锻炼锻炼，别没走2步就喘得跟要死了一样。你不是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丸吗？赶紧找一个吃了，别人没找到，你先死了。你说你惹他干嘛？哼！血迹到这儿就没了，蜜蜂应该就在那山洞里吧？走吧。主子，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左胳膊骨头断了，肋骨折了几根，右腿应该是掉下来的时候被石头刮掉了一块肉，不过问题不大。腹部中了一刀，没伤到要害，但血流了不少。刚才在第一次见到血迹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有些发黑，果然有中毒的迹象。落地的时候应该是背部先脏着地，体内的脏器有些轻微出血。主子别担心，我这不是还活着吗？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找我的。看，门口那些野兽都是我杀的，我厉不厉害？放心吧，属下没饿着也没渴着，还好我跟华山学了个好习惯，随身带着匕首，不然连门口那些野兽的肉都割不下来。这山后面应该有水源，那边往下滴答的水就够我喝的了，就是每次爬来爬去有些费劲，所以主子你真的别哭，不然我会笑话你的。半条命都没了，废话还是那么多。蜜蜂这个样子，现在也不宜挪，所以我们应该要在这里待上几天。本王传了消息，让他们送了些东西过来，足够这几天的吃用了。谢谢。要不要出去走走？我刚才出去发现了一些东西，好像还挺有意思的。主子您快去吧，难不成是想在这里看我换衣服，占我便宜？万无山庄的人，他们有一个规矩，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什么人在那里？叶芝，动了我的人，居然还敢在这儿吃吃喝喝，那你们就先走一步吧。万无山庄剩下的人，很快就会下去陪你们的。上，他一个人，咱们还有机会逃。敢把我的人打下悬崖，那你们也下去吧，看看谁的命更大。唉，又要干活了。虽说这几个黑衣人的死期也就在这几天，但是能让小祖宗出手，也是他们的福气了。这几个人灵魂都黑透了，也不知道手上沾染了多少无辜人的性命。带回去之后好好照顾一下，等初期我回去的时候会去检查的。前面有条小溪，一会儿本王洗干净了再给你。没想到你堂堂摄政王，居然连这种小事都做。以前我还以为你是像那2个废物王爷一样，衣来伸手饭来装口的呢。本王这摄政王可不是从出生开始就是的，阁主别忘了，在当摄政王之前，本王是将军。本王从小就被父亲带到军营里，从小兵做起，要求所有事情都必须亲力亲为。别说洗东西了，就是简单的饭菜，本王都会做。等回去后，阁主试试本王的手艺如何？老张头，蜜蜂能不能动？咱们该上去了。我是神医，不是神仙，他这刚好一点，自己肯定是上不去的。我没说让他自己走，我是问他能不能移动。哦，移动啊，那可以，只要尽量别碰到伤口就行。本王还有一只更大的鸟，拖它上去应该没什么问题。来了来了！你管虫鸣鸟叫大鸟？这不是真的虫鸣鸟，应该只是有一些虫鸣鸟血脉而已。即便只是有虫鸣鸟血脉，也极为难得，那是需要机缘的，不是你想找就能找不到，或者花个大价钱就能买到的东西。辛苦你了，等你把这小子送上去之后，千万记得回来接我呀。王爷，我好歹也帮您把蛊虫拿了出来，您堂堂摄政王是不会这么小气的，对不对？
大鸟就不用了，本阁主就费事儿，再把你拎上去就好。啊！又来啦！怎么了？王爷早上传信说是今天上来，这是上来了？我听到张子时的叫声了。那个张神医，还真是每次出场都很有排面啊！别打！华山别打！费银子！我杀个鸟能费什么银子？这是王爷的鸟儿，它的名字叫费银子。这鸟儿很听话的，就是吃东西太挑了，而且还喂不熟，只认王爷。哎，华山，你快看，费银子的背上有个人，好像是米峰。到了！主子，你们有没有受伤？魏泽说费银子上面的那个是米峰，他叫什么？阁主，他叫费银子，是我们王爷从小养大的。怎么样，好不好看？等以后如果有了小费银子，让王爷送你一只可好？名字是魏泽起的。其实摄政王府还是有点银子的，养得起他。至于小费银子，如果你喜欢，等有了之后送给你。兄弟，等你好了之后，我们陪你一起去报仇。阁主说了，要将万无山庄杀的一个都不剩。主子，其实属下……快闭嘴吧你，别惹我生气。一个不分好坏以杀人为目的的山庄，没了就没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轻点。这都过去2天了，也不知道王爷收到密信了没有。太后，哀家知道你想说什么。哀家知道千劫肯定是有要事才会出京都，哀家也相信。而且要不是他早就给哀家留下保命的丹药，以防万一，这会儿皇儿怕是已经……哀家不会怪千劫的，千珏是个好孩子。说到底，还是我们母子俩连累了他。刺杀的事哀家已经听说了，是安王或者荣王干的吧？这孩子什么都不跟哀家说，也不知道伤着了没有。太后你也别太忧心了，王爷没事，皇上也会没事的。王爷的丹药已经把毒素压制住了。虽然宫里的太医没办法把毒逼出来，但也说了，只要不再次中毒，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太后你也别太忧心了，王爷没事，皇上也会没事的。王爷的丹药已经把毒素压制住了。虽然宫里的太医没办法把毒逼出来，但也说了，只要不再次中毒，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从现在开始，我和魏海会轮流守在这里，不会离开一步，绝不会再让人钻了空子。这次不是你们的错，那毒菇竟然一直藏在皇儿的枕头里，还特意等千珏出城后才把子引子拿出来让皇儿毒发。太皇爷这会儿在路上，可能还没有收到消息回来。那位神医现在跟王爷在一起，相信王爷一收到消息，马上就会带着神医回来的，请太后宽心。皇儿，再坚持一下，你千珏哥哥快回来了。贝太傅，还是您的主意好。知道那小皇上从小就有认枕头的习惯，这才让本王轻易得手。现在那小皇帝已经中了毒，听说马上就快不行了，咱们现在只要等着就好。他一个帝师，学识渊博，没想到最后居然走上了这条路。那小皇上可以说是自己看着他长大的呀。可想到贝府的将来，他的眼神又坚定了。万无山庄，今天之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无声哥来报仇了，叶芝杀人来了，快来人啊！叶芝来了，叶芝来了！这跑得还挺快。阁主，这件事是我万无山庄的不是，我已经问过下面的人了，是他们对副盟主出手阻挠他们出任务而心生不满，这才追杀副盟主，设计让其掉落悬崖。还好副盟主吉人天相，不然本庄主怕是要以死谢罪了。那就死吧。你们的副阁主又没死，我们万无山庄愿意赔偿，阁主开个价吧，要多少银子这件事才能罢休？再说了，是你们先阻挠我们的人出任务的，这件事说起来双方都有过错。看见没？他们这是怪我没让他们杀了你呢。既然他们不满没能刺杀成功，本王现在就站在这里，放马过来吧。那个摄政王说笑了，是下面的人不懂事，接错了任务。是啊，这才闹出了误会。诸位应该知道，我们万无山庄向来不接关于刺杀朝廷大臣的任务，也不插手朝廷中事。是下面的人不懂事，接错了任务。是啊，这才闹出了误会。误会？据本阁主收到的消息，当初接这任务的好像就是2位长老。这个，你们不用再废话了。本阁主今日就是来杀人的，还是一个不留的那种。本阁主的人，本阁主打的骂的，你们是个什么东西，也敢动本阁主的人？想必你们在动手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做好了承受本阁主报复的准备。毕竟这江湖上谁不知道本阁主是个小心眼的，从来受不得气。哼，阁主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你们就6个人，其中还有一个重伤，一个不会武功。本庄主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一个不留的。所有人退后！不愧是百年山庄，
居然还有护装阵法。这阵法我听说过，好像叫什么一年四季，几乎已经没人能布出来了。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了这个阵法，只要我们一进去，就会迷失在里面。现在看着是春天，但只要进去后，温度和天气就会快速变化，经历一年四季的景象。这里面一共有4个阵眼，如果找不到，或者速度不够快，到最后不是被他们偷袭杀死，就是被热死或者冻死。华山，你留下保护他们2个，我们3个进去，你们跟紧我，我会试着破阵。你们在说什么？什么阵法？刚才还是山庄的大门，现在变成了这般绿意盎然、有山有水有小溪的景象，这就是阵法。还有鸟儿的叫声呢。别怕，本王懂阵法，从前打仗的时候也用到过，一定会破阵的。绿意盎然，有山有水有小溪，在哪儿？鸟叫，哪个鸟？山在那儿呢，那么高，上面还有雾气，水从山上流下来，那么大的瀑布。小溪阁主您看，就在前面大概50步那里，那是入阵的位置。咱们只有破了阵法，才能看见万无山庄的大门。大门不就在那儿吗？那群人还跟傻子似的站在那里，期待的看着咱们呢，也不知道是有什么大病。你看得见山庄的大门？看得见啊，不就在那儿吗？大门又不会跑。那你看不见前面的阵法？哪有阵法？我还没见过呢。哪有阵法？我还没见过呢。玄儿，多看书有好处，比如神识的基础知识。大师兄，你有话就说，别绕弯子。玄儿，你是有神识的，所以呢？所以任何虚幻的障眼法在你眼中都是不存在的，除非是实体。如果你想看见，把神识封闭起来就好。所以大师兄，你还是赶紧疗伤去吧，我去看阵法了，别打扰我。哇，还真有哎！咦，这样就没有了？有没有？有没有？还挺好玩。这有大病的，怕不是他自己吧？我有大病，不用你，我带你们过去就行。阁主，您现在能看见阵法了？能啊，不仅能，我还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呢。看着，我给你们表演一个绝活。进去了，终于进去了。二长老吩咐下去，只要阵法一启动，就让咱们的人放箭。是，我就不信咱们老祖宗布下的阵法，今日不能把这几个人留在这。阵法虽然这次开启后就会作废，但能把叶芝留在算可惜。无尘阁的产业，我要全部收入囊中。本想着息事宁人，但既然避无可避，那就鱼死网破吧。你们在看什么呢？怎么可能？你不是进入阵法了吗？那阵法怎么会没有把你困在里面？你说那个啊？那破玩意儿对我没用。哎，那个几长老来着？赶紧眨眨眼睛，对，眨一眨，你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护装阵法毕竟已经上百年了，会不会已经失效了？不会，那是老祖宗留下的阵法，绝对不会失效，所以连阵眼都还在，一定是出在人的身上。难道叶芝，你不是人？万无山庄的人还真是作死没有止境啊！第一个死的，估计就是这个说那小祖宗不是人的。叶芝，你肯定不是人！叶芝，你就是妖怪！这江湖上哪个门派最少都是历经几十年才能形成一个小小的规模？无尘阁仅仅1年多就开遍4国，一定是你用了妖法。如今我落在你手中，我认命，你杀了我吧！主子，这是在给我报仇。毒药？什么？拿一瓶毒药给主子，痛苦不堪还马上死不了的那种。哦。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死？你想的倒是挺美，还没结束呢。他这是在给米峰报仇，虽然他从没说什么，甚至这一路上还在嘲笑他，但米峰身上的每一处伤，他都记在心上，全都还到了大长老身上。他从一开始就是杀手，在遇到被寻前，生死有命，他从没想过有一个人能将他全身的伤记在心里，然后带他来，亲眼看着他为自己报仇。主子，我已经收到消息，就是大长老派人设计你，然后将你打落悬崖的那些黑衣人，已经全都死了，摔死的。你放心，你身上的伤不仅大长老身上会有，万无山庄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一模一样。行了行了，别哭了，丢不丢人？说实话，他是羡慕的，也是自豪的。羡慕贝寻对米峰的好，自豪贝寻不仅是米峰的主子，同样也是自己的。你们要报仇可以，想杀人也可以，但我的要求就一点，所有人都必须跟现在的大长老一样。先破了这阵法吧。破阵是没问题，我也能看见，但是我不懂阵法，不知道怎么破。本王刚才回想了一下周围，阵眼应该有4个，
不过我现在看不见，只能请阁主代劳了。没问题，你说吧。第一个是山庄门前阶梯下右边的石狮子，第二个是路左边的假山，第三个是右后方的一棵常青树，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山庄的大门。阁主，这都是您用树枝抽的？对啊，就是用这个抽的。等回去，本王送你一把适合你用的名剑，可好？不用不用，我不要。其实我以前试过很多兵器，什么刀啊、剑啊、匕首啊，占地方不说还得擦，麻烦死了。不如这树枝好用，随便哪儿都能捡一个，又能当刀又能当剑，好用的很。最主要的是它不用擦，用完扔了就行。注意哦，本阁主要来了。叶芝，你欺人太甚！他那口气还没出去，这会儿没空理你。这就是摄政王的实力。真慢，你守着他们两个，我来。没想到万物山庄居然会败在我的手上。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华善，过来。其实内力有些地方跟灵魂之力挺像的，只不过内力是你们苦练成的，而灵魂之力是天生的。内力取于你们的体内，而灵魂之力取于灵魂，放于万物。灵魂之力你们肯定是做梦也不可能有，但内力却可以再上一层。你们两个看好了，能领悟多少就看你们的本事了。怎么样？有什么感觉吗？薰儿，你教他们通过感受灵魂之力去悟内力的更高一层，这没错。但是在教别人的时候，你自己能不能再好好的学一学灵魂之力，再悟一悟？我觉得我学的挺好的。灵魂之力取于灵魂，放于万物，这句没错。那后面一句是什么？后面还有，不就2句吗？算了，你就当大师兄什么都没说吧。不就是以前看书时看一半吗？等心情好了，我看看剩下的还不行吗？小气鬼，这就不理人了。王爷，阁主刚才说的那些是咱们能听的吗？如果他不想让自己听见，大可以回京都后单独讲给他们两个。之所以当着他们的面说，就是想让他们也听见。能不能悟到什么，就看自己的造化了。万物皆由心而起，你想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本王的武功想要再进一步很难，但还是谢谢你。主子，我……哎，你别动，坐好了，你这骨头还没长好呢，你可是真不把我这神医当个人使啊！不错啊，看来经历一场生死，你的心情有很大变化。主子，您先休息一会儿，属下再去检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活口。华善，我帮你。记得发信号，让人来清点一下这万无山庄里面值钱的东西，能搬走的全搬走，能扣下来的全扣下来。还有，记得看看有没有暗格暗室之类的地方，可别落下了。本阁主记得王爷说过，摄政王府还是有些银子的，所以这点小银子，想必王爷看不上吧？本王不要，都是你的。那我去打点野味来烤，就当是给王爷的补偿。哎，那小不点儿不是吴成阁的信鸟吗？那不是吴成阁的，吴成阁的信鸟是淡蓝色的。哦，你眼神真好，那么高那么小还能看清楚是什么颜色，我只能看出那是个鸟，还跟信鸟长得有些像。确实不是吴成阁的，是王府的废一点。我们吴成阁用来传信的叫信鸟，通俗易懂。所以你们王府传信的鸟叫什么？叫废一点，也是魏泽起的名字。信鸟就是要小，速度还要快，如果太肥的话，就飞不快了吧？是废一点银子的废一点。看见没有？这种眼里只有银子的男人不能要。那都是以前的华善，肯定是排在银子前面的。看见没有？这种把你跟银子比的男人也不能要。王府里的银子都是魏泽在管，所以难免细致了一些。我的银子也都是华善在管，可我们华善就一点都不抠门。魏泽，本王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王爷，请您过来一下。那个小祖宗啊，我能不能跟您商量个事儿？你就老老实实当你的神医就行了，其他的别想太多。不过，小祖宗您说，练武你是不可能练了，他们两个是从小练就的本事，本阁主是天生的，
所以你要不就研究一下丹药吧，看看能不能研究出那种吃一粒就能成为绝世高手的丹药。如果真能研究出来，哎呦，老张头你就发财了。真要是有那种丹药，我还能被你们拎上拎下的。哼，就知道指望不上你。等回去以后，我天天锻炼身体，不然早晚有一天得被你折磨疯。玄儿，皇上中毒了，情况不太好，我得马上赶回京都，而且宫中的太医都不能把毒逼出来，可能得麻烦张神医进宫一趟。好，咱们一起回去。你带着老张头去给那小皇上看看，正好米峰伤成这样，也得回去好好休养。我是个神医，你们好歹尊重我一下可不可以？每次都是想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能不能问问我的意见？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去不去？我去。哼，看，这不还是得去吗？所以我问不问你有什么区别？再说了，还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我让你干什么了？我让你出苦力了，还是让你去杀黑衣人了？我让你洗衣做饭了，还是让你出谋划策了？你一个看病鼓捣药的，除了医病你还能干什么？要不看在你是个神医有点用的份上，你现在觉得个骨头渣子都不剩了，哪还能在这儿跟我唧唧歪歪挑三拣四的？还不赶紧起来收拾收拾东西走了？你等着，我马上回来。他是不是说错了？找自己干嘛？不是应该找老张头的吗？自己又不会看病。主子，魏梦香在店里闹了起来，说什么都不肯走。你好好躺着，我去。主子，您还没换衣服呢。她现在可是荣王侧妃，我只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换了衣服我还怎么抽她？哎，真想出去看看热闹啊！你等着，我好胳膊好腿的，我去看，我看完了回来给你讲。踏青游园会上，魏梦香抬手狠狠扇了一个年轻女子一巴掌，那女子的母亲含泪低头道歉，年轻女子跪在地上，嘴唇咬出了血。魏梦香当上荣王侧妃以后，愈发嚣张起来。前几天还在踏青游园会时，掌压了一个三品大臣家的庶女。我知道你们有天丝云锦，赶紧拿出来，我没时间在这跟你们浪费，我还得早点回去陪王爷呢。不就是银子吗？本侧妃有的是。哟，这不是侧妃娘娘吗？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小店来了？贝大小姐，正好本侧妃要买天丝云锦，你赶紧拿出来，别耽误本侧妃的时间。侧妃，店里是真的没有天丝云锦，您就是在这儿待一天也是没有。阁主，这脸皮还挺厚，把本阁主的手都硌疼了。以后像他这种无理取闹、伸手就打人的，直接还手，不用给他留脸。本阁主的人从来不受这鸟气，就算是有错，那也得是本阁主来教。至于其他人，还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你居然敢打我！你一个平民百姓居然敢打我！我可是荣王侧妃！怎么，荣王侧妃就可以随意扇人巴掌了？本阁主虽是个平民百姓，但也是有些脸面的。在四国里，别说你一个侧妃了。就是王妃敢无缘无故打本阁主的人，本阁主都照删不误。你什么你？我店里的人都说没有天丝云锦了，你还在这儿胡搅蛮缠，所以本阁主认为你是故意来找事儿的。你不说没有天丝云锦了吗？那你身上穿的是什么？本阁主身上穿的当然是天丝云锦了，就是你想买都买不到的天丝云锦。哦，你不仅买不到天丝云锦，就连蚕丝锦缎也买不到，因为这天丝云锦除了被本阁主做了衣衫，剩下的全都让本阁主送人了。比如说镇国公府的小姐，你说气人不？王爷，这个庶民居然敢打我！你看我的脸都肿起来了。别说他打你，就是打死你，你的荣王都不敢问责一句。都起来吧，本王是来找阁主的。摄政王，虽说他是什么无城阁的阁主，但身上既无诰命，也没皇上的特许，就是一个庶民。他今日敢打妾身，明日是不是就敢打王爷？还不快闭嘴！还嫌不够丢脸吗？别说阁都打你巴掌了，就是打你家王爷的巴掌，你家王爷也得忍着。不信你自己问问看。荣王府中还有些事，就不陪摄政王进宫了。这就完事儿了。玄儿要是不满意，等见完本王陪你去荣王府一趟。去荣王府干什么去？当然是踹人去。刚才那一脚没踹出去，挺难受的吧？不是，你怎么知道我要踹他？我的脚都快伸出去了，结果被你家荣王给搅和了。本王在门口看到了，你的脚都抬起来了，然后又收回去了。哼！你不是说晚上找我吗？怎么这么快就来了？还跟荣王一起？荣王不知怎么得到本王回京都的消息，一早就等在了宫门口，非要和本王一起去看皇上。本王把他留在皇上的寝殿外面，自己进去看了一下，情况不是太好，所以这才着急出来找你。他看刚到那一幕，估计他是怕把你惹急了要他的命，这才带着贝梦香急匆匆的走了。没想到本阁主的凶名这么多人都知道，这样也挺好。
省得谁都以为吴成阁好欺负。估计过几天等万无山庄的事儿就传出去后，江湖上再也不会别有一个百年山庄，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回来的路上，他自己也想了想，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带着魏泽，能不能做到？答案是不能。就算是能，也绝不可能全身而退。你一个平民百姓居然敢打我！我可是荣王侧妃，本侧妃有的是银子，不就是天丝云锦吗？赶紧拿出来！你学的那么大声，整个小院都能听见，还用得着敲门？行了，赶紧拎上你的药箱，跟摄政王进宫。主子，您不去吗？那个，他这个人呐，惜命的很，不然当初也不能看见棕熊就把自己给卖了。璇儿如果想去，那就一起。我去，等我换身衣服。不用换，这样就行。行吧，你是摄政王，你说行就行。皇上中毒，不是安王干的，就是荣王干的，不过很大概率是荣王。安王到现在还在想办法求见张神医呢，应该没有更多的心思谋划这件事。况且皇上的习惯不是谁都能知道的。如果你以镇国公府小小姐的身份进宫，那些人肯定会知道神医跟你有关系。以吴成阁阁主的身份宫，会少许多麻烦。抱歉，您麻烦的好像是我。麻烦就麻烦，有热闹看就行。再说了，安王早就知道老张头是我的人，求封很多次都被拒绝了，不差这一次。真不是个东西。不知姑娘在说谁不是东西，谁下毒就说谁。给那么小的孩子下毒，真是缺了大德。姑娘真是心直口快，快坐下休息吧。毒我倒是能解，只是有一味药材我没有。神医，您说只要能解了皇儿的毒，哀家定会让人找到。七叶莲，就是7片叶子的莲花。知道了，本王马上命人去找。等一下，我怎么觉得这个名字我在哪儿听过？让我想一想。王爷，看来咱们今晚不仅要夜探荣王府，还得顺便探一下安王府。你是说安王府有7叶莲？有。安王那货的不是断了接不上吗？所以就派人递了消息求见本阁主，希望能让老张头去给他治腿。本阁主没答应，他就一边变着法的找人求，一边到处找各种珍贵的药材。我记得米峰当初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提到过这7叶莲，好像是在什么拍卖行里。米峰那会儿也想拍回来给老张头，可是因为价格太高没买，最后让安王给拍走。姑娘是吴成阁的阁主？是，